那个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也就是呢，我们成佛的它的源头，就是这个在成佛的。所以一定要启发，启发，然后呢，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我们就有般若妙智慧，那有般若妙智慧自然就认识真理，真理认识了，我们呢，就能够呢，这个走回到我们佛性本体的定，有智慧，有般若妙智慧，有定，定跟慧呢互相会资助帮助，那这样呢，我们这一生呢就很有价值，就已经呢，可以修正，修正呢让我们成就，能够成佛。所以成佛就是我们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成的。那我们能够去启发了，去体会了，那我们内心深处就产生了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成佛。所以佛一定要向自己的内心求，外面没有，外面求不到佛，一定也要先自己内心求。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认识很重要，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它呢不急不离，不急就是不住在我们身上。可是现在借假修真的时候它又在我们身上，所以不离开身上。各位亲人这样听懂意思吗？就是不急不离，不离开呢我们的这个身体，所以这边呢或者就有写，日常生活呢我们用不急不离，不住不着，我们不住在身体的形象，不着呢这个形象，就能够让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纵横自在，无非道场。不管是我们纵，纵就是南北，横也就是东西，东西南北都能够自由自在，那个非常理想。整个呢都是道场，整个都是我们佛性这个生活的地方所在，那个呢就叫道场。这个地方已经每次一段。那么世人我们凡人的闻道，知佛呢皆传心法，所有的佛呢他所传的呢都是心法，要我们呢从心来修正成佛，将为呢这个心上这个别有一法可证可取，遂将心密法，就是我们凡人的班呢都是这样。将我们的心来觅，就是寻找，寻找佛法。不知道呢，我们的心即是法，我们的心呢就是佛法，法即是心那个佛法就是我们的心，不可将心呢更求于心不能说呢我们拿着自己的心来求呢自己的心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我们的那个认知不同的地方所在。那么历千万劫终无得路。假如说我们用心来找心用心来找法，这样的话呢，经过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得到，就是得不到。所以只要我们呢这个当下承担，就已经是了所以不如当下无心，当下都没有心了。所以这个没有心各位都了解到呢，就是我们把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都不要用，那个心很多了，非常多各位先生，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知道吗？我们呢这个平常呢时常在讲，生活之中呢都是我们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对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心都是这样在生活。然后佛就讲六根六尘产生六识都一直在变化，它没有固定，不会常住所以不要对那个变化无常变化的把它当成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要呢无心，没有心呐，就完成的所有相对生灭的心呐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剩下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叫真心，就叫常住真心，它永远都在的，不生不灭的，永远都在。所以呢，无心那个心啊，就是道。我们无心的心啊，那个心就是佛，即心即佛。之前我们也都讲过啊，那个即心即佛，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心啊，是已经呢，从佛性本体发挥，常住真心啊，那个心才是佛。所以我们用凡尘的角度来讲，就是把跟尘相对的心都没有了，无了，无心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无心很不容易啦。我们都不肯放掉啊，日常用的心啊不肯放掉，都是跟尘相对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心，那个心啊生灭的不要用，所以那个都不要了，无心的叫做当下无心。当下无心呐，便是本法，就已经是了，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本法，根本的佛法，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力士呢，额珠啊，那个大力士啊，这个额头上面啊，他们念有那个珠，是非常的这个成就了以后，在额头呢有一个珠，隐于额内，就是蕴藏呢，在额头里面。那么向外求觅啊，周行十方终不能得，他的额珠要向外去找啊，再怎么找呢都找不到，智者啊，只知，这个能够了解的人呐，把他这个告他。说你儿子啊，就在你的额头里面。这个当时自见啊，本知如故啊。这个有智慧的指点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啊自己见到自己啊，那个额头本来那个珠啊，原来都在。那我们学道人迷自本心啊，不认为佛。学道人呢，我们都迷昧自己啊本来的真心。不认为是一个真心就是佛，所以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真心呢就是佛。所以呢向求觅，起功呢一起，我们呢向外去求觅，要呢找佛，找不到佛了。起功用行啊，就是我们呢要用修持功夫啊，把这个佛呢要把它修正出来。向外呢去修持的那个法都是不正确。那么依次第啊，正果位按照呢这个秩序啊，一个位阶啊，接一个位叫次第。从凡夫修到佛，按照次第来讲的话呢，它有55个阶从实性，然后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释迦行、实地本教觉有55个位阶。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从凡夫修到佛，用次第来修，要经过55个阶梯呀。各位浅浅修到几个阶梯了？有信心的话有10个了实性，然后呢不退转10，就20个阶梯，然后呢这个实行有在度化众生那个已在行，那个已经第30阶梯，然后回向，就是把自己呢所做的功德回向给众生，就40个阶梯了，然后呢又释迦行，要进入那个有果位的阿罗汉的程度释迦行，然后实地就是菩萨，到55就是妙觉，就是成佛。各位走到第几个了？40个了，44。到阿罗汉
所以呢，依之地啊，正果位，力竭勤求，言不成道，就是经很长的时间啊，一直在修持啊都没有成道，不如呢当下呢无心，我们能够当下无心，就是把凡尘的生灭心啊，全部呢都放下，全部都没有了，生灭的心。那么决定知啊，一切法本无所有，本无得，所有的万法它本来没有，我们凡尘呢有4000法门，就是因为啊我们有84000烦恼，所以才用呢84000法门，它本来呢都没有，没有法也没有烦恼，那我们修正呢也没有所得，那只有回到原来。我们本来的性为无所得，那么无智无依啊，无能无所，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无状态，它无住，不会呢住在形象，然后呢无依，不会呢有所依赖，然后也没有能所，把那个能所说明没有对待，有能所就有事相，有事相呢就有生灭。所以没有能守，不动的妄念，都不起心动念。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落入凡尘啊，就是因为起心动念啊，有念头啊，我才落入凡尘。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尽量就是不起心动念。各位贤贤，我们呢在生活中自己在起心动念啊，知不知道？知道自己在起心动念吗？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还让他起心动念啊。我们都是不知不觉起心动念，因为念就是业，起心动念就是造业啊。我们有业才落入现，才受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只要不起心动念，我们就可以解脱了。这样知道吗？关所在因为起心动念太容易了，我们都不知不觉起念，所以我们修持啊，就是要努力啊，回光返照我们外放的精神啊，收回来做什么？守住念头我们呢能够回光返照，叫做真如守自性。真如守自性啊，不会起心动念，没有动念不会造业，没有业不会受苦，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才造业，是因为有业来受苦。所以只要我们真如守自性，就是回光返照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都回来，然后呢守住我们自己的本性。上次讲嘛，我们大概1天24秒嘛，各位有没有回去试验看看，有没有24秒？没有试验，看看自己真如守自性可以多久的时间有码表的按下去，真如守自性，回光返照，然后等到起心动念，看看多少时间有没有4秒？慢慢让它增加能够24分，然后最后24个小时，整天然后1个月、1年，然后10年成佛了，快，很快就怕我们真如不守自性，不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造业，造业就要受苦。像下来，咱家己知对无？咱有教无？真教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自作自受是绝对的我们要纠正了解说原来真如守自性，不起心动念，我就可以不用受苦，就这么容易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所以才六道轮回在凡尘受苦。所以我们源头那个造业的源头要知道有念头了，我们才有行为，
有行为了，我们就造了业；有业了，就一定要接受果报。做了好事啊，是福报，好事比例比较少了。这个10之7、8哦，都是坏事。只有1、2个好事。福比较少。受苦的都比较多。所以我们要了解是我们起心动念。了解了吗？以后应用这类爱动念那边，不要了要回光返照，要真如来所自性。把那个注意力收回来，守住自己啊，不生不灭的心，这样他就不会起心动念，就不用受苦了。辩证啊，要我们不动妄念啊，就可以证悟啊，菩提就可以觉悟了啦，就已经到佛地。所以我们因为都是佛了，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起心动念。这样了解吗？只要不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容不容易？所以就要想啊，他要是我不爱修，敢袂使，可不可以？可以嘛我们为什么都不？什么原因？就像怪一样，像怪的起心动念，什么人？什么现象？把咱怪咱起两头的什么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很奥妙引起我们起心动念的就是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周遭的环境让我们起心动念。那我们周遭的环境都是变化无常，它没有常态在变化。就是因为它一直变化，所以我们才起动念。假如说全部都不动，都如不动，我们会不会起心动念？就不会。所以因为外面在变化，我们就说跟着动，就起心动念的。所以就要得说造化在引诱我们起心动念。要认识造化，造化它是众缘际会。演技则生，研究美，都是因缘际会，都是假象，不真。我们不要把外相真，全部都假的。那我们知道全部都是假的，要不要附和他们？不要以后遇到的时候真的不要不要这个时候坐在这边，可以知道不要。可是当我们度现象的时候，要。那个情景不同，那个已经那个主观变客观了，本来是我们可以主宰的，佛性自己可以宰，可是那个时候已经被环境主宰了，我们就做不了主，当不了家，所以佛性很可怜他修养很好，只要这个我们感官，只要我们生活需要要起心，他都不会阻挡。不会说不好，都不会了。可是我们要自己告诉自己，说外境的变化很大，我们不要跟着外境起玩，不要他变他的，我守我的自性，就守住自性了，就成佛了，成菩提了，成道了，所以不会很困难大概在我们受不了诱。各位受得了吗？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修养好的人外面的诱惑就诱惑不了，不懂。可是假如说我们这个没有定力又呢很容易喜心对境又很在意，那就那个诱惑力量很大，一下子就会坏你怪体什么时候才可以清醒过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清醒拢搞我怪，给我怪。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先要了解，完全都是假，没有真这就是佛性不生不灭佛性，没有形象的那个寥寥的自己，那个才是真，它不会变生不灭。
剩下一切都是变化。我们不要呢，去投入去追求，只会追求那一些变化，我们心就笃定。那心一笃定了，就可以回到本体，本体呢清净了，就成就了，就成菩提了。所以我们了解呢，只要呢不动就可以证悟菩提。那么即证到的时候只证本来本心佛。我们证悟我们证悟到道，证悟到佛性的时候，就是证悟本心佛，本来的心本来的心就是佛。所以佛就在我们这个心内。所以那个神会不是有问六个问题吗？还记得吗？我们有讲过那这个问题说这个佛法本根源其从何处出？有没有？有没有印象？讲佛法的源是未来，出来要为道出来。六祖他说：若论佛法本根源一切的众生心里出，忽然为出来，为咱众的心出来。够不够清楚？讲清楚因为当时呢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讲说的没详细。然后后学准备说呢，把这个传心讲完以后再讲一部那个心明。再讲一部心明，我们就把那个神会那个6个问题再详细说。因为神会也是一方的领导者，他问出来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它很有内容。那我们要透彻了解它里面的含义，怎么问，那怎么回答，那我们怎么样从其中得到利益，得到修持的那个指点。那个都很大的帮助。这样好不好？好。因为信心明跟心明它不像呢我们传心法要这么白话。所以那个研究真的还是要这个能够把心回来才听得懂，不然等到下课一定第一个反应有听没有懂，他都无菜有听没懂的无菜，这个都对我们帮助很大。只要你听得你肯做那个成仙做好都不困难，很容易，而且是从内心自己的内心深处生出来的信心，是绝对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了自己绝对可以改变自己的环境这个都是从我们自己内心产生力量。这个力量的由来，就是我们要心来追求，一定要追求到真理，不然我们求道很殊胜，殊胜在哪里我们都没有去探讨，到它殊胜在哪？它可以使我们成佛，可以使我们改变环境，可以使我们脱苦海。可是我们顾一下，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到达这样的目的吗？可不可以？以我们所作所为绝对达不了。为什么？因为认知不同那个认知都在那上面，对不生不灭呢完全都不知道。那不生不灭都知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成要成就一定要进入不生不灭的领域那个就是真理世界。然后我们在这世界里面1万年都在当下，很殊的佛学都一再讲万年一念一念万年，万年呢都在我们一念所以我们眼前的一念就具备1万年。我们老祖师下生还要56亿万年后，可是现在就在我们当下它已经呈现在我们当下。真理就是这样很奥妙的。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用一点心追，各位就可以相信9个月之前开始研究跟9个月以后的现在绝对是不同。同不同？不同在哪里就在我们内心内心很大的不同因为认知都会整个改变
那我们认知改变了，我们心态改变，我们环境改变，我们周遭所有亲朋好友也一样跟着改变，都很理想。以往那一些呢，这个鸡啊等叫啊多，很会叫的慢慢不见了，有没有？我无一个印啦，拢要保持迄鸡啊等叫啊多，不是啦慢慢在修正自己，慢慢在改变，使自己的见识自己的心胸也跟着很宽广，生活就一定呢越来越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就要努力的修道。修道不是说要找个时间再找个地点都不用，我们生活就是道，要在呢日常生活之中来修。已经呢当然就是道。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讲授《金刚经》的时候那个整个成的就已经是道了。他都是跟众生一样手以持钵如来大乘去起时，都跟众生没有两样他已经呢把那最上乘的佛整个都教导给众生呢去做，只要我们跟他一样就已经也都是佛了。所以我们了解日生活之中那个最平常平凡平淡很平实，那个都是真理，都是在最平常的生活就有最高的佛法，最高的佛法就在最平常生活之中。所以一定要在生活之中呢让自己的我相去掉，让自己的法相去掉，让自己的非法相去掉，这样一空到底的已经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已经在真理世界之中生活，就已经是了，不用再另外求，不用再另外改变我们的心，不用，就当都已经是了，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在日常中就是在修道，很宽，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我们年岁一大了这三心四相都很强烈了，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三心四相害我们让我们六道轮回。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色受拢去调拢互咱直直落啦。咱若拢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三世色受我们不住。过去世把咱吸袂到，现在世嘛把咱吸袂到，未来世嘛吸咱袂到。三世拢吸袂到，我们整个佛性都呈现了，呈现拢跟佛同款了，已经没有两样。可是我们就是很难去三心，就是会起心动念所以一起心动念，三心都来了，这么厉害。真如不守戒，各位先生，真如要不要守自性看起来还真的是要我们真如守自性了以后，就可以超脱苦海了。真如守自性叫做觉已经觉；不守自性叫做不觉。不觉就叫无明。无明我们就造业，造业做苦。它是连带关系所以我们回光返照就是要用真如来守自性。拢时时刻刻觉，从24秒、24分、24个小时，24个月，成佛没？成了啦，一定成的。最怕我那个24秒最难熬过。回来我们把心收回来，收个24秒就过去我靠快。还要到24分这中间经过蛮长的时间所以有没有那个恒心毅力有没有有。要成佛要有心毅力那李祖师告诉我们，孝只有3个字：诚、恒、坚，3个。咱个这3个就好。要有诚心，要有恒心，要有坚定的心，就一定成的啦。各位都有没有
哇，惨啊哇！印没出来了，看你出来完了我拉，所以要加强哦，要加强我们这个诚。我们在玩场第一个就是要诚啊，待人用诚来跟人交往才可以久弄真心。我们看天地白天黑夜它很诚不会倒了。那春夏秋冬它也很诚在运转。然后呢，那个地上的万物它也很诚，你种什么它生什么了，对不对？要不要学？我们就要学天地的诚像今嘛夏天北公路，对不对？很诚啊，在白天不会变成夜，都是很诚，所以我们就是要学诚。只要我们诚了，做人就成功了然后呢，第二个要心，只要有恒心做事都可以成就，一定可以达到目标，所以呢要有那个心。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坚定的心不能遇到困难他的退缩了所以很坚。还有好记无？真好记嘛真好做好不好？这个做又是看心的啦这个我们心呢这个有心去做很容易，那无心就很困难所以只要我们有心想说呢，这个人真的是苦海不好玩，我要努力做到，要脱离苦海，那就可以做到很坚就可以成道成佛。所以呢这边讲说呢，这个当下无心力竭功用病逝修，是不是这边？这个讲的像不太会得。力竭呢，就时间的经过很久，我们呢修的功夫那一些呢都是在有为的事项里的功夫啦。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为的事项就是跟众生结缘，聊一聊我们的业障那个你外口在做，拢有形有相这些代志这些事情呢全部呢都是众生结缘，然后了我们的旧业那无形的明心见性，那个才真的进入修道。那所以心地不明了解我们的心以及呢不讲的本性那个对修道来讲都是不实在。而且都一直讲老前人说摸根的成仙做佛，摸不到根呢就瞎修行他摸根呢就是已经到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了，这个叫摸到根。你摸不到根呢就瞎修行了眼睛呢这个在做，眼睛闭着做怎么可以成就？成就不了的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从明心着手。那么如力士呢得珠的时候是的本头珠那个大力士他念功夫呢念到耳朵都有珠得到的时候呢也是他自己本身的不是外来的不关呢向外寻求之力，向寻求的那个都没有办法达到，有办法都是本身的这个生发出来。故佛言：我以阿耨菩提实无所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这讲说呢，在呢无上的正等正觉实无所得。因为呢在大藏记载，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因为那个无上的正等正觉多罗三菩提法非常崇拜非常的向往，所以他一直以为就是他使他成佛，一直都把那个法抱在这个心中之中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观念已经成佛的都不受记都不给予受记，
一种他把这个观念放掉以后，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它放掉了以后，燃灯佛才以我受记如意呢当作佛，那个是这样。所以就是不能心中有所得，有所得就是有所失有得失就是生灭所以心中一点点的生灭都有。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回顾我们生活之中哪一样事不是生？所有的事都是生灭所以我们就要念自己事则应，事既则见，这样对所有生灭具的圆满，然后心中不住，不住呢在形象，这样就是最理想的生活咱话内底拢无住伫个心内底，这样心呢就会保持真空咱的心空容量的大容量很大都袂甲人计较就会了解很多的真理。我们讲就是不了解真理要甲人计较，过一年会真够甲人计较袂真理想的拢袂甲人计较。我们要到计较，那个都心胸狭隘才会计较。然后我们要学学了很大的那个度量，就像我们弥勒祖师那个度大能容了却一切的凡事都了却了，都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了，吃亏也很高兴。要培养是一种美丽的操，吃亏都很高兴有没有这样大概都是吃亏都面红脖子粗，对不对？会很生气他这个很生气就是不了解真理凡尘东西是假的为生气。所以佛就讲以阿耨菩提正等正觉实无所得。我们也要了解说证悟本的时候只有我们那个本性我们现在呢是让它失掉失去了，不知不觉咱也有的嘞然后证悟是把它找回来而已并没有所得啦有所得就有所失了，变生了就变两边。那么恐人不信恐怕我们都不相信，故以无眼所见就是肉眼、天眼、慧眼、华跟佛眼以那个无眼所见。各位同学，我们有个眼，只有肉眼这个肉眼叫做见光不见暗暗的无看到所以我们众生呢都有这个肉眼。然后天就是能够见到真是有天眼。然后慧眼呢就是能够了解到那个般若妙智慧所了解的对象所以我们就有讲慧眼是英雄慧眼智慧的眼睛就是我们也有然后华眼，这个华眼最不容易是后得智，后来才得到智慧，能够呢看到呢众生根基有的很浅，有的很深。他知道以后呢可以有修持的法门让他修持根深的人呢深的方法根浅的有浅的方法所以那个叫华眼比较不容易。只要具备前面有识那佛眼就有了那个佛眼呢就是四眼具备的。那无语所眼这个无语就是真语实语如语意语不诳语那个真语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一些呢记载在那个金刚经里面那个真语就是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这个一空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一空到底，这个语叫做真语
这个不应起法，不应起非法，不应起法，不应起非法，正的反的都不要，然后呢，这个法上应舍啊，和非法，法这个法都要舍掉，那非法更应舍，这都是一空彻底的语言，这个叫真语。然后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凡尘啊，这个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是已经进入实语部分的，真语跟实语啊，一个是讲真如之体，一个是讲实相之用，所以那个真如讲出来都一空到底，一空到底呢，我们就是了解全部呢都是无相，没有形象，无我，没有我的存在，那个呢都是讲那真语，那个实语就是实语实语，依法呢这个应无所住呢，行以布施，无所住啊是空，行以施是有，它是空跟有啊，两个同时存在，就是即跟造啊，即同时，就是有体有用，那个呢就实以实相。那我们要了解说，从真理的地方呢，先聊到佛性本体，从实相的那个里面的含义啊，我们有体后啊要有用，就是要度化众生，使众生也能够成就，所以讲那个真理啊跟实语，像这个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呢就是空，然后耳色即心，就是有，所以我们不一边呐，应无所住变空了，你没有生起心来，有没有就变成落入一边，所以那个两边啊全部都同时讲出来，那个叫实语。那第三个如语啊，就是如其所亲证，就是自己啊释迦牟尼佛本身已经证悟了，那个就叫如语。然后不异语啊，就是没有两种话，不会我们像假送话对语有说一种话，两个讲出来不同不相同。有时我们呢在那个口译三个里面啊，有一个叫两舌，两舌是两个舌头。各位浅显，两舌是什么意思？就是挑拨离间呐，挑拨离间就是两舌。该讲该讲，讲无讲，互因两个冤结，那个叫做两舌，罪很大。无代无志你互人去冤家，罪大不大？虽然嘴巴讲出来，这个很大。那么这个不异语啊，就是它没有那种浅显，讲出来都是一个真理，不同的。然后呢，不诳语啊，就是不诳骗众生，不会这个骗众生的事啊，讲的都是从真理出来，这个呢无语啊，所言真实不虚，切切实实，都呢让我们可以受到利益，是第一义呀，都是究竟了义的，都是究竟了义。邪道人误以四大为身，四大无我。我们呢这个学道啊，不要以说这身体啊，就是我，我的身，四大呢就是水有风土，水有风土呢，它非常广泛啊，这个虚空里面啊都有，所以叫大，那个都是摩诃啦，这个虚空里面啊有水有风，我们要了解这个佛在讲说色空二，色就是形象空呢就是这个空间空中，那色呢跟空为什么是不二？为什么是合在一起？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现象都很粗了，那很细的现象都看不到。那我们这个空中它有水土，或者都一再讲这个空中我们可以把那个水集中，像用除湿或用
冷气机呀，水就会集中了，我们就可以看水，这个空中有水，那火，就是热度啦，这热啊火，我们整个空间都有火，只要我们那个用那个打火机或是台，把那个火呈现，就会跑出来，它这个空间里有，假如说空间没有火啊，你那个打火机跟那个火柴没都，就是空间有有火，所以它才会呈现。那我们也可以感受这个空间那个热度啊，它就是会，水火风，那风更容易知道了。我们一手不动，一手动，有没有风？就在空中，对不对？这个风就有了。它土呢，就是那个灰尘，那个所有门窗都关起来，我们里面呢一样都有灰尘，所以只要那个太阳从那个空隙啊照进来，我们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很微细的灰尘，把那个灰尘就变土了。所以这个空间里面啊，所有风土都已经在空中啊，所有风土跟空合在一起，那个所有土叫色，它空叫空，色空不，它是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讲的是真理，不是呢讲说这个空中里面呢有色，我们说空中就空，哪有色？可是呢这样一分析了以后，确实我们知道这个空中里面就有色，它色空不二，它是合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把它引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来，老子告诉我们说，常无啊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假，无就观妙，有就观假。这个常无啊跟常有这两个有跟无啊，此两者啊同出，它同时出来而异名称不同，一个有一个无，同谓之玄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众妙之门就是常有跟常无，常有跟常无合起来，就是我们不生昧的真佛性。我们真心佛性就是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我们要知道常有常无啊，是咱的不行它常住，都有跟无，有没有形象，无确实存在，所以这个无啊，就进入真空，有没有形象就进入妙，所以叫真空妙有。我们的形象我们这个身体的形象真空妙有，这个空佛性在。妙有的佛性没有形象，可是都存在空中，这样了解吗？有较清楚一点嘛？这个就是有一点小的生涩啦，真理呀生涩。可是我们研究要了解说它真理所在，切实的不是讲虚幻的，是切实啊，就是存在。那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体啊，就是真空妙有，然后充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要证悟本，就是要了解我们本心是什么状态。不知啊，不知要怎证悟，所以一定要先知影。要先知影，咱就讲原来我心有的知觉性这么宽广，这么宽广的知觉性，原来它不生不灭。原来有奥妙功能作用，我怎么都不知道。各位先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没有研究为什么不研究呢？没用你没用什么呀？赚钱要创啥？要吃饭吃饭要创啥？要活来活来要创啥？我没有去想有没有啊？要想我来要创啥？我来要受苦了。所以就是要我们身心里面追求到我们人生在凡尘它的价值所在有什么价值
比凡世间也是什么呢？哦，啊，看着凡尘的哦，在万象，它凡尘的在万事，然后我们看着又怎么样？哦，看到人家行善，我们会很高兴哦；看到人家作恶啊，我们很讨厌，是不是这样？都不会啊，啊，拢无相应。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完成的因果定理，它决定，哦，你行善了就无报，你做坏呢，哦，就有恶报。那接受果报的时候啊，一定都是迷惑。像哦，已经呢做得不好，哦，像以往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啊，那个年大的老人家在骂人哦，最常听到的哦2个字啊，精生。有没有听过那一种骂人啊？精生是什么？就是畜生道了哦。他所作为啊，已经跟畜生一样。那他这个身体，假如说不见了，再转世啊，会不会当畜生？绝对，一定做精生。哦，那个天视啊，自我明示，天天自我明听。上天成大家的意思，大家拢讲伊精生，哦，去出去做精生。个浅显，去做精生的时阵，精生伊知影讲，伊做了唔好无？唔知啊对无？伊敢若知影要食，啊知影要困安尔对无？啊要食好大只，互人抬，是不是？所以那个就很迷昧了啦吼。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人的身体呀，我们可以研究真理。你若精生哦，家己也来坐咧听哦。有效无？没用哦，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人生难得啊，哦，有人的身体真的是很难哦，不容易。那我们既然已经有人的身体，又呢站到上天大开普渡，这么幸运的哦，不努力修真可惜哦，所以一定要努力。精进修持，让自己对真都了解，了解以后，我们选择啊，最有价值的人生方向去努力追求，这样呢就不白费我们来这一生了，不然现在大开普渡啊，很殊胜啊，大道啊，都不努力啊去行，不是白费空过了，所以佛菩萨都很紧张，说众生那叫个在人拢地来拢唔肯修啊，有没有这样说？都有我们有没有努力在修道啊？可能是心里面在想，有啦，都有认真在修啦，有的一寡都唔知呀，有一些啊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是要努力探讨说应该要怎么做才会呢改变了我们那个以往的那个6道轮回的那一种习惯性，我们现在很多都变成习惯性，不知不觉啊这无明就来了不知不觉啊跟人家讲话都要跟人家吵架。不是一句话就准备要跟他吵架嘛，讲2句话就开始吵起来，要不要改啊？对，大家都是兄姐妹亲的不用吵，所以不要呢以为这个4大是我们的身我亦无主啊，这个是你4大假合啊，所有风土它没有主人我们要了解说身体的本身啊主人是天地的物质皆有用的，故知此身这个我亦无主这个身体没有我也没有主那个我就是如来那个主人呢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佛性的身体现象没有。那么五阴无我亦无主这个阴就是蕴就是我们的那个色受想行识五蕴
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不要酝酿这个五阴，住相的那个色啊就不蕴了。然后呢，我们呢这个凡尘知道都是假的，都不要去接受，不要进入我们内心，外界都不要进入内心，叫做呢一受。那一切不受我们就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就没有行为，没有行为就没有记忆，所以那个受、想、行、识全部没了。也不住相，色没了，色受行识都没了，五蕴都不蕴了，我们就不会落入凡尘现象，就没有现象了。各位，我们怎么到凡尘来现象的？咱哪会落来凡尘？有辛苦，怎么来的？知道原因吗？我们刚才讲过吗？就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我们才落入凡尘，还有身体呀，可不可怜？这个年轻人他不都可怜，说很好玩，凡尘很好玩，要等到年岁大了才不好，年纪轻轻的都很好奇，所以我们了解呢，这个身体是假的，没有我，我们生活之中呢要造五蕴，五阴不蕴不一体的话。就没有原因让我们在完成这个成故知呢此心无我亦无主，我们的那个六识心跟尘相对的它没有我也没有主人，六根六尘六识和合生灭，我们的六根呢六尘跟六识它合起来它都是全部生灭，亦复如是。那18界即空3、6、18，六根六尘六识都，然后18界全部都是空。我们再说那个18层地狱以往那个有那个商家那个佛教都会调那个地图，那个佛像的地狱都有那个18层地狱。18层地狱就是我们六根六尘产生六识所做的罪过。有18站地上，那个时候呢，小孩子都很喜欢去看，看那个站地。各位有看过吗？那个18层地狱还蛮恐怖那么一切皆空全部都是空。那么唯有本心那个荡然清净，所以只有本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本心它荡然清净。那个所有的凡尘的那个用的那个跟尘相对的心那个都是生灭都是变化。那么底下就讲说有事实有自实那个事就是事的事，自实我们认识呢这个吃饭，认识吃饭吗？要怎么吃？要怎么吃呢才是正确？所以能够养生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它能够撑得下来，这个呢就是已经呢可以的。可是我们现在呢人都是这个找好的，所以会造了很多的业会杀生假车然后有自食就是呢智慧的那个吃法所以我们呢要选择呢那个后面的有自食。自身呢居仓为饭，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它会饥饿，这个饥饿就好像有病了一样要把它治疗。那么随时举要供给它，要养它，就是呢使它能够呢生存的下来，不生呢贪着，就不要贪着那个吃东西卖假遐臭的物件，谓之就是有智慧的那个吃法。那么知情呢取味妄生分别唯有四果不生厌离谓之死。那个知情就是呢随着我们喜欢，然后呢取味爱假，然后有分别心
讲迄炒哦，迄钱较芳，在迄炒的物件哦，就是呢求四果哦，爱好食，不生厌离，就不知道会跟那一些哦那个绝缘，无离开家，也有做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完成了事实的比较多哦，自实的比较少。那么底下呢又是一段哦，声闻啊，哦一生得悟啊，哦这个声闻者，就是那个小乘佛法，哦因为声音呢得到领悟啊，哦谓之声闻，但呢不了自心啊，就是了解哦自己的心，一教上呢哦取解，在那个声教上面呢哦来了解真理，哦或因呢神通，或是呢因为神通。哦，或因为啊，哦瑞相端，哦那个瑞很祥瑞的形象，哦语言运动，哦闻有菩提涅槃三真底劫，哦这个修成道，那么皆指以啊声闻道，那个从哦声音哦得闻声闻道，谓之声闻，哦佛为直下呢顿了自心呐，这个佛呢他要传授的就是我们心见性，了解自己的真心，本来是佛，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佛，无法可得啊，没有法，没有那个一丝丝的法可以得到，无一息可修，所以这个虚云禅师讲的是很高的一修持法门，到最高呢没有一法，没有一行。持呢是无上道，最高的一个修持方法，只是真如佛已经呢到真如的那个境地呀。那么学道人只怕呢一念有，所以我们要学道就怕我们心中里面住相，住在有，所以一住有了，局以道隔矣，就跟道相违了，已经隔离了。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每个念都不住相，每个念呢都没有所作为，这样呢就已经是佛，即是佛。其道人呢都欲得成佛，我们要呢成佛，总不用学，为学无求无着。这个很努力的一个学道方向，就是无求无着。不要着相，不要不求人，不求不着，安尼就会当成无求则心不生，我们无求心就不生，无着呢则心不染，无泥得安尼五颜六色，不生不染着，咱也无生心动念，不生心不起心动念，不染着凡尘五颜六色，就已经是佛。84000法门，对84000烦恼，是教化接引门，那个用教化来接引众生。本一法离即是法，本来就没有一法，全法都没有了，没有办法执着，那没有执着也就是成就，离即是法，离开所有的不形象，不管语言，不管文字，不管是事情，全部都离，那已经呢就是法。那么知离者是佛，知道呢要离开呢就是佛。但离这个一切烦恼无法可得，只要我们呢离开所有烦恼都没有法可得。学道人呢欲知要诀，但莫以心上着一物。咱修道的人要得到呢要秘管那个真重要的要法，就是呢莫以心上呢着一物这个心全部都空空荡荡，这样呢就会跟呢那个真理相应。那么言佛法身犹如虚空，此事呢比喻法身即虚空，虚空呢即法身，这个虚空就了解到空中真空妙有，虚空就是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跟佛妹的佛性本体。
常人呢将谓呢法身片于虚处，虚空中呢含法身，不知道呢虚空呢即是法身，法身呢即是虚空。所以要把它融成一体呀，没有另外一个虚空，没有另外一个法身，是虚空跟法身呢，它是融合。若定言有虚空，即虚空不是法身；定言有法身，即法身呢不是。但呢不做虚空觉，虚空即法身；不做法身觉，法身呢虚空，虚空与法身呢无异相，就是没有不同地方所在，所以它是一体呀，不能分别。一分别就不是了，就不是真理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这边写蛮详细的，所以我们从字面就可以知道，说虚空跟法身它本来就是合在一起，不能把虚空看成一撇，法身要看成另外一个角度，那这样的话就不就有两个，那就不是了真理所在。那么佛与众生无异相，佛跟众生呢都同样的形象，没有不同的。那么生死涅盘呢无异相，生死跟涅盘相同的，这个已经都是最高法门了。本来呢我们凡尘有生死才要进入修持来到达涅盘。那现在呢生死涅盘都是空中的话，它都没有实际的那个存在。烦恼菩提无异相，这个讲这个烦菩提或许都会详细讲说，生发那个烦恼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可以生发，才可能生发烦恼。各位，从烦恼哪里来？我们的烦恼都是从住相来的，生发的是谁？就是佛性本体所以能够呢生发烦恼，它能够生发，就表示它能够生出菩提，就是觉悟了。那我们最怕就是进入烦恼的内容。烦恼我们就是了解住相才烦恼，那进入住相内容那个都是害我们造业的原因了解这个意思吗？烦恼的内容对，有没有内容？烦恼内容，我们呢不要进入的内容，要了解那个都是凡尘的事烦恼的内容都变化无常不会是永远在的，它在变化所以我们对它了解说它是变化无常的凡尘事，这样我们就远离它，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代祖师在讲即是菩提，是从生发的角度来说了那个烦恼的生发佛性本体既然佛性本体可以生发烦恼，它就可以生发菩提是从那个生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烦恼只要不进入内容烦恼都是虚幻不散。那我们进入那个烦恼的内容，一进入了以后，我们自己住相，就自己害自己没有解脱了。那我们要解脱，就要了解它是假的，恼是假的因缘机会才产生，让我们烦恼它会消失当消的时候你会找不到所以我们了解历代祖师就讲烦恼即是菩提这边呢就直接说烦恼跟菩提没有异样，这两个形象它是相同。离一切相呢即是佛这呢都一再的讲，我们离开一切相也就已经是佛。凡夫己境道人起心这个凡夫呢都住在那个景象然后修道人呢都是起心可是呢那个起境那个都是不正确的方向心境呢要双就是不要有心也不要有境，无心无境的这个乃是真法，就已经就是真法。那么妄境有意妄心自难，就是我们
忘掉呢形象容易，可是呢要忘掉我们的日常用的心呐，就很困难。人不敢忘心呐，是恐的落空啊，无劳摸处，一心一忘了叫落空，就没有无牵无气啦，就没有依赖，没有依赖的地方，所以不敢呢把那个心呐忘掉。那么不知呢空本无空啊，唯一真确这个空它本来不空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空间里面啊，它是真空，有佛性在，它是妙有本体变本体，所以是真境，真正的我们那个佛性居住的地方。那么此名觉性啊，无始以来以空虚啊同受，未曾生呢未灭，我们的灵觉就是呢不生不灭的这种本体呀，无始以来，很早很早一直现在啊，都以空虚啊同受，寿命都相同，没有生也没有灭，未曾生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啊，不落入有也不落入，就是真空妙有，那么未曾秽也未曾净，没有污秽也没有干净，未曾喧呐，未曾挤，这个喧就是喧哗，很热闹，挤啊就是挤内，很静悄悄。那么未曾少啊，未曾老也没有老少，无老嘛无年，无方所呢无内外，没有地方所在，没有内外，无数量呢无形象，也不数量，所以我们了解一落入数量，都了，然后也没有形象，无色相呢无音声，不可觅啊不可求，就是要找它呢到，要求它呢求不得，不可以呀自是解，不能用我们的那个自是了解，不可以言语取，不能用语言来呢把呢起后，不可以这个简悟会，不能用那个简悟来领会，不可以功用道，就是我们用功用的都是有为，那有为呢到不了无为，知佛菩萨以一切呢乘动众生呢同大涅槃性，就是佛菩萨呢所有会动的众生众缘积集而现的这个身相叫众生，同大涅槃性，都是一样，都是呢生不灭的，性即是心，那个性就是我们的心，心呢即是佛，心呢就是佛，佛即是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就是佛，佛就是法。那一念离真皆为妄想。假如说我们离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全部都是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于佛。因为本身就是真，本心就是佛。所以不要再向外求。不可以法更求于就已经本身就是法了。本心就是法了，所以不用你更再求。故道人直下无心莫就是全部的跟尘相对的心把它放下，没心的就能够呢默记，跟真理相应。离心呢极差，就是我们心里面要这个拟定起心动念，离心就偏差了。以心呢还心，此为正见，就是要用心还，这个心印心，这个叫正确那个见解。深悟呢向外直径为心，不要呢向外去追求那个外面的环境，是认贼子向外去追求的话，已经偏差了，认贼为自己的宝贝而知。有贪痴极力戒定慧，本无烦恼焉有菩提？因为有贪嗔痴，所以呢力戒定慧。假如说没有贪嗔痴呢，戒定慧就不用了。所以底下就讲说，本焉有菩提？
没有烦恼，所以菩提也就不用了。哦，这两个都是相对。哦，故祖师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都回到我们这个本来严禁佛上，更不得一物在我们那个本源清净心地上面更不得一物就是心中不能有住相住在形象就已经佛不见了。比如通虽以无量的珍宝庄严，终不能住我们用无量的珍宝把这个虚空这个装扮得很漂亮，可是拢坑不掉了这个虚空怎么放你都放不住一弄来虚空不了我们的佛性就是这个样子，你住一相了那整个虚空就不见了够这个住的话虚空不见。那么佛性同虚空我们佛性跟虚空是一样所以无量的智慧功德庄严终不能住有很多的那个无量功德庄严一段未掉了但迷本性反不倦我们要在佛性上就是叫做迷昧迷昧我们本性的，然后这样本性不见了转换了。所谓心地法门万法皆依此心建立心法门万法都按照我们的那个心来建立。意境即有，无境即无我们的心意境就有心，然后没有境的时候心也没了可以境性上专走这个境界我们不要在佛性清净的那个性分上面把它做成那个境界来解说。那么所言定慧见利利我们的定慧本体的那个定慧然后见用这个鉴别作用就利利分明绝对是有。那么积极心性见闻觉知皆境上奏觉。他说落入这个文字语言住在形象，用积极心性见闻觉知的话，那就会落境上，在境上里面去了解。那么暂为中下人说的这个暂时就是方便法门，为那个中等下等的人来讲，那样可以让他们这个引小向大向这个圣去发展因为根器之中还没有到达那个大圣。那么若欲亲证皆不可做如实觉要亲证的时候都已经到最高法门了才能够这个自己亲证就不可以这样来解说。境是境服被这个环境形象束缚了。那么法有没处没于有地这个佛法有那个沉没的地方所在沉没在哪里？沉没在有所以我们这个生活之中不要找有，一找有那个佛法就变了只要我们进入那个真空妙有进入不性本体。那么但离一切法都有见即是法所有的法我们不做有就是不要住在相不管是语言文字或是事情，所有都不要住就是不做有来解都是没有，都是空的万法都皆空了所以我们了解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我们把万法当成有佛性就不见。那么自达摩大师到中国为收一信为传一法以佛传佛这个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老水还潮就是只有收一信不生不灭性。那么为传一法就是佛的方法。那么以佛传佛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成就成佛不收以佛
就是不讲外面的佛。那么以法传法，不收以法，就重要的最殊胜的法，传出来，让我们印证成佛，不是一些比较这个中低那个阶层的法。那么法级呢，不可收之法，很高，不能收，收了就住行的，所以不可收之法是最高。那么佛级可取之佛，我们一切都不取，都舍了，慈悲喜舍，最后那个舍全部都舍，就成就成佛。佛级不可取之佛，就是舍掉了才成就。乃是呢本源清净心也，是我们的源清净心，唯此一事实一恶而非真，唯有这个是事实在的，剩下呢都是假的不真。那么般若慧慧呢即无相之本也，所以那个般若不翻成呢聪明因为我们聪明反被。那般若呢是佛性本体它所产生的，所以呢这个般若就是妙智慧。那么智慧就是没有相之本，我们呢不住相，就是因为有般若妙智慧所以就不会住相。启发这个很重要，那一定呢要把凡尘的这个万缘都放下，般若才能够启发，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凡夫不去道。去呢就是往凡夫呢不往这个道的方向走。那么为之六情就是放纵我们的这个情我们这个六根呢对六尘产生的那一些喜欢呢，我们都放纵它乃行六道，就变成六道轮回。那么即学道后一念即生死，即直魔道。我们学道呢就是时常在心里面算计那个生死，对生死的对生灭的事情很在意就会落入魔道。这个呢导致我们都是要注意的我们修道以后就对这个生灭的东西都能够了了分明，自来则应呢，逝去则尽不要呢自在那个形象里面。一念起知见即落外道。我们呢这个起心动念有自己的见觉那个就落入外道，就是已经呢是道之外。那么见有生呢，去其灭即落呢生为道。这个见到有生灭，我们呢往那个生灭的方向去追求，就变了落入生为道。就已经呢在小乘佛法里面。那么不见有生，唯见有灭是远觉道。远觉呢就是12因缘那个修呢12因缘叫远觉道。那么法本不生，今亦不昧不起恶见不厌不欣，就是呢不讨厌然后也不喜欢。一切之法为一心事然后乃为佛圣缘所以法本不生，今亦不昧，不生不昧，然后不起两见两边这个相对的那个不起恶见不讨厌不喜欢。一切的知法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这样就是佛圣最上的佛圣。各位浅浅会不会讲得太快好像有一点在赶那个时间的样子，说这个讲太久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就没关系因为蛮白话了抄下来呢都是把那个比较重要的抄，有一些呢不重要就没有抄下来。凡人呢皆逐渐生心，心随心厌我们凡人呢都追逐见，就是外面的形象，然后呢从形象我们就起心动念生心心就有了。
那么心随心厌，我们的心呢就随着喜欢讨厌。若欲无尽，当忘其心。假如说呢，我们要呢，把所有的这个景象都消灭，我们呢就是要忘心，把那个追逐形象的心忘掉。心忘呢，则见空。心一忘了以后所有的景象都空了。见空呢，则心灭。没有净就没有心了。不忘心呢，而除净净不可除。不忘心的话，我们要除掉景象。那个景象没有办法被我们除掉。子欲昏老耳，就越来呢纷纷扰扰。故万法唯心心意不可得。万法呢都是我们的真心，可是呢这个真心也一样，我们呢不可得，得不到的。复何求哉既然都得不到，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学般若法人，学般若的法，不见一法可得。就是什么法都没有。已经呢没有法执了。绝欲三圣，就是那个下圣、中圣、上圣我们都已经绝没有，没有进入那个三圣的内容。那么唯一真实，唯一的真实呢，就是佛性本体，这个才是真实。那么不可证得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就是了解，不能以有形有相的心来证得。为我能证能得，皆呢增上慢的。增上慢就是增加向上的骄傲。就是他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那么法会，法华会下，这个拂衣而去者皆师徒也。这个妙法莲华经有5000个比丘，就是呢这个离喜就是不听，他觉得那个不合他的意思，所以我们了解是他们自己那个程度还不够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坐着听下去。所以这一些呢，就有一点增上慢，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故佛言，我于菩提呢，我于菩提实无所得，默契而已。在呢这个佛性本体实在是无所得，只是呢已经默契记录真理。那么凡人亦修正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死性亦不来，死的时候呢性亦不去所以这个倒是很重要。我们要修正就是要观五蕴色受想行识皆空。然后呢四大所有风土身体的四大无我，这身体的本身没有我。然后真心呢无相，没有形象，然后不去不来。我们要了解这个如如不动，我们那个真心常住真心如如不动，所以不用去不用来。生的时候性不来，死的时候呢性也不去。湛然缘起，这个湛然常觉，那个是佛性的原始状态。心净一如，我们的心呢跟外面的形象它一体的一如。但能如此直下顿了，就是能够顿悟，不为三世所拘束就是不会被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把我们摄受，不被它拘束绑住了，不会，便出世人就已经离开苦海了，切不得有分毫的去向。不能够有一点点的那个往不同的方向去追求
哦，那个去啊就是往的意思，哦，去向，往哪个方向哦去追求？若见呢，哦，善相呢，哦，知佛来也，哦，其种种呢现前，亦无心啊随去，就是已经呢，哦，见到啊那个善相，哦，很殊胜的形象，诸佛已经来也，表示说你修正了，哦，以及种种哦殊胜的景象，现在你的眼前，也无心啊随去，哦，若见恶相啊。种种的现前，亦无畏心呐，也没有害怕的心，哦，但是啊，妄心同于法界啊，变得自在，所以哦，这个两边呐，都除掉，哦，不管是善的景象，哦，恶的景象，都是假的啦，哦，所以不要在意他们，只要我们呢，哦，都很笃定，就跟法界呀，哦，是一体的，都可以哦，自由自在。那么还原化成者啊，哦，二圣啊及实地，哦，那个化成变化的层次啊，那个哦二圣就是小圣哦佛法，以及呢到实地菩萨，哦乃至呢等觉妙觉，哦等觉啊就是实地菩萨，妙觉就是佛，那么皆是呢前力啊接引教，就是方便的法门来接引众生。哦，那个教化，哦，变为化成也，就是哦变化的那个层次啊，让他们暂时哦去那边住，哦，言保守者乃真心呐、本佛自性之宝，那个保守，哦，我们呢要到达保守，就是真心呢本佛，本来呢我们那个真心的佛自性啊之宝，那么此宝。不实以呀，哦，情量，不实以呢，我们凡情哦来衡量，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是很哦殊胜的，哦，然后呢不可见立呀，我们这个宝哦，它不可见立，哦，无佛无众生，哦，没有这个假名的佛，也没有假名的众生，然后无能无所，没有能所，能所已经双名了，都没有，那么何次啊有成？哦，那个化成那个地方呢，暂时让他去住啊，哦，那个也都是假的，是方便的接引。哦，若问啊，此既是化成，何处啊为保守？哦，这个是化成的话，哪个地方呢是保守？保守呢，哦，不可指，实即哦有保守，非真实守也。哦，所以这个保守没办法哦去指点出来，可以指点出来的就不是真实，哦，那个保守，哦，故云啊在近而已，哦，就是呢，用言语来描绘，说真近呐，真简单的教义啊，在近者不可定量啊言之，哦，说的真近还是偌近，哦，袂使有一定的数量来讲。哦，但当呢体会啊，哦气之啊即是，就是呢我们要体会，然后呢要气入，默契啊进入。又剩下9分钟了，本来说要15分钟给各位问，又讲得够好了。各位先生有问题吗？还是没办法讲完，下个礼拜的还要再说。好，请说。讲是如何有心，如何无心。好，这个如何有心呢？跟如何无心呢？我们呢最重要的就是有心呐，就是我们6根对6尘，这个是我们生活之中大家都在用。那我们一定都有心呐，为什么？因为根尘相对啊，一定会产生念头，这个叫做有心呐，我们就是从根尘相对，6根眼耳鼻舌身意面对6尘，色声香味触法，那我们一相对以后就会把它们当成是实在的存在。
因为当成时代的存在，我们要去应对。那我们应对的时候啊，因为那个观念啊，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切实呈现、是存在的东西，所以就已经呢落入那个虚幻不实在的那个理呀，那已经不是真理了，它会变化。因为呢，我们六根会变化，六尘会变化，然后我们生出来的六心会变化。那我们在日常用的这个心就是这个生灭的认识的心都是生灭的心，这个叫有心。所以我们有这个心然后我们应对凡尘的万事，做下来的就已经是形成那个业因。造业的原因已经形成，那我们假如说以为说都是做好事呢，那个就叫得到福报。那假如说我们不知不觉有一些是不实以善事方面，那会落入恶报。这个叫做有心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没有般若妙智慧所处理以后的后遗症，都一定呢要接受业力的果报，这个叫呢我们平常生活会产生的现象，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那无心的话，就是把我们记的纲要根尘相对，六根跟六尘相对产生的六事全部不用，那全部不用呢？那个有那个有心的有就已经消失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凡尘来讲，已经是无心了。那无心就是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生花。生花呢，我们该怎么样来应对的那个般若妙智慧？所以这个无心我们要了解到，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无心就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没有善恶它出来呢都是一个绝对体。那出来的绝对体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危害众生，所以不会造业。那我们用这个无心可以讲说即心即佛。就是已经是佛在处理事情，那既然是佛在处理事情，当然就是最理想，所以我们呢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就尽量能够用，把凡尘根尘相对产生的事情放下，然后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一种生花的般若，那一种真心来应对凡尘万事万物，这样呢就很正确了。这样各位对真心跟那个妄心有一点了解。根尘相对都讲做妄心因为它会生灭不实在。好，请说。你讲那请问那个是天下不是只怕有心人吗？那个笔杆不是被花心吗？那无心不是不能活吗？好，请说。现在呢，问这个角度呢，刚好又跟我们讲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鼓励我们众生就是施以极力我们的意志。那我们要了解到，极力意志它不是根尘相对的，它是从我们佛性本体我们呢那个立志之学就是要我们要有那种很大的那个花心。那很大的花心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出来，所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呢，天下无难事就跟我们讲说凡尘的事都很小很不值得我们呢去在意所以天下没有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是有心，这个有
跟刚才那个根尘相对的有啊，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有啊，是我们立了志向，它来的东西。那我们立的志向，不是从根尘去立的，是从我们佛性本体去立的志向。所以我们立志要成佛，立志要度化众生，那个都是从我们佛性本体出来。所以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立这个心呐，有这么大的那个愿力的心呐，你一定可以成就，一定可以完成。所以这个跟刚才根尘相对那个有心呐，它是完全不同的角度的。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比干他呢那个花心，他就是要因为皇帝已经偏差了，做错了，他就是要救天下的苍生，救天下的众生，所以他那个心呐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自私自利，也不是根尘相对，而是从他的那个内在的慈悲喜舍，他想说众生这么可怜他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被皇帝危害，所以他那个花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就了解到他那个动机那个出发点完全都是在不生不灭的佛性上面出来。你根尘相对没有那事根尘相对呢互相之间都很粗浅那个是很深层的那我们要了解很深层的那个立志向，那个就是大愿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才有的。那我们最难的也就是这个啦。那个我们只要说我唯求作佛不求于物，那个也一样，不是根尘相对，而是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生发。我要找到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跟那个根尘相对生灭变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样可以吗？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人，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那今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贤姐或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传心法要讲到呢这参体者心不惧，对不对？找到了没有？这个参体一参体就是呢心根不惧没有那个善心所以叫这个参体。一切的六道众生呢其之恶圣不信呢有佛果，皆谓之断善根参体。不相信呢有因果不相信呢凡人找到了没？还没吗？是。对，他再找不到，我是看到了。菩萨呢深信佛法，不见呢有这个大圣小圣，佛与众生呢同一个法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菩萨呢，他能够深信佛法深深的相信这个佛法我们呢都可以成佛。所以不会呢那个心里面去分别大圣小圣。怎么看大家都按前面后面都一直翻呢？佛跟众生呢，我们那个佛性都是相同。那佛已经呢领悟，把它修正了，可以成佛。
那我们众生呢，有的啊，甚至都不知道啊自己有佛性啊，这个离得太远。那有的知道不知道怎么修，所以我们研究呢，就是要把它启发。我们老师也讲啊，说把我们那个内在啊最美好的，最珍贵的，我们把它呢这个能够培养，能够启发培养，每一位都是佛啦。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呢，是被我们自己的那个障碍障住了，才没有成佛。那佛跟众生呢，佛性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只要我们呢，能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可以呈现了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各位有没有做啊？不相应。要做我们这个呢，就是能够实际去做的话，那只要有恒心一段时间呐，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呐，会很明显、很清楚的显现。然后呢，久了，它会呢产生般若妙智慧。所以我们在讲那个般若妙智慧不是我们落入后天从身体从身上去学来的。那个般若妙智慧是佛性本身具备。我们呢不肯放下凡尘的所学的那般若一定出不来，没有般若，一定要把凡尘的全部放下。我们所学、所知道、所看到的，全部都放下。放下了以后，般若才会成型。那般若是始于佛性本体呈现的智慧。所以我们只要有启发般若妙智慧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就不会造业。没有业我们就不用受苦，就已经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努力这个方向，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有风险我们就做，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会很理想的整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都呈现出来。在那个张轴修财悟告记里面呢就讲说一念不生全体现。各位有看吗？有听吗？看那个书面资料，然后听了 CD， 从那个光明急躁遍而沙，然后呢还圣寒灵呢供一家。只要我们一念不生呢，全体都呈现了，都呈现了真心佛性，那个是我们要追求，我们呢成佛就是这个，这个呢一念不生的本体在成佛的。所以我们要努力，这个呢只要肯做了，一段时间都有功夫。那么哪一个位置善根忏体？所以呢有那个一忏体一忏体呢就是它都不具备这个那个善，起心动念呢都是要害人那一种呢就是一忏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最没有药可以救，就是一忏体。可是呢这边因为他把它拓展到那个善根忏体，忏体呢是不成佛之意忏体不会成佛，没有善根不会成佛。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这里面呢它就分成两种。一种是断善的忏体，断掉善根的一忏体，就是呢大邪见起那个大邪见，他的见解都是错误，然后断掉呢一切的那个善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悲的忏体，这个是花心很大，然后呢会丢一个东西很远，狗去咬回来，有没有？那个就叫逐快，追逐有形有相的东西逐快，这个比喻有形之物，
然后呢忘以本心，把我们的本心忘了。所以我们一般呢可以说都没有认识真心啦。我们凡人在用的心都是日常生活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呢，我们都把它当成心啦。那或者讲那个是一直无常变化，所以佛说那个是妄心不真。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故呢，但弃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我们的心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的心就已经是法，是最高的法。那么凡人我们凡间的人呢，都为见爱心就是景象所有景象会这个妨碍我们的心。为呢事爱理见爱心，事爱理，事情妨碍真理那么常欲逃见以安心，逃开呢那个景象心就可以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说呢这个不看见景象的时候我们心就不会乱都是会被那个见影响。那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一定要笃定，对自己那个佛性本体要很笃定。那我们自己呢对自己的佛性有信心的时候外境的影响就可以减到最低，所以不会被见这个拖着转。我们现在都是被见转不是心在转见。那我们修道就是要修心转见，见随心转。或许呢跟老天住在一起的时候老天很喜欢做一工作，就是把那个居家的摆设搬来搬过去的。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知不知道？我们不是刚才讲吗？境随心转老天都在做这个工作嘞。他心说摆这样不理想，我怎么摆？是不是境就随心在转的？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摆的多咱人就想来想去心随境转。这样懂意思吗？这个境我们可以去转变它啦。境随心转的话，我们就掌握到我们那个主权那个佛性它有那个权柄境可以随着我们心转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努力这个方向，不要心随境转。然后要认识境都是虚幻不实在的，因缘际会才有因缘消失境就消失了所以那一些境我们不要住那个相知道就好，知道有这一些就好了我们可以好好利用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不要呢逃境以安心拼事以存理，把事情拼除了拼事然后把理留下来这样就是不容不圆融我们要知道说境心境一如，我们的心跟境本来就是一体各位有听过吗？心境一如，不患思维，但不除散，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听过？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心境一如，三而大都是我们真心我们要跟它融合融成一体所以叫心境一如。然后不患思维，我们就是呢不要落入思维，不要去想不落入思维。但不持散，我们把心跟境都融会不持散，积之岁月就是时间要久
积岁月，然后而不心开。我们心啊，已经融成了整个三河大地，整个万象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本体了。所以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没有的事，绝对会变成一体。所以要先知道了先知道才会做对不对？我们没有先知道的话，我们都会认为我就是身上的佛性，然后三河大地是三河大地，就看成两胚了。他是他，我是我，不会看成是一体呀，是不是这样？这样叫做外道，道之外，因为心外起法，心的外面有法，那个叫做道之外，已经不是在道之中。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比较深一点啦我都唔捌听到的，所以你也无较认真听等于讲听拢无。所以那个听拢无真正常。台北青年就跟我姐说我们这边很理想9个多月都听懂了我们听2、3年2、3年才懂咱2、3年这条做得住吗？可以有信心的那很理想所以这个只要我们肯用心只要你进入了真正的我们那个法性那个深入法性你就会很高兴或许都常会讲那个冬天的时候盖棉被盖在棉被里面都已经在睡了，都偷笑。可是我们到今老是唉声叹气不是在偷笑。知道什么原因吗？事情太多了很烦所以都唉声叹气然后修了很久都没有功效修的到外口的社会人士都赶快也无什么分别。有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研究了那个心理心法，明心见性以后，就绝对是不一样而且很大的不同所以一定要努力，一定不会很深或者都讲人一能知几十知，你听一盖就会响，我听10摆这样一定会只要你一直听一直听你本来就深就变足浅拢会响的会响就真浅了对不？咱若无心听一盖就不爱听，要哪会响所以这个有较小深色一点，可是值得我们追求可以让我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可以成佛。有信心了没？不错，这个有力道这个从里面心里面产生有信心不是希望的，是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它就是那个在成佛的只要我们保守只要我们去启发，只要我们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只要我们肯用心，时时刻刻都跟真心在一起我们般若妙智慧就有般若妙智慧认识真理，真理认识定力就有，定慧又均等然后使我们成就，处理凡尘事都很理想轻重缓急我们都能够分辨得很清楚，不会手忙脚乱所以研究真理真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脱胎换骨，超凡入圣。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用这个陶建安心，不用评述成理这个境里面它都有我们真心在。那个事情的呈现里面也都有真理在所圆融在一起的
离事无碍，都是离爱。然后呢，性相它是一体。那么不知乃是呢心爱静，理爱事。但令呢心空静自空。只要我们的那个心不住相，心呢了解说凡尘的所有万象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呈现的当下那个相的本身都没有现，所以相没有主宰，被没有主宰那个相的人没有，所以是因缘际会的，它当下是空。那我们只要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理，我们的心空了，知道呢静也是空，就已经融会了。有没有融会了？又不相应。所以知道呢这个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真心佛性之中。那真心佛性没有形象，那外面的形象又是假的，缘起性空，因缘际会才呈现，本身也是空的。那我们的心空呢，静也空，有没有融会了？有了已经融会，所以在真理中已经融会，融会了以后，我们再来处理事情自己的心就很那个平常心，所以我们呢就讲说平常心是道，就是平常心，自己没有产生喜欢，也没有产生讨厌。我们有产生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那我们取舍就会造业了。那我们用平常心，事来则应事去就则尽，那个完全都没有造业。没有造业就不用受苦，后面的果报不会等我们。那假如说我们有取舍，那一定呢后面的果报等着。只要在遇到因缘，果报就呈现，我们要去接受。那接受的当下，我们又是迷惑，迷惑的时候又是起业，我们又是呢自己这个找罪受。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我们一解脱了，了解了原来凡尘的现象都是假的，我已经不住了，不住了，该如何做我就如何做。不要呢落入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就解脱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就是要研究真理，对真理能够透彻，透彻了以后了解说，凡尘进入相了，就千差万别。只要进入性了，都是一体。只要你进入一体了，烦恼都没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说，这个断烦恼而入涅槃？因为烦恼性跟那个涅槃性它是一样的，烦恼相是不一样的。那只要我们都不住相，相是假的，我们要不要住烦恼相？不要了，就不要住。不要住烦恼相就没有烦恼，所以就不断烦恼，然后而入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我们呢就可以进入不生不灭。所以烦恼的性跟涅槃的性它是相同的，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是住相才真的是很烦恼。那住相以后我们要了解到，就是恶法，善恶的恶法。因为我们住了烦恼相，然后一定会有行为，那行为一定不理想，不跟真理相合，那一定是造业，造了业又受苦，所以就不要住相，不住相的重要。所以只要我们呢，心空了，静自空，但令那个理即是自己，我们让那个理进入，如不动。我们的这里进入呢，如不动，那个事情就整个消失了，事情就消失了。
事情的来源也是因缘际会。那我们呢体会啊，如如不动的那个本体，那个事情啊就没了。所以要时时刻刻呢告诉自己呀，没事没事。各位有事吗？对，没事。真理没事，就是没事，所以呢有事啊，就是住相有烦恼；没事啊，就是已经了解透彻，它都是呢假的、无常变化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住相相都已经在变得很多了，可是我们住的那个景象啊，是还没有变之前的景象。相都一直在变的，我们竟然住在旧的景象，那有高工有没有？可是我们都不承认啊，咱都跳的，所以那孔老师讲，说众生都讲家己真高，甲关系迄个古井内底要拔落去，都唔知影通撇，是不是这样？那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跟我们这边不相应。误导用心呐，就是不要呢，把心颠倒用。凡人呢都不肯空心，空落空。我们呢都不肯把心放空，所以时常拢互心咧负担，那个心里面呢，都让它有事情在啦，都不肯放空。各位贤贤，肯把心放空吗？真的心里面都没事没事心呢放空不会落空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性呢。它就是真空妙有，没有形象，在空之中，空中呢有佛性在，所以呢真空妙有，我们不要呢怕落空，不知呢自心本空，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空的，就是没有形象，常住真心没有形象，都是空的，我们要进入空才会跟它相应。所以把心中的事全部都放下了，没有了，就跟真心相应了，就可以进入常住真心。那么与人呢处事不除心，就是那个没有智慧的人他把事情呢都除掉了，可是心里面呢他都住，我们凡人这个住心是很强。所以我们那个所有贪嗔痴都很坚强，那个就是住心住不住？不好承认了承认自己贪嗔痴的话，好像没有面子可是我们都实际真的都是贪嗔痴，都住心。他肯放空的话，把贪嗔痴全部都放空，不贪不嗔不痴，这样的话呢，就走入常住真心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我们时时刻刻都住心，心都有所住了。那释迦牟尼佛讲，心若有所住即为非住，唔对都了唔对所以来放空。放空呢才正确。那么智者慈心不除事，有智慧呢，就是把我们心那个住相的心都除掉，然后事情不用，事情可以处理得很圆满，我们就把它处理。那么菩萨心如虚空，菩萨的心我们都是菩萨菩提萨埵简称叫做菩萨。菩提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事的众生那个叫做萨埵。觉有情事的众生都觉悟了，就叫菩萨。
我们都是菩萨，我们都觉悟了，我们这个有情的众生都觉悟了，所以都是菩萨。尤其呢，我们都会开法会的时候到祠堂去给那一些老菩萨们给他们鼓励说老菩萨辛苦了，有没有啊？我们都会用得很自然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呢都是佛，都是菩萨。我们不要自己这个推高圣境自居卑棋。我们都是佛，都是菩萨。只要肯发挥呢，我们常住真心的功能作用，全部都可以到达。菩萨呢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菩萨呢全部都可以舍。那我们也要学，那个舍就是布施舍。我们把那个所有一切都布施。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最坚固不肯布施的就是我们那个习性所以肯把那个我们的习性都布施掉吗？因为佛曾经呢跟那个阿难在街道行走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太婆她很贫穷那个佛呢就这个走进了那个老太婆，跟她讲说你要布施，布施才会越过贫穷。老太婆说我很贫穷，没有东西可以布施。释迦牟尼佛说你把贫穷布施给我，你就不会贫穷了。各位浅浅肯不肯把那个贫穷都布施掉？我们会时常很习惯的用我都没钱，我真善。这个比较没有麻烦对不对？所以那个佛就从我们的心底里面把那个贫穷舍掉，布施掉，没有，所以就会时时刻刻觉得都很富有。我们本来都很富有很有钱的，只是我们自己都固守那个贫穷，所以真的变得很穷。我们要把那个贫穷布施所以呢，这个一切全部呢都能够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这个呢修持人他可以把那个生命都布施，那个就是内外俱舍。我们一般都是外身外的东西来布施叫我们布施呢那个我们的生命这比较困难我们都还很重视我们生命所以那个用这个生命来布施呢，我们都还没有到达。那么这边呢就讲那个舍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全部呢都可以舍这样呢就是最高的最理想的无所起着然后呢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所以那个能所皆忘我们在日常生活呢就是要去努力就是要不要落入那个能所，因为能所就是四相有四相的分别心然后呢就要六道轮回，所以能所呢皆忘，是为大舍那个呢是最理想。若一边呢行道不得，一边呢寻舍无希望心是为呢中舍这个也不错了一边可以行道布施，一边呢还布施行舍然后呢没有那个期待果报无希望心呢就是期待果报，是为呢中舍。那么若广修众善有所希望这个稳华之空睡乃不着，是为呢小舍。
能够广修呢，众善，所有善呢都能够做。可是呢，他心里面呢有期待，有期待的心。然后听到呢，那个佛法，师生佛法，才知道呢，原来都是空的，睡乃不着，就已经呢不住相了。这样呢是为小舍，就是在舍里面啊，他呢没有像那个身心俱舍啊，那么理想。那么大蛇呢，如火烛在前，那个大蛇好像呢这个黑暗之中。我们拿的那个火烛，然后呢，拿在前面，更无啊，这个迷雾，它已经没有迷雾了。那么中蛇如火烛在旁，拿在旁边，后明后暗，有时候很明，有时候暗，然后小蛇呢，如火烛在后，那个坑在后边，都在坑在头前，唔叫看路行好行，你坑在后边就看不清楚了。不见呢，坑井，无看到头前，看黑黑。故呢，菩萨心如虚空，一切呢俱省。这个菩萨心呐，就好像虚空一样，全部呢都可以布施。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省；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省；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省。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啊，就不要有三心，不要有三心我们不会被三世啊摄受，三世啊给咱吸不掉，三世摄受我们不住就不用六道轮回。我们假如说有三心啊，被三世摄受，我们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一定在六道轮回之中，都在受苦啦。所以我们就不要有三心，在生活之中啊，就不要有过去，就让它过去，不要去想，未来也不用策划，我们佛性里面不用，现在不住，三心都没有，这样最理想，要做不然我们时常尤其年岁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那个过去心啊越来越浓厚。所以各位假如说有去陪那个老人家的话他讲给你听的话都是倒带的。下一次你再去陪他，他讲的还是那一些话；再下一次去他还是那一些话，都是一样的话，都是在倒带给你听，那个叫过去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有过去心，都呢一直在脑海呈现。我们要知道说起心动念呢就是业。本来呢以往我们六道轮回所做的一些不会拉来，可是因为起心动念就把那一些因全部都拉来，因缘汇合，我们就遇到现象，现象一定是坎坷不如意所以他遇到后来会很多的时候就会埋怨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怎么我的遭遇这么坎坷？毛病出在哪里？出在头脑胡思乱想。所以各位浅显，这个追梦追生命爱情，知道意思吗？你去坐在那个算命摊的前面你在那边走，他不开口讲话，你不用互惠坐梦坐生命爱情，你点仔坐咧伊开始讲话你等下要离开就要60钱。所以我们坐着不要起心动念，不要付出代价。我们坐着起心动念，各位浅显要付出代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咱都要做迎前先，不要起心动念，不是迎前先吗？咱读到声无用，敢无唔好可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有道经讲说读到都生来无用浪费。另外，我们真的是性理心法。他在那边动作我们整个70%-80%都有用，有没有？有没有在研究性理心法？很明显有没有？你看性理心法很重要，对不对？
伊安主人拢给咱救伊，啊，他也没有说，你打拢看我在做啥，有没有？我们很自然就被他拉走了。然后我在讲话，有啦，你以为讲啊，唔知讲啥。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自己的主人翁啊，自己就是要当家，不能呢被外境啊影响。所以念那个毛笔字啊，念毛笔字的时候，这个旁边纵然天塌下来，你都还不知道，那个才真的是在念毛笔字。不能你还一边念一边还跟人家讲话，那个就没用了所以或许因为看三仔在念你在旁边叽咕咕叽咕咕，伊不知你在讲啥，那个才真的是定学习啊那个定我们呢主人翁当家就是要有定，天塌下来都不要管它，跟我没关，主人翁有没有出来啊？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像刚才那样啊，我们主人跑去哪里啊？所以各位先生，修道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啊，不用另外找场合，不用另外找时间，时时刻刻呢都在道之中。只要你肯用心了，你被影响的跟不被影响的，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别人怎么讲不管他了，我自己心里面知道。我们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所以自己做到什么程度了，自己知道。要启发主人当家，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佛性的主人当家，你就不怕没有路走了。所有的虚空都是我的道路。我要走东往西，非常自由自在。那假如说我们主人没有当家，是我们的六根在当家，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没办法自由自在要讲一得拢无咯，很重要。所以我们研究呢，就是要了解，要启发，佛性当家，常住真心当家，这样知道吗？有没有学到了啦？主人要当家所以呢，我们了解呢，不要被那个三世摄受所以三际心啊不可得。我们怎么求都求不到了。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所以三心都不可得。那不可得，我们都已经不追，我们那个常住真心啊，就了了而得就一念不生，全体现都呈现。那么所谓的三世啊俱舍，自如来护华迦摄以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就是以心印心都呢把那个最重要的心法传承下来印着空即印不成文印着物啊即印不成法。所以呢，不能印着空，也不能呢印着法，就是呢不能落入有，也不能落入无，无就是空啦，不能落入空，也不能落入有，了解意思吗？我们常住真心呢，虽然没有形象，可是切实存在，切实存在就是有，对不对？不落入形象，没有形象就是空。它是空有同时即照，那个即啊就是不变之体，照就是随缘之用，它即跟照啊同时存在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佛性呢就是这样奥妙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说有不对，说没有不对刚好在有跟没有合起来的中间，
叫中道。你了解不？感觉要轻，会吗？不会啦所以那个道德经的老子第一篇就讲说呢，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假。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没有？所以那个常有各位浅显，我们那个古诗，因为它没有那个句点逗点，所以有一些人他解说就把那个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假，那样意思就完全整个不同就不是那个老子的意思了。所以那个常住的无跟常住的有此两者有跟无我们要把有跟无合起来常有跟常无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此两者同时出来，可是呢而异名不同名，一个无一个有，不同名称同谓之玄，有也玄，无也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佛性就是有跟无合在一起。说有我们已经一边了，说没有又跑到一边了，两边都不正确所以应着空那不成就，应着物也不成就。我们要把空跟有合起来，中道。我们这边很会发明不合上也不合下，要合中很理想的嘞就是要合中中道。时时刻刻跟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中道合在一起，就很理想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有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有认识真理，真理有定力有定慧平等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又可以度化众生又可以回归本位，又可以千百亿化人理不理想？所以这边呢就跟我们讲不能应着空，也不能应着物那两边都不可以。故呢以心应心用心来应心用我们的那个常住真心来传承。心心不异所有的心呢都没有不一样的就是相同。能应所应俱难去会有能所有能所就有事相，就有生灭，那个就没有办法去会，就是进不了真理所以我们要进入真理呢就是一定要用心讲出来都有一点偏的所以那个没办法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精华所在故传故得少得到的人就很少。然心呢即无心得即无得心呢就是没有都没有了，那个心才叫真心才叫常住真心。然后得我们心中有所得的话，就有所失得失是两边，就是完全的失就是生灭。那没有得了，就是恢复到本来所以得即无得。那么佛有三身，法身呢说自性灵通法佛呢他有三身，这个法身就是以法为身，我们呢都有我们所有众生都有法身，就是自性的灵通法。然后报身说一切的清净法果报身我们现在呈现的身体叫做报身，果报身
各位先生知道吗？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果报身啊。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就是果报身。什么都很惊讶呢，不是吗？这个是我们被我们的业推来完成接受果报，不是果报身嘛？就是我们的果报身。然后呢，这个报身要收呢，一切的清净法，要收清净法。然后法身，就是我们的行为，收六度啊，万行法。我们所有的那个行为啊，就叫化身。我们都可以化很多，对不对？小孩子过马路啊，我们给他牵过去啊，是不是一个身？然后我们呢，这个帮助众生啊，是不是又一个身？我们呈现啊很多的行为，所以那个化身啊就很多。很努力啊，呈现的我们在完成的这一些这个佛身三身的功能作用。那么法身说法不语语言、音声、形象、文字啊，无所说，无所证，自性灵通而已。所以那个法身就是要用体会的它不用呢语言文字不用音声，不用形象文字无所说，没有能说，没有所说无所证，没有能证，没有所证，就是我们自性啊灵通通了。各位通了没有啊？都通了所以要了解我们这个佛性是通，不会阻塞的啦。那个三点水在一个带人那个带就是那个字，那个字就是阻塞啦。那阻塞就是不通，它不通呢，就是没有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回到佛性都通了所以都灵通都能够通。故曰无法可说是名啊说法没有法可以说。所以在《金刚经》里面那个第一分这个佛视线跟凡夫都一样入色大乘起持都一样，没有两样。那个就是法身说法，把那个最上乘的佛法在日常生活之中呈现。佛已经成佛了，他本来就不用自己吃去取值可是他又视线跟凡夫一样这个着于持钵入社会大乘起持，那个表示佛不住佛性，佛没有我相，我是佛没有已经跟众生都平等，视线平等法。所以我们在凡尘那个平常心就是最高的佛法要用平常心来生活。所以佛一示现无我，没有我相。然后呢1250个人坐着要听讲经说法，然后佛一句话也没说吃饭的时候就着于持钵入到那个社会大乘去起持。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睡觉的时候就睡觉。我们有没有这样不是有一个那个老师傅还在这个修行嘛？他的弟子就问说：“师父现在还在修行吗？”说有有。如何修行？他说：“饥则餐来困则眠。”所有众生不是都这样吗？他说不同。这个吃饭的时候不吃饭，脑筋胡思乱想；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一样翻来覆去一不一样？一不一样？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不同就是在无形没有形象的那个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不同。各位心被什么引走了？你看我们多么灵通的
灵通哦，我靠那落雨咱也知哦，真的很灵通。这个叫做法身说法哦，我们都灵通了。所以我们了解就是呢，自性要灵通无法可说。那么佛在日常生活里面呢，表现没有我相，然后呢要讲经说法的他说呢，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要实行，要实践。实践呢，就是遇到吃饭的时候，就是要吃饭。各位有没有去体会到说？原来就是安尼哦，讲一寡道理，就是要爱去做对无？倒枵就是爱食饭，困暗时到就是爱去困，这个路痴而坐路漏而眠，这个日头落去咱就休困，日头出来就爱起来做安困，这个都是呢无言说法，不用语言说了，就是体会，爱体会。所以在无我无法，然后又很努力的修持所以那个最后呼作而坐，正念不动，把那个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整个都呈现。所以那个第二分的时候那个须菩提说死有一句话都无讲死有为何来？就是从日常生活。那个实行的去体会所以我们众生呢就很难做到这个样子，做到说没有我相，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这样整个呈现都是常住真心虽然那个都是很平常的生活状态，可是我们就是在很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一定都脑袋瓜不让它空着，是不是这样？我们从早这个早上一起床以后，各位浅显有没有让脑袋瓜空着？有没有？拢互伊真无用互伊比咱的身躯更较无用，对不对？那以后就要学，要让脑袋瓜空着。才跟真理相应，这应先两，不是我们身体不动三宝袂使讲身躯扫帚都唔拿来扫涂骹，迄袂使是互咱的头壳卖乌白受就好，不要起心动念，让整个我们那个那个。思索的领域都是进入真空，是最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那个佛性本体会生发念头，咱拢佛性本体真无用念头拢直直生，咱即马互伊休困卖生，咱即马倒转来回光返照来看迄个本体，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就我们要成仙做佛，就是这个的生发念头的这个能够生发念头就是佛性本体。那不是佛性本体伊无那个功能，它没有那个功能可以生发念头。所以念头的生发，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跟它作对因为它产生功能作用那很正常的。只是我们不要让它作用的过了头，我们时常都会胡思乱想各位浅显会不会？那个胡思乱想比较好过生活了，一天一天较好过，对不？你不胡思乱想的话，一天一天很难过。为什么？因为走入真理世界一个念头都无。迄24秒真久嘞，久不久？胡思乱想是很快就过了，对不对？尤其这个被人欺负的时候在心里面骂一骂他那个过得更快，会不会？不会用
看遐大肠好，真有气力，怕伊袂赢啦。好，伫心肝内底甲骂骂就好啊，不是说很快就过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法，可是这个法呢，要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会走那个偏路，小径较好行，行大路歹行，走大路不好走，走小路很快，快不快？各位都没有走过那个小路吗？走小路才快走大马路绕了一大圈，一小路穿过去就到了，很快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法身说法，一句话都无讲，一句话无讲呢，整个真理都呈现。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来领悟啊，这个不用说话的，那个最上乘佛法，都不用说。告诉你守住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在生发万念啊，那生念头都是咱的佛性本体生出来。一生出来各位前贤，我们有没有去认识它？咱念头为得出来？为它搞出来啊？它搞未生念头是为佛性本体出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佛性本体。我现在去认识他成佛的啦，要成佛就是伊啦，要生念头迄个啦，有真亲切无？即摆咧生念头咱就甲伊讲，你要做佛的，唔通生遐有诶无诶念，安尼样的，会吗？会对，你要做佛咯，你唔通生遐有诶无诶啊。有的没的那个不好的念头，你都不要出来。你要成佛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无言说法，最上身的那个法身呢，无言说法。报身化身呢，皆随机感现，那个报身跟化身呢，就随着机缘，随着众生的机缘，然后它呢呈现，感受以后呈现。那所说的法呢，亦随事应根，以为呢摄化，这个摄受众生教化，这个众生。那么皆非呢真法，都是呢方便法门，故曰呢报化非真佛，亦非呢说法者，那个报身化身不是真佛，真佛呢就是我们法身，那法身呢没有讲话，无言说法。那么所言同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一精明者呢，就是一心；六合合者呢，就是六根，各以成合。所以那个一精明就是我们一心，我们那个常住真心。六合合呢，就是六根呢，各以完成相合。眼以色合，我们眼睛呢，跟形象，那个六层的第一个色。然后耳朵呢跟声音合，鼻子呢跟香臭合，舌头跟味道，我们吃东西那个味道，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我们那个舌头来体会舌头就是不变之体，然后呢我们吃东西就是随缘之用。另外他摕土豆入来吃土豆味对不？呈现土豆。你若摕甘蔗来煲甜的对无？甘蔗的味。若甘蔗甲土豆人袂食边啦？要吞落也要配出来。那么身呢以触合，咱的身体甲接触相合，所以我们这个穿衣服就跟身体接触。
啊，你看嘛，都爱吼穿好拄好，哦，穿了伤看破龙蓬松吼，看起来不好看。啊，穿了伤缩白了吼，艰苦，都爱穿拄好，中庸之道，中道，哦。所以呢，身啊以这个处和，然后意啊以法和。我们那个意第六个，第六个那个意啊，没有形象啊，可是我们意念是最活跃。那个意跟法，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前面啊眼耳鼻舌身，然后落入意地一浪乱，眼耳鼻舌身拢无法度藏伊家己的意念啊。还要藏在倒，要藏在意地，所以目睭看到，拢藏在意地；耳仔听到嘛，藏在意地。所以这个啊叫做法影子啊影，目睭的看到的影，耳孔听到声的影，鼻孔闻到草芳的迄个味的影，敢若喙食的身躯接触的迄个影。影子啦，影子都法，所以这边的法是比较小啦，那就是讲我们呢眼耳鼻舌身落泄在意地，还些影，所以我们谈话很有意思有影无，有影无，很有意思就是要有形象才有影子嘛，所以有影就是要有事实，有实在叫有影，所以这个呢意以华和，那个华就是影，就是你有看到、有听到，有经过，你才知影讲，确实我会想起来，想得起来就是有影，那个呢华就是有影。那么中间呢生六识啊，就是六根跟六尘相对啊，产生六识，为18界，六根六尘六识啊，3、6、18，所以我们那个地狱啊，有18层地狱啊，就是根尘相对，产生六识，然后做下来的业，造的业，就爱落去18站地狱。那我们不要去18层地狱啊，就是不要被六根六尘六识啊左右，不要被它影响。看你样没？要不要去18层地狱啊？不要去了去那里受苦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就不造因，不造因呢就不用去凡尘去地狱受苦。漏了18界啊，空无所有。然后我们知道呢，六根六尘六识啊，18界都是空都无所有，收束啊六合合为一精明。我们现在把六合合六根啊收束啊变成我们常住真心一精明呢，就是我们常住真心一精明者即心也。那么学道人啊皆知啊这个法门啊，拢知影这知道此，就是讲知影这，但呢不能啊，免做呢一精明六合合解，就是还不能进入啊那个殊胜的那个状态之中，遂为法服啊，才呢被这个方法呢绑住了，不弃呀本心。没有弃入啊，我们那个常住真心。那么如来示现呢，凡事一说呢一圣真法，如来示现在凡尘，他呢要讲这个最上圣的真法，则众生呢不信啊，先谤，讲出来的话众生不相信啊，他就会毁谤。所以或许都讲说尤其我们在这个讲心理心法引述经典给亲朋好友听的时候啊，他假如说已经不耐烦，显现那一种不想听的那个态度啊，各位浅显就要马上 stop， 不要说了。你再说他在心里面会骂，然后你出去了以后他会讲给人听，
这个叫做毁谤。毁谤佛法罪过最大。你耍嘴皮子啊，讲出来迄话啊，迄罪过足大的。要进入阿鼻地狱。所以那个佛法不能毁谤。你看到人家要已经要差不多起心动念要毁谤了你就赶快不要讲了，不要让他有讲下去的动力。他不讲我们就不会害他了。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啊！我无甲抬我讲我听了，还是家己爱死的。谁杀死他？讲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一牵涉到佛法，他已经不耐烦，就绝对不要说，说了以后我们会造罪，所以这边呢，那个佛就讲，众生不信先谤，所以毁谤佛法，那个绝对不可以的。那么莫以这个苦海，沉没呢在苦海，所以众生呢，这个很可怜。若都不说则佛堕千令圣法。全部都不讲的话，佛就堕入那个千令圣法。这么好的可以让众生成就的这个佛法，怎么都不说呢？不为众生呢普舍妙道。这个普遍的呢，把那个妙道呢布施，遂方便说三圣。圣呢有大小，德呢有深浅，皆非本法。故呢云维持一圣道于恶即非真。所以我们了解说，三圣佛法都是要众生成佛啦。因为程度还不够，所以循循善诱。先呢把下圣的引到中圣，中圣引到上圣，上圣呢引到最上佛圣，都是一佛圣啊。所以那个三圣是方便，方便法门都是要众生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开始那个下圣佛法，敲打你唱，上经真好听，还甲鼓励，你上经功德真大，伊他们就讲就紧来上，直直上，经就是护的你，直直上，伊就会接近有你呀。这样就有那个佛音啦。有佛音以后，这么说的认真来修，中圣法，就是呢事有动静，学法术参禅打坐观天文地理中圣法了。然后呢，再引他呢向上一层上圣佛法，那个呢性理心法，就是上圣法，能够研究了性理心法，了解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迷昧了，不会做错，见性成佛无疑，绝对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见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他就是佛，成佛的就是他，见到了没？所以讲心在就好啦，唔免个问啊。因为或许是有估计说有一些比较听的时间没有那么久最近老师鼓励才来的，所以也是要照顾到。所以这边呢这个讲说呢维持一圣道，就是要众生成佛的这个佛法。余二呢即非真，剩下呢都是方便法门。南中呢未能显一心法，没有呢显现这个最上圣的一心法，故呢遭迦摄同咒呢同法咒咒。这个释迦牟尼佛给迦摄那个大弟子给招来说来，你来坐跟我坐做伙，同法咒咒，跟佛坐做伙然后呢拈花示众，拈花示众人天百万，人天百万，莫之所措。佛是咧创啥？那有人唔讲经点伫咧拈花咧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佛把那一朵花当成凡尘所有的动向，凡尘所有会动的这个形象。
那谁看到啊？谁看到？谁看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看到。所以大家都还不了解的时候啊，那个大迦叶破颜微笑，有没有？那个记载都是安尼哦，这简单呐，这么简单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他说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传。那护主啊，摩诃迦叶，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你发示众呢，这个叫离言说法，离开语言来讲经说法。那么迦叶呢，破颜微笑，佛就讲，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传，护主啊，摩诃迦叶。那么此一支法经传承。就是一直在传承这个以心印心。那么若能契悟者啊，便至佛地。能够契悟啊，就已经可以到佛地。那么培修记事啊，到这里来做呢一传心啊句因为我们讲这个都是培修记载的培修呢是唐玄宗的那个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很好佛法，所以很努力呀，虚云禅师讲得很好他都把他呢，这个记录下来。他本来不敢传，他后来想说这个不传那我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拢了皮啊，就拢唔知啊凡世间的拢唔知有这好的佛法，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那么最后他自己讲说心不可传，以气为传。这个常住真心没办法传。可是呢，只要你领悟、契会了、契悟了这样就已经是传了。那么心不可见以无为见，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不要住相呢，无所作为就可以见到我们那个常住真心。那么气亦无气无亦无无，所以又把我们很微细的我们说气悟了，会住在气悟了，又变成障碍，所以他说气亦无气丢后像说我们用那个直滑渡过呢那个河流，渡过河流以后不要把那个直滑背在身上走路了，丢掉就可以了，这样知道吗？工具就是要让我们渡过那个河流所以无亦无无那个无也没有就是连那个无也没有，化成不住就是变化的。我们现在都是变化的城市，我们所住的地方呢都是变化，一直在变化。这个城市化成，我们要了解到水泥的寿命是100年，所以我们用水泥盖起来的房子它寿命正好用是100年，超过100年以后它就危险了，风化了就呢不牢固了，要打掉呢重盖，所以这个叫变化的城市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众生这个寿命到现在大概平均是70岁能够活到100多岁那个是比较他行善他有一些根让他能够活过100岁。他真正的平均那个岁数只有70而已，所以活到70就已经正常值了。那我们老一辈的他都讲，咱活一轮60年一架子咱有法度吃过一架子就无夭寿啦。没有满60岁那死就夭寿。
所以哦，我们就是要要会养生哦。虽然身体是假的，我们也要照顾它，借假要修真嘛。哦，所以身体也要照顾好。那我们化成不住，变化的这一些现象我们都不要这个心投入的太多，或者都想说我们南部可能还好一点北部现在那个房子都很贵我们尽其一生的那个努力都买不起一个房子。咱的规世人拢甲投入买房子剩的拢免走对不对？剩下的我们就被房子绑住了，这样我们的努力方向就会有偏差。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投入一生所买的房子又带不走，可不可惜呀？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啦。我们买不起，无咱去赊就好迄间赊得较小嘛可以住就好，有的吃有的穿，然后呢在心性方面呢做功夫尽量利益众生，我们这一生才有价值。以价值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投入修道，就是我们修道不会后悔到一口气不来绝对会很高兴凡人的话一投入赚钱沾得了成功，一口气不来后悔了，无菜家己都带不起所以留给那个祖孙财产不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看那一些这个很有钱留给祖孙，他们在打官司就是为了财产分财产在打官司。所以那个比较有智慧，他就讲钱有钱留给那个祖孙祖孙有智慧的有智慧的子孙的话，他把那个智慧都不用了，就变成就用现成的钱，他的智就变成语变成必精功。那迄个无智慧你搁留钱给伊智慧搁较无所以越来就越不理想，会每况愈下。所以钱就不要留给祖孙，留给祖孙就是要德要用德性所以祖先有德呢子孙拢会庇荫，那个才重要留德给祖孙，不要留钱钱呢我们就要学那一个那个摆档咧卖菜那个有没有？他不是赚得很少吗？他竟然可以这个布施1000万少钱伫哩赚伫哩布施他就是说钱要给有用的人用会样用的去用他过得很快乐快不快乐？我们就是要学那个样子没有负担。这个上天认可说你讲的正确就是要这样把钱留给有用的人去用所以我们就没有负担了过得会很快乐，因为心容易放空，心不住相一放空走入真理了，常住真心呈现那个是最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9个多月上课也从来没有打你所以那个迷而有珠珠呢是强名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大力士那个额头它都有那个练出来的那个珠宝之前勉强的名称那么成其有形那个化成成也是没有形象即心即佛。我们呢就是那个常住真心呢就已经是佛。那么佛即无生呢直下便是勿求勿言
我们呢就是要当下，当下呢就是佛了，我们的一念不生啊，全体啊佛性都呈现，所以呢这个直下便是，那务求务引啊，使佛觅佛，我们本来就是佛了，然后我们又在找佛，就叫使佛觅佛了。其实我们这个佛来找佛，这样就不聪明的啦，本身就已经是了，倍费啊工程，就是加倍啊浪费，我们呢那个生活之中所用的心力，那么随法生劫啊，即漏魔界，就是呢我们不要随法生劫，就是要深入啊真理，在真理世界呢，生活。那么凡圣呢不分乃离啊见闻，凡跟圣呢我们没有分别心，本来都是一体的，就可以离开呢那个见闻，我们六根的那个见闻。那么无心啊世境啊，以物啊无境，这个无心呢我们都无心的，就好像镜那个镜子啊它也没有心呐，你那徛伫个头前，你的影走出来，你若走迄影就消失啦。伊拢无心，伊袂讲，进来，我头前，有没有？那个镜啊都没有心，我们要像镜子一样，物来都现啊，物去不留，物物件来啊，伊就该呈现出来，物件去伊就留啦。我们就是要这样，这样呢就不落入我们那个情绪啦。没有情绪就是我们修道人努力的那个方向。一落入情绪那个就没完没了的，都是在苦哈哈，都是在烦恼世界啦。没有情绪就很如意，很清爽，都很清净。那么以物啊无境，不要跟物啊来竞争。现在我们凡尘引导我们呢，都是要跟物啊来竞争啦。所以我们不要呢，跟物啊去竞争。那么无念是空啊，无物啊不容。我们没有念头了，跟空一样。所以所有的东西呀，我们都可以容纳。就是度量很大。或者都说我们老祖师度大能容，就可以了却啊人间多少事啊。我们人间很多事都是不能容纳，心里面很窄，说给他等交啊多，度量很窄，所以才会产生很多事啦。那假如说我们度量都很大，互人批嘛笑噶，三圣呢外法，这个三圣啊那个方便法门啊是始于外法，不是心法。力觉啊虚否，就是呢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啊，很难遇到这么殊胜的这个心法传心法要。若能如是啊是出世小。假如说我们能够按照这样来做啊，就是离开苦海的英雄，那个境啊，就是完了，就是已经讲完了。那么此篇呢传心法要，把得到的殊胜呢全部啊发挥指明。我们得到呢说道很殊胜，可是怎么殊胜我们都不知道了。研究以后啊，才知道真的很殊胜。外面怎么找也找不到的。意呢在言外，切勿呢找语言文字，也勿啊忽略中间的过程。是甘露啊，别使它呢变成砒霜。各位浅显，砒霜是什么？毒药了所以不要使甘露变成毒药。所以我们了解假如说呢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呢身体都不动三宝，就是都不劳动不努力的工作，这样的话已经呢就是这个自己这个找自己的麻烦。能够工作就是快乐。
要在那个工作之中呢，寻找快乐，有工课通做这是上幸福的。啊，你若拢无工课做规工拢营点啊坐一定呢不久就忧郁症会出现。然后在这个没有钱用了那个躁郁症又来了，整个呢这个人生就完蛋了。那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大环境很多东西都借着那个农药然后呢这个养成所以我们都把那一些农药都吃进在肚子里面了。所以形成我们那个五脏六腑也都不是很健全，很健康，所以要利用呢很短暂的这个时间我们能够主宰很短暂的时间呢借假修真，这个不一定是哪一天一口气不来，不会等到我们一家子满了以后才召唤。所以老一辈都在讲，观察是咧得死的不是咧得老的真的现在有年轻人这个都不爱惜自己的这个生命，晚上呢这个上网都不睡觉黑拢咧切家己的害羞这2天的报纸不是登嘛有一个才几岁，就是晚上上网他上网上个7号表。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没几岁嘛，对啊，所以观察得死，我们不要这个找自己麻烦，要借假修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正出来，或者是不碰那个那个电视电脑那个都全部不去碰它了。今天或许在想，他在怎么的这个发明发达，都是从我们人的头脑出来的啦，从我们的佛性去生发出来的这一些产品。那现在很多那一些软体的游戏的全部都是打打杀杀。那对我们来讲形成那个残忍残暴的心态，那不很好所以只要你到那个那个电子那个全部卖场的地方去看，尤其现在有很多是用画画的，不是真的人我传了尾要叫素颜然后呢我们就去看那一些，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咱去看一下是咱较戆嘛，伊较戆。明明跟你讲那个都是假的你为什么要投入？这个不用脑筋，所以就不要去投入，我们不要去伤那个脑筋咱的佛性像你一样束，我们被那个束缚了，没有价值，所以我们要把不变之体要切实的去掌握领悟，然后呢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往后那个功能作用，我们能够修正以后的功能作用，绝对比这一些还要来得理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用借那个天地的物质，他们都还要嘞，那个所有那个厂都要很多员工去组装，然后才完成一部机器那我们佛性不用，可以超越这一些现象，可以千百亿发生。你叫那一些那个电脑它画得出来吗？它变化得出来吗？可不可以？我们做着看，你变千百亿发生给我看看，可不可以？不可能的事啦。它一定要有人去制作。制作以后才呈现嘛，制作还不是经过我们头脑，还是经过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发明有很多呢，我们都还没有发明。那现在我们进入那个真正的在发明的本体，
不变的本体啊，你进入了，它就可以发明非常多的那个利益众生的事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个传心法要呢就讲到这里。各位都有一张的信心铭啊，有没有？我们呢，这个把这一章呢，这个信心铭跟心铭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回归到那个六祖坛经啦。那六祖坛经或许有讲过那个神会啊，奉祀在六祖旁边，不是有6个问题嘛问那个六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时间剩下不多，所以没有详细解说了。那我们在这一章讲完以后把6个问题啊，我们再来详细解说。神会也是一方的领导者，他问的不会是很普通啊，也是蛮深的。可是我们看呢那个问题呀，那个本身不会是感觉很深的，不知道它含义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章讲完以后两面呐，这一面的信心铭，一面是心铭。我们呢在这一章讲完以后呢，再回归呢那个神会的6个问题。这个信心铭呢在我们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道的一个指标。所以那个赵州和尚那个重审那个禅师啊，很推崇这个呢信心铭。各位有听过吗？赵州和尚没有？可能我们对呢这个修持方面的那个都比较没有接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中国西元大概从0年到西元1000年，现在是2010就是在1000年之前。那我们那个时候的修道很兴盛，就是修那个禅宗，就是修我们的常住真心啊，都很努力的在修。那么这个三祖那个呢僧璨呢大师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朝代那个皇帝呀，在破坏佛法。所以只要你是修道他就不欢迎了。然后那个神光二祖是被皇帝砍头，然后他知道他自己的那个灾难，他说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有没有？有听过嘛？就是那个神光呢说这个皇帝已经呢对这个佛法这么破坏所以跟那个三祖讲说，你赶快逃到深山里面，不要传不要传佛法，你传佛法保证是死路一条你要把佛法能够保存下来所以就到深山里面去躲起来他都没有出来讲经说法。这个三祖没有所以他的历史记载他的文件就不多了因为他都没有出来完成然后呢这个四祖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到深山里面去遇到三祖三祖呢把那个道脉传给四祖要四祖发挥那个朝代已经改变，皇帝又换过很多人所以后来皇帝就没有破坏佛法所以四祖以后开始又流传可是三祖他就是遇到那个皇帝破坏的时候，所以躲到深山里面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关系他就潜心在这个思守真理要我们去发扬所以就写那个信心铭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信啊为道源功德母，长养呢一切知善根。所以我们要这个有信。可是我们一般对信的认知啊，都是信外面的外物，不是呢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是着重在这里。可是呢这个信心明啊，他就全部要我们来相信自己常住真心，从我们自己的真心起信，然后回来相信自己。所以呢，这个信心明啊，对我们来讲，帮助会很大。那么这个信心明它也不是很长，多了，文字也不多，只是不是白话，就呢开始讲说自道无难，那两个自道，就是究竟圆满的真理叫做自道，究竟圆满的真理，就是自道，到达。已经究竟圆满的那个叫自道，就是我们建筑，我们眷恋关顾那个终极它的终点、极点、顶点那个叫自道自道呢无难这个究竟圆满的真理不是很困难，是很容易的所以自道无难。因为我们都会认为那个要成佛，是很不容易都会把那个自道看得很深，很不容易去做，很不容易到达，所以那个三祖就开始就讲说自道无难，不会很困难，很容易，自道很容易。那么危险劝责。这个唯选见者就是我们不能进入那个选择，那个是去挑选。我们去挑选的时候那已经是离开道了，所以这个道不能挑选，不能选择啦。这样懂意思吗？我们假如说有选择有挑选，那个就分别心啦。一落入分别心啦。它是属于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就不是本体了。所以这个三祖就讲说自道无难，唯选劝责，这个挑选你去选择那已经呢就已经不是自道了。这样了解意思吗？虽然说它不是很白话，可是也不是很深呐。不会很深，只要呢我们用一点心呢，都可以了解。暗默呢，爱憎，就是我们不要进入喜欢讨厌，不要爱憎，爱就是喜欢，憎就是讨厌，我们呢不要进入喜欢讨厌。可是我们在凡尘就是很容易进入喜欢讨厌。我们的生活之中。都是两极化，不是喜欢讨厌，不是喜欢就是讨厌，都是两极。可是呢，我们要进入自道，进入到道的究竟圆满，就不能进入这个两边。所以呢，淡漠爱憎就可以洞然明白。只要我们不落入两边，不喜欢讨厌。我们对整个究竟圆满的真理我们就会明白，就会清楚整个都显现。所以这个呢蛮重要了。就是能够全部整个都呈现到是什么状态，那究竟圆满。毫厘有差，天地悬隔，就是不能差呢一点点毫厘非常小的。我们出发点呢不能差一点点，出发点差一点点到目的差得很远，所以或者就强调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就是开始的时候一点点都不能有差错。假如说我们用生灭心来修道，
我们凡人日常生活的心都是生灭心那个事心都是生灭。那我们用认识的心来修道，这个道就修不成，不会究竟圆满，不会。所以我们呢，不能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偏差，一定呢要正确。那我们这个追求的方向也要正确，不要追求神通啦。那个神通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我们能够呢进入佛性那个不变之体那个功能作用以后自然会呈现。所以我们开始追求的时候绝对不要去追求神通。我们一追求神通方向偏差，然后神通变生灭，我们追会被我们追到，可是一段时间它会变化，那就不是了，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正确，就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以后，在我们身上就是常住真心。那么常住真心呢，我们就是要透彻的去认识，这常住真心呢，就是我们建筑的终极，终点点我们呢努力方向。就是呢，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毫厘有差呢，天地险隔，就会差得很远。那么易得现前莫存顺利。我们要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呈现在我们眼前，就是不要心里面不要存在顺利。就是不要有两边就是要呢我们要这个守住那个中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和中是很重要，时时刻刻呢都和中，那个就没有胜利就没有存在这个胜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只要我们肯用心呢去追求，一定会呈现那个答案在我们眼前。那么伪圣相争是为心病，那个伪圣呢相争，我们在凡尘违背我们的心意以及顺着我们的心意这两个方向我们去相争的话是为心病心的毛病就是这样，就是不要有两边不要有那个顺利。那凡尘呢生活一定都是顺利在凡尘的生活不是顺着我们的心就逆着我们的心都不会呢刚好是究竟圆满不会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个为圣相争呢就是我们的心病。那么不识贤子徒劳念经，就是我们不认识那个玄之又玄的宗旨，那个玄之又玄就是我们常有常无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本体。我们不认识的话呢徒劳念经，就是我们要打坐做功夫呢那个都是枉费了徒劳。现在又讲了忘记时间了剩下10分钟而已给各位呢这个前贤问问题，有没有问题剩下10分钟，好，请说。好，外国前贤有6个问题要请教，我有想那个第一个问题是，我看见多知恶师只派恶死而发慈悲心，从高处掉下，舍身为师子。后觉不解的地方是：第一，我舍身和凡人自杀、异曲同工，都是设身死亡，只是动机不同。我们不是一直强调不可以种下自杀的种子吗？第二，今天为保师子，明天后天，往后长久岁月，师子仍会饿肚子，所以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由得谋生度化众生，更好吗？好，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舍身为辅
那个出发点呢，就是慈悲心呐。因为那个老虎啊，肚子饿了以后啊，它会把它生下来那个小老虎呢，它也会把它吃掉了。它为了不使它吃掉它的小老虎，所以它呢就用它的身啊来喂饱那个老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一个当下。一个当下的那个慈悲心显现啊，他没有去想说往后会怎么样。假如说往后会怎么样，考虑太多啊，那个思虑变成我们凡尘用心意识啊。那我们凡尘用心意识的话，我们很多事情啊，都不会完成，也不会去做。所以佛那一种那个情形啊，是告诉我们行善要及时啊。等到这个乞丐向你这个化缘说肚子很饿啊，你给他一点钱去吃饭。你说等到以后我赚大钱的时候，我再给你再给你钱。等到你赚大钱的时候，他已经饿了死掉了啦。所以那个没有及时行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考虑到非常多的问题的时候啊，那个叫智巧，智慧的巧妙了。那我们用那个机智啊，用智慧的巧妙来避开我们本身的那个那个损伤，本身的那个不利益的那个呢，是我们找借口了。那最难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佛显现啊是平等观，平等的心啊，他没有说我是人，然后呢老虎啊是禽兽，他是显现平等观，看到那一个情形啊，他就是说不使这个老虎来吃他的那个那个虎子啊，不使他这样去做，所以他当下呢就这个舍身为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用呢我们凡尘的观点来看这个事啊，当然有很多我们都不苟同啊，不赞同他的做法，可是他表现出来就是要我们凡人呢这个行善及时，能够及时行善。还有吗？有。再来是全脸归功时，所有牙齿完好无缺，所以牙齿有缺失是否和饮食、练习、修持有关系？未免太抽象了吧？当然我们养生呢，我们这个在凡尘啊，这个养生有道，就是对呢自己呀，虽然身体是假的，可是呢，我们也去照顾它，使它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好好运用。不会呢，这个一直出问题，他老天人他一直呢就是对这个养生呢还是蛮注重的，也经过那个小时候也经过比较那个困苦的生活，所以那个体悟都会比较深，然后呢也努力在那个打拳，所以呢前有教呢在台中呢有开一个国术馆，在教人打拳，然后教呢那个三才练那个剑，都呢对这个生活方面、身体方面呢，都是这个很注重去这个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我们那个那个失守的念头才会比较健全，才会呢也比较宽广。那假如说我们身体时常都有病痛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那个考虑问题的那个周全度啦，就不会呢就是顾及到很圆满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是现在凡尘你想说佛是现在凡尘，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争那个牙那个真牙可以供奉，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了。然后我们了解说，现在在我们来讲，重点都是在明心见性。那心性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没有离开，所以一定呢要回光返照，注重呢来追求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心性，这个才是重点啦。那个另外的能够留下给凡人怎么样的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了，那个不在我们现在呢推广的范围。还有吗？还有3个问题。然后他说，后学有2个牙齿被一位技术不好的美国医师敲坏裂了，且根管治疗还多了2条死的神经在，所以2个牙齿原本不需要拔掉，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拔。美国保险规定5年内不受理这2个牙齿的费用，医师预估植牙约5000块美金。请问后学是应该接受新医师建议跟前位牙医要给保险费，还是他喜心该接受？这是因果造成，所以不管别人多不合理，会死医难乱收费，我们要该接受吗？标准如何定才算是有智慧和中庸之道？好，我们呢就是要用我们的那个一般那个常情啊，凡人怎么样去利用的，我们也要用的，也不能说我们吃亏了还说讲说欢喜心甘愿受，那个不合真理啊。我们欢喜心甘愿受啊，是我们业力现前。他那一个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面没有处理得很圆满，才会呈现那个失。那要怎么样会比较用的会用少，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又可以免除那个痛苦，以那个为前提，那个为重要。那个欢喜心甘愿受是我们的业力现前才做的事。再来剩下2个问题一个是心理心法看的 DVD7跟 MP3的重点对头大或多于肌腱刀心吗？因为教课内容有提到心术不正不可教他，有时候很难掌握别人的心术是不正。这个都鼓励大家多看多听能够呢改变自己的那个心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没有求道的也可以不同那个宗派的也可以，都可以的。要这个衡量自己的心正不正那听久了自己会知道。那最后是想学法，一神秀也想学法，他学了再去度神秀人人皆学的正法不是更好吗？何况神秀也在教法地方作声，以正法教大家才是理想不是吗？是没错的因为我们六祖坛经他所强调的就是领这个天命的一开始吃因为神秀它的那个根器就是没有到达六祖的程度所以六祖很推崇。所以各位没有看那个古登会员跟那个景德传灯录，它里面有记载，那个皇帝跟那个不是有请六祖去皇宫嘛？那个六祖就写信给神秀，说因为里面的文武百官他们都比较会住相，那以六祖他本身的那个条件就是长得比较不怎么样然后又比较矮，所以六祖说我去的话会考倒很多人，所以他不适合去他那个神秀他长得比较高又比较英俊，所以鼓励神秀到皇宫去。神秀有就是听六祖的话有到皇宫去。就是接受那个皇帝的那个教导那个文武百官，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角度而已里面有很多角度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在
这方面啊，那个神秀他自己也承认说他的悟性啊没有六祖的高啊，可是他也很努力在学，还很努力在教导弟子啊，也都有成就，不是都没有啦，只是我们在阐释的时候啊，只能讲一面而已啊，不能够讲到全部啦，讲全部变成混淆而是听拢唔在咧听下，所以他就没有全部收。那假如说我们看那个《史记》啊，它记载的更宽广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了解原来六祖他也一直鼓励啊神秀接受那个皇帝的那召唤，到皇宫去有。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是不知道而已啦。各位讲师、各位太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劳谦谦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好，我们呢这个讲信心明。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哪边的？第三行啊，圆筒太虚这边嘛。好，各位手上有没有资料？信心明，我们现在讲信心明，心明呢，等到这个信心明讲完以后再讲。信心明，反面呢是心明，不一样两面呐，都有了吗？有了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呢，圆通这个太虚非常圆满，跟呢整个太虚空都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佛菩萨呢跟我们呢这个众生所有的不生不灭佛性呢全部呢都一样，圆通太虚无欠无余。我们呢这个佛性本体没有缺欠，然后也没有剩余，刚刚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呢这个生活之中只是我们的认知还不够，不知道呢我们这个佛性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跟知佛都是一样，圆通太虚，无欠无余，那么良有其舍所以不如，因为我们有这个取舍的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情绪只要我们落入情绪，那我们呢就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我们就落入行为，有行为就有取舍，那有取舍我们就是了解已经偏离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已经呢偏离了，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取舍，所以不如，这个如就是真如，我们呢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真如，就是呢一真法界，所以我们呢就是没有到达那个如，就是已经进入那个绝对体，绝对体就是真如。所以呢，我们只要没有进入情绪，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要透彻的了解我们自己本身的情绪，要能够把情绪都摒除，不要用情绪的话呢，那我们都会造业，造了业就会受苦。我们没有情绪用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率性。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事来则应事去则尽。那这样呢我们都不造业，那不造业呢没有业因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当下就解脱了。
所以啊，不要取舍，就到达真如。那么莫执有缘，勿住空忍，就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会攀缘，我们的那个攀缘的心都很浓厚，就是呢，我们对所有现象都有希望，都有企图。那只要呢，我们呢自己有希望企图，那会进入我们的那个想象，那我们就会呢去攀。那我们一攀缘了以后我们心就不平静。那心里不平静我们所造的一切又形成业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我们会在这个六道之中轮回。所以呢，我们呢莫主，不要追逐那个有缘，不要追逐有，不要追逐攀缘，这两个呢我们可以去掉的话，那我们在生活之中所有会造业的因全部都已经呢摒除了。那我们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一定要了解到，我们在现象受苦是我们造业来的没有业就没有苦所以要从业因我们把它消除掉所以呢，莫执，不要追逐有缘。那勿住空忍，不要呢住在这个空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虽然说我们说要不住相，可是不住相我们的习惯性就会变这个住在那个玩空不着有就变着空了所以这边的空人就是呢人就是安住不动那住在空里面安住不动的话那不是正确那个空跟有我们是要了解到是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生发的。那我们知道呢，它两边全部都包含在佛性之中所以我们所要了解的空跟呢我们着心的空竟然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个先呢做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启发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启发之后培养一段时间让那个呢认识能够茁壮。然后呢之后我们就做耳根圆通又把佛性呢跟着虚空融汇。那么这个时候的空因为有融入我们佛性所以这个空叫真空，空中有佛性在那个空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空里面这个安住了。所以这边呢勿住空忍这个空它是顽空所以顽空呢跟有相对待的这个我们不要住，我们要住在呢佛性本体的那个真空真空妙有真空呢就是空中不空，空中有佛性在。妙有就是有没有形象所以叫妙有。那我们佛性本体叫真空妙有是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宇宙虚空全部都是我们真佛性，所以非常宽广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非常宽广。那我们之所以没有这个到很宽广的程度呢，是我们的那个认知不够我们平常没有研究，没有学习，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佛性有这么宽广假如说我们一知道了以后我们就会慢慢的来这个进入真空妙有的实际那个理地道理地方我们可以安住在这个真理之中。那么这个样子呢对我们身体的这个生灭身体的有没有已经就不关紧要。那假如说我们还没有没有启发佛性，也没有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那么呢假如说身体没有了，那我们会被业把我们推业力把我们推到什么现象我们就在什么地方现象现象以后又是要过一个分段生死。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可以了
已经呢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可以启发了，然后呢我们又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已经呢跟整个宇宙虚空能够合成一体。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整个法身都呈现，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呢，整个都完全都呈现了，这个是最理想。我们要了解到呢，我们追求啊，就是了解到说，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呀，生灭的妄，都把它去掉，然后呢，妄已经全部去掉以后啊，真呢就显现。那真一显现以后啊，常住不灭，它是永远都在，亿万年都在，所以我们也讲过说呢，时至古今呢，不离当念。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啊，具备了亿万年，我们都不知道呢，我们当下的念头啊，有这么宽广，有这么的奥妙，因为呢，我们都缺少研究呢，不知道。那现在呢，我们呢，就是呢，静下心来，我们呢来了解说，我们现前的一个念啊，就具备了亿万年，非常长久，亿万年前、亿万年后啊，就在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我们要了解说，当下这个念头很重要，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尽量朝这个方向努力。万年都放下，不要攀缘，然后呢，一念不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这个时候呈现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佛性一呈现以后啊，我们保持那个灵敏度，那个知觉性，保持那个知觉性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的佛性功能它会慢慢呈现。我们就有那个般若妙智慧产生。那般若妙智慧一产生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我们完成的这个妄已经呢都放下，已经尽了。假如说完成我们放不下，般若妙智慧绝对不会出现。所以一定呢要把凡尘的这一些妄不真的变化的生灭的全部呢都已经放下了，放下了以后叫妄尽，真呢才显，真显的时候般若妙智慧才会呈现，而且不是马上呈现它有一段时间让它呢这个培养酝酿才会呢有那个般若妙智慧。那般若妙智慧是佛性所具备的，它本来有的是我们平常都没有用没有运用所以才这个不呈现。那我们一培养了一出现了以后有很多那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会产生很多都不用经过我们头脑的思索呢，它呈现的都是答案，整个都呈现出来那个是我们本性的般若妙智慧。然后我们有般若妙智慧自然对真理的认识就越能够透彻。那能够呢认识真理越透彻以后我们本身的佛性的定力也就越强。定跟慧两个它一直互相帮助。那定慧一直在呈现在增加。那么到达呢我们证悟本性的时候就叫做成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找到呢不生不灭的真心成佛就已经呢在不久的当来一定很快就会到达，而且一定会到所以要对呢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一定要体会，要启发非常容易的。只要我们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或许呢开始讲到现在10个多月了还是这样讲。各位启发了没有这个可能是有了没啥敢肯定不敢太肯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自己一定呢要体会这个别人帮不了忙的自己万念都放下，所有的缘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那个所出来的就是呢
不生不灭的那个知觉性，那个知觉性呢，就是我们佛性佛性很灵敏，我们把这个很灵敏的这个知觉性让它呢，这个持续的呈现，一段时间呢，这样呢，让它都在，这样的时候般若妙智慧就会产生了。那我们呢，启发般若妙智慧我们会了解说，我们第六感特别灵敏，对未来的事，对呢，这个所有一些我们都没有学过的事它会呈现让我们知道，这个呢都是我们本性中呢告诉我们，甚至于在生活之中呢，还会指导我们怎么生活。那个般若妙智慧很奥妙，有般若妙智慧我们离相、离开形象就很容易。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离相，离不开形象，被形象呢束缚，就是因为没有般若妙智慧所以我们有般若妙智慧要行持忍辱波罗蜜就很容易，因为很容易离相，离开所有形象，走入真理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从真理的角度出发来看呢，所有这个众生呢，众生呢是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所以呢都是假象，所以没有人侮辱我，我没有被人侮辱，都没有。所以呢，有般若就离相了，离相了就没有烦恼了，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要自己努力我们呢不肯放下我们凡尘所学的那般若一定没有一定要放下凡尘所学的所知道的所经过的，一定呢要放下般若才会产生，而且是从佛性本体产生不是从我们落入凡尘以后学的产生，不是绝对呢不能从我们的那个聪明之中呢去这个对呢那个般若的那个解读我们呢了解说般若不是我们凡尘有现象有身体以后所学的是佛性所具备，这样各位了解吗？老子说呢，彼此显然能无痴乎？就是把我们凡尘所学的、所知道的、所经过的，都把它洗涤干净，能到达没有瑕疵。这个时候般若才会呈现，而且要一段时间培养，不是说马上你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马上呈现了，不是这样，要一段时间。只要你肯在有我们日常生活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就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各位有没有做要做这个要做才会知道这个不能光听光想象一定要实际去做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假如说很快就睡着了，你就去睡了，因为那个肉体已经很疲累了已经时常在硬撑着了，所以万年一放下一念不生马上就呼呼大睡，很快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很快那个精神就恢复了。等到你恢复过来的时候有空闲再做再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是精神很好的时候做精神不好要睡觉你就睡它很快就恢复了那个疲累很快就过去了一过去以后我们又开始做只要你肯这样连续一段时间绝对你会发现进步很大自己的进步很大自己的观念也会改变，整个呢以往所认为的一些呢执着的问题也会解决就是因为我们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肯恢复呢到我们那个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都是非常清净只是我们落入凡尘被凡尘感染的五颜六色，所以本来面目不见了。那我们现在呢修持就是要恢复我们清净的本来使我们的那个身心都清净。身心一清净佛性就清净，佛性清净自然
不生不灭的本体啊就呈现。那只要呢我们佛性本体一呈现，就是这个在当佛的成佛就是这个，那我们已经找到啊，就叫见性，见性成佛。我们研究呢说根尘相对那个六识，那个心啊是生灭的，是四心啊是生灭的，所以我们心啊已经明心，那明心我们就不会造业了，心已经明了，所有的业啊都是从我们心啊生发，心生出念头，然后落入行为，然后才造业。那我们已经都了解了，明了我们的心，所以心呢要产生呢，那个恶业的时候啊，我们马上有那个知觉性啊去阻挡它，可以做，这样呢恶业不造啊，我们就不用受苦，所以心明啊，因果就不灭，不会离灭因果，然后见性啊，成佛无疑啊，一定可以成佛，所以我们一定要明心见性。各位浅显明心见性了没有啊？是有回答了，可是都不敢肯定，那个心都还不笃定哈。不过或许是很赞叹啦，我们这边都才10个月而已就可以进入很理想的状态对自己啊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来面目啊就能够认识。那或许在北部大部分呢都经过大概是1年、2年3年啊才会领悟到是一个状态，所以我这边算是这个成效很好，这个大家都一致啊，很专心的在学习呀，所以我们就可以回顾啊，说我们还没有研究之前，跟研究了10个月以后纵然竟然一定有差别，有没有差别呀？绝对有差别。以往呢，有人问我们说，你能成佛吗？那个时候大概是心里面在想，希望成佛，对不对？那现在人家在问就不一样了你能够成佛吗？可以的，是不是这样？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我们在凡尘我们要了解到。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啊，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我们都要还给天地啊。早晚啊都要还给天地。所以身体是假的，我们要借假修真。佛性啊不生不灭啊，是真的，我们要注重。因为佛性没有形象，所以我们就看轻；身体有形象，我们看重。所以呢佛说我们颠倒。众生啊都是颠倒，应该看重的佛性，我们把它看轻的；应该看轻的身体，我们把它看重。所以颠倒，因为我们颠倒呢，所以才造业，因为造业才受苦。现在呢，我们要了解到，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它是没有知觉性的。那我们佛性它是没有形象的。现在2个合在一起。所有风土跟佛性啊合在一起，把没有形象的佛性啊，让它有形象呈现；把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让它有知觉性。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就是要选择来借假修真，借着天地的所有风土来修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让它回归本位。回归到正位的时候我们都先做佛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呢要注重我们在凡尘呢，只要你注重一面一个就一定看清了。注重佛性的身体就看清了，注重身体的佛性就看清了，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个样这个样子啊。所以在我们已经看中了不生不灭的真心的佛性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中了，看中呢就会朝着不能有一点缺陷，不能有一点瑕疵不能让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沾惹尘垢凡尘的这一些污垢呢都不沾惹
哦，那我们呢，佛性已经恢复光明，哦，恢复光明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呀、早晚呐、都是要还给天地的，哎，所以就不要哦，我们当然不糟蹋它，可是也不要太着重在身上，哦，养生呢是可以，可是呢不要说太过分的，哎，我们养生能够养到这个1000岁啊，那也一样要死啊。只是慢一点死而已啊，哎，那现在以现在的这个现象来说啊，我们看到那个你岁一大了行动不方便啊，这个出门以后呢，这个处处都不受人欢迎。本来年轻人上下车不是很快吗？哎，他今天或许刚好要出门的时候啊，他从那个家里社区一出来。就看到哇，车子来了，公车来了，可是离得好远呐、然后也在想说啊，这一下子要再等20分钟了，一定坐不上。结果就遇到一位那个老先生他这个行动不方便啊，拿一个那个4角形的代步啊，他在车上慢慢要下车了啊，因为他的行动很慢。他行动很慢我说啊，如果我坐着，唔免搁等20分。假如说以平常的事来说啊，这个一个人下车，下面只有3个人在等车，这样一下子车就过去了啦，我绝对要等的，还要再等20分钟。结果我一看说，我已经赶快走到了，还在，车还在。哎，就真的赶得上，哎，就是要感谢那个老先生慢慢。不过我在想，那个车上的人一定也会有一些赶时间的就会不耐烦。哦哟，那更加顾拢唔行。所以这个吃老了这个真的是次次不方便，哎，这个呢是社会现象所以我了解说我们也应该是要敬老。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啊，我们要尊敬的。那是都会区生活是比较紧张啊，所以听他们那个公车司机在聊天他们都会讲那些因为老年人坐车都不用钱啦，都是那个敬老那个敬老票不用钱的啦。那他们会讲说啊，今仔拢载一寡石头。竟然把那一些老人家说成旧桃，这样好不好？以后他也会变成旧桃嘛，他也会老啊，哎，所以应该要有那个尊敬的心。哎，老是有一位司机他讲我载一寡西瓜。所以听他们那个司机在聊天也是蛮有意思的在铺柏油他都在铺地毯，因为在铺柏油车子就会被阻挡在后面会塞得很久，所以有一些他们那个对谈那个大哥大在讲说都在铺地毯，听起来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呢，很多事你用不同角度来观看的话，会有不同的那个感受。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我们在修道的时候会身心都会很健全，所以行动就会比较敏捷啦。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对这个凡尘都会比较贪恋。那贪恋凡尘有一些就少运动，那年岁一大了以后又缺少运动就会老得很快，那行动呢就不很敏捷，就会造成人家的不便，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要这个努力的生活。各位有没有努力生活啊？要很努力生活，不要呢手不动三宝。在家里面事事做，这个做事而且都讲做事才是幸福有事情做了要很高兴，假如说都没事做的话废人一个，报废的人
我们都不希望呢变成报废的人，都希望成有用的人，所以在凡尘呢，就要努力的生活，要努力的使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都发出光明，可以乐于帮助人，帮助人就有很多事可以做，对不对？不计较那个得失啦，不计较呢那个名，所以呢我们在了解说生活之中呢，看看我们怎么样的那个心态呢，来保持怎么样的那个生活。所以我们讲说呢这个呢物住空人，不要住在那个玩空，我们要住在真空妙有。真空妙有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它呢非常宽广，充塞整个宇宙虚空，超出呢我们太阳系，所以每个佛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全部呢都有，这个北方呢八方世界。那么一种平怀泯然自己，就是呢我们要有一种只有一种平怀，就是呢我们那个胸怀之中啊，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啊就是道，就是我们呢就是已经进入一个绝对体，没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个一种平怀，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努力，因为佛已经呢没有分别心所以证悟成佛。那我们众生呢，因为有分别心，所以我们变成众生那哪一天呢，我们的分别心可以去掉了，我们也就可以证悟本性了。分别心知道吗？我们这个可以说六道轮回太久我们一见就分别了。眼睛一看了耳朵一听了，分别心自然就产生了。就是喜欢讨厌，喜欢讨厌就是分别心了。我们有没有喜欢讨厌？这个没有喜欢讨厌大概要去精神病院。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那个喜欢讨厌，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不要在呢凡尘的现象之中呢产生喜欢讨厌，因为凡尘的所有现象呢都是无常变化，都一直在变所以不要对这些现象呢产生喜欢，产生讨厌。那没有喜欢讨厌我们就没有取舍的心，没有取舍的心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呢就不受苦，就已经解脱了。所以一种平怀，我们已经进入一种就是真如一真法界那一种平常心的状态。我们修怀都是平常心，那样呢整个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呈现。泯然，这个泯就是泯灭，泯灭呢，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泯灭了，让它呢恢复到自然，泯灭恢复到自然，全部呢都是一个绝对的佛性本体，所以泯然自尽，他自己就已经呢全部都已经消失了，没有相对待，所以我们不用分别。不用分别呢，就可以证悟，可以成佛了。那么止动归止止更利动，止动就是我们让动的那个停止，止动就是呢让动的停止，我们让动的让它归到停止，那么这个样子那个动它会更动的厉害，知道这个意思吗？知不知道？像说我们很容易起心动念，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说不要有念头，不要有念头，会不会这样？努力嘛努力说不要有念头，不要有念头。我们那个念头各位先生是更多呢还是更少？不要有念头，不要有念头，不是多了嘛所以这个止动呢归止，我们让动的让它归到停止那个它会动得更厉害。
那要怎么处理？各位姐姐，最理想啊，怎么处理？万年放下，不是这么想的嘛？他就不会不要起念头，不要起念头不会更多的念头出来万年都放下，全部呢都归到极然已经到极灭了，那个呢就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止动归止呢止更密动。那么维持两边呢灵之一种维持我们众生呢大部分呢全部都是智呢就是阻塞啦两边就是对待。我们凡尘呢全部呢都是两边只要我们呢睁开眼睛就看到两边善恶，然后男女，然后白天黑夜大小，是不是都两边？那我们停留在两边各位先生这个呢信心明讲的就是呢我们停留在两边灵之一种，就呢不知道能够进入唯一的那个呢真如，就是不能够知道唯一的真如，就是呢我们呢都在两边，所以我们心里面大部分呢都呢停留在呢这个两边，一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喜欢呢这个善，然后呢讨厌恶，然后我们就住在善，有没有？所以这个叫做两边。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样的话都停留在两边就修正不成了。为什么？咱拢要救好人歹人咧，歹人爱甲救要不要？也要一定呢全部要把它度化，让它呢也成仙做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所有众生都是我们心分之内的众生，都是我们自己所以有一个众生没有得度就是表示我们还没有修得圆满，所以所有的众生呢，他已经都得度了，我们修的才圆满。大家在做耳根圆通，有没有啊？拢去外口吼声吸引的，所以你看又圆因为四周都在下雨有没有圆？然后又隔着窗、隔着门、隔着墙壁有没有通？然后它都不熄灭有没有常？常住圆通又常。我们佛性的状态，有雨的时候我们听到，纵然它雨都停了以后我们也听到，听到静悄悄，外面静悄悄我们听到雨声，听到静悄悄，那个都是佛性的那个稳性功能作用，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佛性呢就是具备了圆、通、常。你有了解没了解才听得了解这个很多前学都跟后学说开始听是不懂了知影都袂歹都直直搁甲听听甲2、3年讲捌啦咧听捌啦搁摕较早迄开始听的录音带搁摕来听较早就安尼讲咧较早哪会拢听唔捌？所以各位就是了解这个心理心法就是要熏习你1次不懂2次，2次不懂3次3次10次100次1000次到10000次北部很多人都很努力没事的时候整天都在客厅在听，一直反复的听就这样听最后都被他听懂了，了解了懂了了解了就可以应用应用的出来整个人生都改变整个家里
那个人际关系也改变，都很和乐，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研究这个就是非常的殊胜，可以让我们成仙做佛。那底下的事情啊，更是小事，小不小事？都很小事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努力啊，来了解说进入啊真如一真法界。所以呢，底下接着说一种不通啊，两处施工。假如说我们一种不通，就是呢真如一真法界，我们不了解，没有通达。然后呢，我们两处就是呢相对待的，善恶，那个两个相对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一定呢要自己呀，努力用心，把所有的这个两边呐，都能够融入啊我们现分，这样知道吗？是比较困难一点啦，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非啊，它是一体的，是跟非啊，没有对待，它是一体的，是我们的见解啊不同，我们见解不同以后啊，才有是，才有非。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到真理，到真理里面啊，它没有是非。已经了解到没有是非，有是非是我们住相以后才呈现，那相都是假的，无常变化，所以不要住，不要住啊，那个是非就消失，那消失以后融入一体呀，又到达平常心，又到达真如，到达一真法界，全部呢都回来，所以一种不通呢，两处啊就施工。前有没有啊？从空呢被空，我们全呢，就是遣除，遣散，不要它，把那个有跟没有啊，把它遣散。有没有是不是两边？有啊无？有啊没有？所以我们很容易啊进入这一种状态，到底是有没有？各位想想啊，这个答案啊到底是有没有？有没有？因为他讲前有，前没有，它到底是有没有？有也要遣除掉，没有也要遣除掉。我们把有没有都遣除了，那什么状态？又是万年放下，这样会了吗？这个万年内放不下的时候啊，我们用这个啦，遣有没有，有没有都全部把它遣除。你到底是有在想啊无啦？你念头有没有在起心动念啊？前有，前没有，全部把它遣除掉。这样了解意思了吗？会做了吗？很奥妙有没有都把它遣除掉。然后呢，底下从空被空，我们了解呢，我们把有没有啊，都已经呢遣除了，然后进入空，然后进入空以后啊，我们就违背空，因为进入的空是完空，违背我们真空。你来咧，甲咱怪，有去有怪去无？那个鸟叫声啊，来跟我们打招呼啦，说恁遮好，阮伫外口伫咧雨淋，你拢坐内底遐舒服，阁有冷气通好吹，所以在跟我们抗议啊。从空呢，就是我们进入啊，跟有相对的空，可是那个空是完空，所以我们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
两边都不对。我们要真空，就是要在佛性之中。所以我们不从空背空，多圆多虑啊，转不相应。这个我们要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这个相应啊，就是要呢，忘言忘虑，就是呢，这个言呐、语言呐，都没记得被贡献，忘记他要讲什么了，忘了，语言都忘了，多言多虑就不相应，跟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不相应，那我们佛性本体啊，就是真理，就是道，我们呢要了解，我们要跟呢真理相应，所以呢，我们把语言也忘了，那个考虑啊，头脑的运用也忘了，这样呢就可以呢跟真理相应。绝缘绝力啊，无处不通，所以底下呢，这个僧璨大师啊，三祖啊，他直接就讲，说绝言，不讲话了。然后绝虑也不考虑了，头脑呢都不用，这样呢无处啊，不通，就呢什么地方呢都通了，所以道呢就是通流，假如说有阻塞呢就不是道了，全部都通流了，就是道，所以呢只要呢我们都呢绝言绝虑，就是所有的妄都不要。那无处不通，真呢都整个显现，都是全部都是真。那么随照啊失踪，这个随照呢，归根呢得止，随照呢失踪，归根，归到我们的根本，我们呢得到呢，我们要追求的宗旨，归根啊得止。就是我们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就已经呢可以归根，归到我们的根本，然后得到呢我们想要追求的，成仙佛，已经得到这个宗旨，归根呢得止，所以我们呢，努力的方向，都是呢归根得止。那么随照啊，失踪，我们随着。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那照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随照，随着佛性的功能作用呢，我们就会失掉呢，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在凡尘应对凡尘的万事啊，那个呢，我们叫做随照，随着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呢去生活。这样呢，随着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追求本体，那不追求本体的话，就会失掉宗旨，所以随照失踪，这样知道意思吗？刚好亲亲，不会啦加欠我们了解说还听不懂之前会觉得它很深可是你一直听听到懂的时候原来在欠像或许从13岁开始参禅打坐，然后一直到43岁才了解性理心法，然后了解的时候或许说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怎么利用时间这么久30年，简不简单不是随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到了吗？那个是经过30年讲出来很快那个摸索真的很慢，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看他供的不知道，他给我滚来的全省到处去问到处去去访道，就是摸不出来，摸出来的时候怎么这么简单？所以开始我们第一堂课不是讲吗？你做的努力听2个小时就好，有没有？还很多人抗议，那我压2点钟，我听20点钟都也听不慢。不过后面也有说六祖他2个小时都不用做，不用坐在这边2个小时，他不用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有那个俚语在讲说子分机无业，不管太阳偏，有没有？
自愤哦，自己的那个枝没有花叶，不要怨愤哦，太阳偏了，太阳都不照到我，所以我那个枝叶都长不出来，有没有？太阳照得到的地方，枝叶很茂盛，对不对？啊，照不到地方枯枝啊，就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想说，我怎么在这个地方太阳照不到，我一定要移到那个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自己要累积那个善，累积善，我们心要一直心存善，行为行善，一直做善，然后呢，所有的善呢，做了以后都把它抛开，这样累积善，那个善会生根，那有善根善根会成熟，那善根成熟我们就会遇到善知识引导我们修持。那假如说我们善呢都没有累积不够，我们想修道会有很多阻碍，很多的障碍。像很多前贤呢跟后学说，平常精神很好，只一经典一看这个眼睛都很涩，就要睡着了。只要把经典放下来精神都来了。我们有没有这样还有还有那要努力要把这个消失掉。为什么我们一研究真理呢，就会眼睛很涩，想睡觉，就是障碍。那个是我们自己产生的障碍，我们自己要去解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真的就是业力现前，显现在我眼前，让我知道为什么我平常精神这么好，只要看经典就想睡觉，那个叫业力呈现。那业力呈现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改变心态呢，全部负面的都不去想，想都不想，然后呢想都是正面的，然后行为之中真的帮助人，这样就会把那一些改变。以后你再拿经典起来看，不会的，精神一样很好又引导你走入真理世界。这个呢就是要自己努力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像那个阿耨利阿耨利他是靠谁？我是佛的堂弟福德阮堂哥一定会给我这个保庇一定会给我看行。所以他每一次释迦牟尼佛一讲经说完他就打瞌睡，一下课了精神就来了他就是这样。然后有一次就被释迦牟尼佛骂，他说你是那个螺丝蚌壳螺丝蚌壳就是那个海底的生物海底的生物他说你一岁就1000年不闻佛的名字佛的名字你都没有办法听到。那个阿耨利很伤心，他说阮堂哥你搞我骂得严重，讲我是那个蛤蟆一睡就1000年他就7天7夜不睡觉，很努力结果我们眼睛是以睡为食啦，咱咧困目睭就是咧食饭啦所以呢闭目的养神所以很想不能7天7夜不让它闭。假如说你要让眼睛瞎了你7天都卖困，目睭金金，目睭一定全青霉所以眼睛是以睡为食睡觉就是眼睛在吃饭，眼睛有营养它才能够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然后佛就是引领他那么精进教他说呢不用眼睛就可以看
所以教他那个金刚天眼。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这样我们都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它本身就具备这个能见能够看到凡尘的景象。不过我们呢就是有身体还是要照顾它戒家才能够修真能够呢修到那个金刚天眼是很不容易的也要有那个佛视线在凡尘，我们才去请教说怎么样来修没有眼睛可以看那个呢是另外一个角度。那么须臾反照胜却全空这个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我们能够呢回光返照能够呢回光返照的话就能够胜却全空。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大部分呢都是精神外放。那精神外放我们就当众生了。那只要我们把精神都收回来那个叫做回头是岸。各位有没有到那个后天寺庙去看那个匾额很大的4个字回头是岸？有没有看过？那看过的时候第一个印象以为他在说谁？在说谁？流氓或许也是这样想。第一次看到那个回头是岸或许也是想说那个寺庙在欠那个流氓说流氓不要做了一定要回头才能够到清净的彼岸结果后来研究性理心法，竟然是跟所有众生讲，说我们众生精神都外放，精神外放就当这个我们凡夫都当众生那我们要呢成仙做佛就是要转回来，把我们的那个注意力转回来，就是回头了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呢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只要我们回光返照，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不是跟流氓讲的，是跟所有的众生讲的。说我们精神外放就当众生，我们精神一收回来就成仙做佛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各位浅显，我们整天24个小时除掉一半12个小时，那我们12个小时之中精神外放的多呢，还是收回来的多？那个大概有11个小时又59分都是精神外放，大概只有剩下1分钟是精神收回来，所以很少了要我们回光返照很少所以我们要修道就要学学呢回光返照，就是把外放的精神都全部收回来这个呢也要练习他才会习惯一直收回来，时时刻刻呢守住我们真心佛性不是耳根圆通里面有讲说出流眼尘，入流照现，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入流就是回光返照回来了，精神回来了。那入流就照见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然后出流就是精神外放，精神外放就是眼尘跟凡尘攀岩。我们精神外放都是跟凡尘攀岩有没有？我们都跟凡尘攀岩那跟凡尘攀岩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坏事吗？都是坏事，我们怎么又一直在做？所以归根究底那个凡尘事真的就是没好事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做？都让身在凡尘啊，不是有讲嘛这个人在江湖，这个身不由己。我们身不由己啊，心不由己嘛，由不由己？那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心？随他伊若爱佚佗就互伊佚佗，对吧？所以我们在凡尘那个外面的诱惑力量造化引诱我们，就是不要呢这个脱离这个苦海。然后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不想受苦的话，就要努力的把我们的精神往回收，就是回光返照。能够回光返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回到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呢，须臾返照胜却乾空。那么乾空转变皆有望见。所以我们这个眼前这个眼前所有呈现的这一些景象。空间所呈现的景象乾空的这个转变都全部呢都是我们的望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望见就是呢根尘相对所产生的啦。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所产生的呢那个六识就是望见。那因为是一个问题就是蛮大的，所以所有的社会人士呢，他都不接受，认为说我所看到的都是真的，怎么会是假？不知道呢，所看到的都是无常变化啦。那无常变化的那一个景象产生的心会不会也跟着无常变化？那会跟着无常变化，是不是妄？然后我们这样的见解就叫妄见所以没错讲的呢都是妄见。那要真见就是呢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产生的那个才叫真见。所以真见呢就是佛知佛见那佛的知见它是呢要了解到说三际心不可得，然后不执着一不执着异，异就是不一样的不执着一也不执着异。以前呢我们也有说过了，说佛知佛见佛知佛知道什么呢？知道三际心不可得，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际心都不可得。那我们不可得的这个三际心全部都放下了以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了了而得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尽量不要有过去心，也不要有未来心，也不要有现在心。三心没有，我们不被三世摄受。或者都一再讲过我们有过去心被过去世摄受。有未来心被未来世摄受，有现在心被现在世摄受三世都把我们摄受住了，我们就要六道轮回。那我们三心都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三世摄受我们不住，我们不要进入六道轮回。这样了解意思吗？较接听一定听得出意思出来。他就会了解说原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起心动念竟然是那么重要。平常我们都以为说我在起心动念又没有跟别人发生关系认为都是无关紧要不知道呢我们之所以会在苦海里面沉沦，就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以呢对这个念我们就是要加以规范。进入正见以后，落入正思维，这个可以。
啊，除了这个以外，就不要了，就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正见正思维啊，是从佛性呢产生的。那产生那个呢，都是正确的那个八正道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用。那除了这个正见正思维以外，那就不要。都是妄见。妄见变化无常。我们知道就好。知道了就好。那所以这个啊，乾空转变啊，皆由妄见。那么不用求真啊，唯悉呢习见，这个不用求真呢，这个在我们这个修持来讲啊，好像跟我们是不是要跟我们作对啊？我们真的在求真啊？怎么说不用？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跟那个那个张轴秀才悟道记呀，那个一样的，趋向真如啊，意是邪。各位有听吗？什么意思？假如说知道啊，趋向真如意是邪啊，就知道这一句啊，不用求真的意思啊，就会出来。因为我们当下就是真，不用再求真了。再求真的话我们就变成这个将心起心，将自己的心又来取自己的心，然后头上又安头，多余的啦，所以这个不用求真，本来就是真了，我们已经本来就是佛了，那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讲那一句唯悉习见，把我们的所有见都熄灭。所有的见都熄灭啊，我们就成佛了啦。还有简单不？挺简单可是就是要熄灭我们的见解啊，就是很困难。各位先生，要熄灭自己的见解啊，容不容易？容易。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一点心去研究，说我们的见解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样才产生我们的见解？那这一些见解它是不可以改变的吗？只要我们用一点心来研究就会了解说原来我产生的见解本身就已经不正确了，难怪就叫妄见，不真，它都变化的，所以呢不用求真，唯悉习见，把我们那个见解全部呢都熄灭，它就可以。那么二见不住圣莫呢追习。二见就是两边的见解我们呢不住，不要住在两边的见解。我们呢很容易住在两边对不对？善跟恶善恶就是两边那我们很容易住我们一定要住在善这个已经是住在两边了，同意吗？所以这个呢两见这个这个两边两见两边的见解我们就是不要住不要住在两边的见解要了解说是非是一体的，是非都是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生发，然后生发以后我们来应对来应对这个现象，应对的好叫是，应对不好叫非，是非就呈现。所以是非是我们去应对现象以后才呈现的这个名词。那我们要了解说还没有处理之前它本来就是一体的，没有是非啦。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两边都能够融入一体。在生活之中我们是要学了学把两边的融入成一体。那两边能够融成一体我们就可以省却很多的烦恼呢都消失了。我们因为住在两边烦恼才产生。所以我们二见两边的见解已经都不住了
都不住呢两边的见解，慎莫追寻，很谨慎的，莫就是不要，我们不要呢，去追寻，我们越追寻就会离本来越远，所以我们不要追寻，一样呢，万年都放下了，当下所呈现的全部都是真，没有两边的见解，所以我们两边呢不住，慎莫呢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有了是非，这个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个都是是非啦，一落入是非以后已经呢我们的心纷然，就是很扰乱劳乱，已经那一种状态之下，心都没有了，已经失心了，纷然失心，二有一有，这个两边两边的见解从一生花，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产生以后，我们处理的事情呢才变成两边，所以这个二从一产生的，二有一有，一亦莫守，连这个一也不要去呢这个默默的去守着它，因为它是一个绝对体，连那个绝对体也是一个假名，假的名称，所以二有一有，一呢亦莫守，一也不用我们去守住，一心呢不生万法无救，只要呢我们一心都不生吃念头，一念呢都不产生万法呢都无救，都没有过错了，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各位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起心动念是很大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落入凡尘，无始以来为什么会落入凡尘？就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看呢那个华母那个信子十戒里面有那个三山波，那个老母把我们先医先血收回去把我们赶到这个凡尘来，其实那个是讲得比较好听啦，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假如说不起心动念就不要落入凡尘，就不会在凡尘受生了，因为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念的本身就是业量，我们重业净业念头一起来就已经业，那个业已经形成了，然后有业它就呢转向，转向以后就现象，所以叫一念无明生三系，不是听得很熟了吗？然后境界为眼又长六出，有没有？不是有听过吗？怎么看起来好像很懵？可能有听过了，又全部还给我了。所以再讲一念无明生三系，因为我们一念的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这样就叫做无明然后生三个很微细的东西出来，一个就是业相业业啦，咱正业的业无形的啦，无形无相，这个时候我们起心动念都还没有现象只有念头而已念头就已经有业，然后既然有业第二个叫做转向，这个业它已经在产生作用，把我们本性的般若转成能见之见，所以叫做转向。业相第一个，转向第二个，然后呢转向以后第三个叫做现象所以一念无明生三系就是呢业相、转向、现象。这个时候名称虽然叫现象，可是呢都还没有形象，因为连天地也没有
那为什么有天地，有山河大地？就是因为我们一念无明生三系所产生的，所产生了以后它才有境界。我们的念头产生山河大地各位浅显，这样听懂了没有？山河大地从我们的念头产生从我们的无明产生我们都没听过没有人这样讲这个是从真理把它呢这个讲述出来的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念头很重要尤其呢我们现在各位可以说呢年岁都是比较有一点点大的了要进入那个中老年的那个境界了。那中老年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一直在回想过去一直回想过去都会起心动念，念头很多了因为都没事做了这个儿子女儿都已经大了嫁了，然后娶太太了然后有空闲的，然后有空闲就不让头脑空下来就头脑一直在那个胡思乱想。他说因为这样我们胡思乱想，那个念头太多，把我们那个劣势那个所造的业都拉来。本来它是在虚空之间那我们一起心动念有念头，就把我们以往所造的业那个业是因我们现在念头是缘因缘汇合，我们就要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假如说我们生活之中不要去想，不要有那个缘那个因就好像那个那个五谷放在仓库它不会发芽它不会生长。那假如说我们一想念了有念头了，就把那个因拉来，就好像把那个五谷拿到那个地已经种，然后有阳光有雨水它就会发芽就会生根。这样呢我们就是了解说那我要接受果报了。所以很多年岁大的他会讲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怎么我的遭遇这么坎坷这么不幸？他不了解说是他的胡思乱想所引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是帮助我们很大不但可以成仙作佛，还可以度化众生也可以度化众生成佛所以就要尽量的去做，因为我们都会有习惯性只要你开始做了都在做万念放下，连在睡觉的时候你也会做万念放下，做梦也在做万念放下。各位有没有还没有那都还不很巧所以你看像我们那个那个亲口表文亲口表文一升天了以后晚上睡觉连那个做梦人家要请你吃那个分的东西你都会跟他讲没事我请客强不强？我们那个亲口宴非常强我们修这个要像那个一样要很强强到在睡觉的时候念头来了没事万念放下，要这样才可以那个时候你连睡觉的时候都在做功夫了就很快就会培养那个般若妙智慧这个般若妙智慧是从本性生发的所以一定要完成的，所学的所知道的要放下才会呈现我们完整的学太多了那个般若妙智慧一定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假如说已经念到博士要他放下很困难，对不对
所以或许都很庆幸，为什么？我国民学校都没有毕业证书，所以才可以啊。然后因为我都什么都没有，所以放下很容易。我什么都没有，就很容易就放下了。放下了以后啊，它才会呈现。般若妙智慧才会呈现出来。那我们不肯放下，就没有。没有般若妙智慧啊，对真理的认识啊，就不深入。不深入法性呢，我们很多呢，都没办法透彻了解。所以那个了解真理啊，真的是要自己努力啊。自己努力呢，你越追求它就越深入。越深入了以后啊，你就会法喜充满。各位有没有法喜充满过啊？那一定是有做有做问的方向，真的体会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啊，真的法喜充满。那个真的可以这个不用睡觉也不用吃饭。法喜充满以后啊，有没有精神很好？回答都不够笃定。所以我们要了解，法喜充满的时候不会饿，也精神很好。那个阳，我们人呢，人是半阴半阳那个时候啊，阳就已经呢很充足了。所以我们了解自己呀要培养。所以这个一心不生万法无救。我们只要呢一心都不生这个一个念头都不要有这样呢万法呢都呢真如守住自性这个万法都在呢真如之中都在一真法界之中所以万法都无救没有过错。无救无法不生不息已经没有过错，救就是过错没有过错，然后也没有法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修正了以后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法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是已经成就了。那我们凡人就是我相也很强，然后呢要修持的话，法相也很强。有这两个障碍就没有成就了所以我们呢从根源解决，说我就是呢如来如来就是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我那个我才是真的。那身体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有一天要还给天地那个不是我所以我已经把它消除了。然后法法就是要我们成就。然后我们已经呢了解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到达了，那所有的法就不用了全部也去掉，所以法执也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没有，成就了成佛。所以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是不是自我障碍？自己障碍自己都是我们自己障碍。所以我们就努力把自己的我相除掉，然后呢努力到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把法那个法执也去掉这样就成就了，当下都是佛了我要告诉自己本来就是佛我们每一个本来都是佛之所以没有成是被我们自己障碍一定也要这样告诉自己。那么无救无法不生不息已经呢不生不起心动念然后也不进入那个生灭的世心我们已经呢不生不息。那么能由这个见昧，能那个就是心识的功能。我们的心识认识的是心识的功能那个能呢心识的功能见呢就是现象我们心识的功能呢由现象昧。假如说呢没有现象的话，我们心识的功能就没有作用。这样了解意思吗？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回答
或且在43岁啊，那个领悟真理的时候啊，那个是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也就是一样差不多100多个人在听就像刚才一样，只有一个听懂了。我讲哇，你讲的这久了，只有一个听懂，说还不错了，还有一个听懂。然后经过1个礼拜，另外第二个人来问我，说你在讲的是不是这个？我说对，那你算半个。或许43岁，经过30年的领悟把那个整个那个内容都讲出来，大家听了都真的是很茫然在那讲啥都听不懂。后来都或许一直在想说，可能是传达的那个意没有很清楚，所以听不懂。慢慢修正，慢慢改正。那到现在67了，又经过几年了？43了，67了，有20几年了，对不对？那加上前面的30年，这样几年了？因为或许那个时候小时候呢或许母亲带或许去那个算命，就是摆8里8条。然后呢，那个写到49岁了，那或许母亲说过落去再下去再往下，那个算命说往下已经不再还成。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子那个脑袋瓜一直在想说我还到49岁，所以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到19岁。结果那个是30岁求道，43岁开始领悟以后就一直要告诉大家这么殊胜的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一直很努力的讲，他也忘了49岁那一年，忘了67了给几年49、59、67、18年了他都18年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或许说有生之年就是要传达把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把它整个都呈现了，不然这个这么困难领悟的东西带到棺材里面很不值得对不对？都在棺材拢就怕生的这好的这个法门很容易修容不容易？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容不容易？太容易了，对不对？这么容易，没有教怎么可以？又可以成仙做佛，这么好的，怎么可以不教？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一点怕，为什么？所以各位听那个如是我闻，不是有听到打雷的时候要注意，有没有？有。然后再讲说我自己啦，有没有？以为听的人说你这口打雷要注意你唔通来听。或者说不是啦，是我啦，在讲我啦，因为我都把那个不可以收的全部收了。我说领悟太慢了啦。那个阅读明心也没有怎么讲，莲花书众也没有怎么讲，我都把答案讲出来，所以我会怕。我说让大家来摸索那个摸索的时间很久，说答案不一定是正确，所以我全部把它讲出来，不用你花那么多时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很快就有成效，这样容不容易？就很容易所以大家只要你肯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绝对有功效，绝对有的而且你的生活一定都不一样，你的人际关系也不一样，你整个命运也不一样，改变很大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好哦。所以有生之年啊，只要这个一口气还没有断之前，一定讲，不讲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修真。哦，真是假的啦，不是我们佛性是真的。现在它一半一半了。哦，现在你看没有形象的佛性，让我们能够从形象产生出来，能够去领悟。那四大假合所有风土是没有知觉性的，现在让我们有知觉性。我们不要借真来享用我们的四大。我们现在社会人士啊，你若赚一寡钱你看拢要去找回分别的，有没有？是不是用那个佛性啊去享受四大？是不是造罪？那我们要借着四大借假来修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整个修正出来，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这一生很短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很努力全部的注意力放入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它没有形象，可是就那么强烈那个知觉性就是那么强烈。那我们把这个强烈的知觉性保持，让它呢时时刻刻都是觉，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然后我们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就这样轮回六道，都已经太久了，忘了。那我们现在了解到可以，我们可以恢复到我们本位，我们本位都是佛啊，那为什么没有恢复本位？就是被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被那个习惯性拖累，习惯性把我们障碍我们那个佛性都出不来。那所以我们修道的最主要功课就是去掉那一些习性。习惯性不是佛性该有的，全部把它去掉。它不是呢我们佛性的东西，就把它去掉。就是修这个了，修就是这个。那佛性的本体不用修，只要你领悟了，你的知觉到了，你知见已经到那个程度了，就已经是了。所以那个怀让就讲，染污即不得。你要把佛性染污没有形象可以染污吗？染不着的。我们那个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你要它染污你染不污啦，染不掉，染污即不得。可是修正即不无，还记得吗？怀让禅师怀让禅师借六祖的时候，六祖不是问他吗？说你是什么地方来怎么来？不是有问他吗？那个六祖的意思说你这个佛性是什么东西这个佛性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在那个五灯会言里面有记载，我们六坛经里面没有说经过8年的时间去领悟。我们六祖坛经直接就回答，可是那个五灯会言里面是记载，那个怀让禅师被六祖这一问他就回去利用8年的时间他把凡尘的所有东西都拿来比佛性说佛性是这样，不对，佛性是那样，不对。经过8年，把所有完成的东西都拿来比对说说是一物即不中。那一句话是经过8年。我们看六祖坛经一下子就过去了，不知道讲人遐尔用心。然后呢，六祖一听他说，已经有一点味道了他问他说还可修正否？他就讲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那个怀让禅师这样讲。然后呢，六祖听到说染污即不得他就说真的是领悟了，就跟他讲说即处不染污是知佛之守护念，如亦如是呢，无亦如是，有没有？各位都还有印象我们六祖坛经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染污即得啊，知佛之所护念，所有的佛所护念就是这一个染污即不得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那个本体啊，你要染污染不得，可是呢，修正啊即不无，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六道有太久，那个呢佛性本体所没有的东西呀，我们已经沾惹了很多的污垢。要把这一些污垢去除掉，拼除掉，这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本身的光明。我们佛性本身啊，它是很光明。因为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啊，会想说啊，我自身暗蒙蒙，要改加强佛性光明，就是要加明在佛性之上。因为我们这一加明啊，就变无明。本来它本身可以发出光明，可是因为我们加入我们的意念啊，咱讲要改加明，要咱的佛性光明，咱会记你加伊的光明，咱未记你加咧，变黑啊！本来是常住的才变生灭，所以咱众生拢假搞，有假搞的。所以研究真理就会了解说，原来是我们很多的那一些理念啊，我们的念头不正确，引起呀，我们有一些那一些呢不该有的毛病出现。那假如说我们的那个理念啊、观念都正确，跟真理呢不相呼应，那就对了。所以呢，我们就从呢那个历代所修正的他们讲的话，我们去探讨。我们的毛病啊出在哪里？我们探讨以后，我们会了解，说我们的毛病啊出在哪里。假如说呢，毛病呢都已经消除了，都已经清除掉了，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本位了。真的可以都是呈现作佛。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一定呢，要用心的追求，绝对可以成就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能啊，由净昧，然后净足啊，能成，这个净就是现象，然后净随着我们呢，那个心识的功能，那个呢能啊，就是我们心识的功能，我们心，我们那个六尘的，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心呐，那个心。它认识的是心识功能，这边的能啊，就是心识功能。那个净啊，就是外面的景象、形象，那么净呢，随着我们心识的功能而消除，就是呢，净啊，我们心识功能没有了，净呢，就呈现不出来，就没有现象，所以呢，上面呢，能有净昧啊。净足能成，那么净有能净，这个景象现象那个净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心识的功能，它才能够呈现的，所以净有能净，这样懂意思吗？因为这边它一个字啊，就代表很多意思啊。假如说我们没有了解就变成文字的游戏呀，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一定要知道它一个字一个字啊，都代表蛮多的含义。像能就是心识的功能，像净呢，就是六尘，就是外面的景象，外面的景象啊，一定要有心识的功能，景象才能够呈现。这样了解了吗？假如说还不很熟悉的话各位一定要拿那个DVD 还是 MP3 还是 CD 拿回去反复的听，把它听得很熟悉啦。熟悉以后就很简单了因为我们没有听过会觉得它很深。假如说你很熟悉的它就很简单了，这样知道吗？
那假如说我们懵懵懂懂弄要清不想去联系的去研究的话，永远都没有那个了解的时候了。那只要我们肯用心去听，直个听，味道绝对会让你听出来。你听出来以后，你就知道说，以往的那一些修道者怎么这么努力，能够呢把所有的那个修持过程都讲出来，会有什么现象也都讲出来，怎么会这样也讲出来。那我们从这一些呢，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我们有榜样可以学习了，我们一样可以成就。所以我们在讲那个说通及心通的时候不是讲得很久嘛，有没有？那个都是修正者的那个经验谈，他们的修持的过程他们把它讲出来。所以你按照这样去做，这样去修，你一定可以成就。我们就是汲取这一些已经修正的那一些经验，来帮助我们免得摸索的时间太久。像或许也是都要了解这个心理心法，明心见性，竟然摸个30年。各位姐姐，我们要说摸个30天放不放弃？假如说30天还不放弃30个月放不放弃？好啦，哇，这困难。现在人佫较无迄个耐心3分钟，快不快？那个不要研究了，太深了，3分钟。放弃了，所以我们是了解说这个以往那个老一代的，像或者这个年岁的60、70岁的那个年代真的是不一样那个观念那个做法，那个新的里面的内涵，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同的不一样，所以现在看的都很。应该说顺眼还是不顺眼？不顺眼我们修道人不能不顺眼，是看他们的作为我们就是了解到佛性都是一样的平等，只是他的那个行为或许都会讲说因为以往那个荒山野外野兽很多了，它都被我们人把它打死了、杀了吃了。现在他们都转世当人了啦，所以很多都是衣冠，穿是人的衣服可是那个心就是那个野兽的心。所以以后我们遇到那一种心力不好，也就不要难过了。你就告诉自己这都黑来出息，这样就好了啦，就不会难过了。所以我们了解要经过好几代，一代一代。第一代的时候大概只有3句话：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第一代，该讲这3句就好了。你要度他求道，大概也度不动。然后慢慢他在第2世再来的时候他有空的时候，好啦，无我跟你来庙听经。那个第2世也就有一点善因了，就肯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坐在这边听上圣佛法，各位浅显，我们经过几世了，绝对不是说那个野兽来转世的，对不对？只要说是野兽来转世第一生的话他坐不住了，这会掉啦，他绝对不会听的，要经过很久累积我们讲过
先行善，让那个善生根，善根有了，要让善根成熟，你才可以得到善知识的引导，是不是要一直累积？那我们现在佛性已经有种佛因了，所以要熏习，稳心稳修，一定要听反复一直听，听到你很熟悉的那一些东西都是你的，都是从你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都是很真实的，一定要自己加强，追求的心要强烈一点。想不想成佛啊？可以了。还剩下这个给各位提问的时间，各位有问题吗？没有说我们在讲，这个信心名，有没有人要问？好，请说。老师，请一下，那个假使想要做佛，会不会有考验跟阻碍？你刚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那个？什么尺？假尺？假使假如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修道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真心不考就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心所以那个呢，在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都是在讲说我们的那个修道的心那个真都不够了真不够的时候会有魔来考。那我们要了解到很多的那个魔考那个魔都是佛示现那个魔是佛示现，他要来考我们的真心。只要我们不被考倒真心呈现那个就已经成就了所以才有那个道高一尺呢，魔高一丈这个话呈现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修就是要真修了不要沾个名是假修是呢做给人家看我们修道不做给人家看就是要自己要自己实际的脚踏实地的来修持。那自己脚踏实地的修持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呢所追求。所以像那个舍利佛的10大弟子那个舍利佛他呢修持那个忍辱波罗蜜就有那个四体还因就是那个忉利天的那个天主，他就变化一个那个很邋遢的那个人来向他呢祈求他的眼珠，就是眼睛要给迄个要给吐蕃一粒目睭迄个舍利佛是考虑再三伊讲我目睭一蕊互你，我就变成一蕊尔咧他就考虑再三，尾也是讲好啦，我都咧修六度波罗蜜内底就忍辱波罗蜜好就乌一互伊，乌一蕊互迄个忉利天的天主变化迄个人迄个人就是要甲伊考验。伊摕到伊的目睭的时阵甲摕来鼻孔鼻啦。伊讲你这修道人是咧安那修遮臭臭，修甲你目睭这味咧遮歹，所以甲等咧涂骹脚骨直直甲站啦。舍利佛讲我这真是也无目睭。布施予这款人都无应该布施予伊，所以他就被考倒了。他一倒退退62劫，佮加修62劫。所以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心是真还是假？真的还是不容易去分辨。你看他这样一来考验以后他马上那个整个心都呈现。
那假如说我们是真心的话，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也会这样。有时候我们东西给人的，各位浅显，东西给人的是别人的东西的，他怎么处理我们不应该干涉。那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物件好伊迄物件敢若我的，伊处理啊唔好我就得意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心的变化。那我们要学习，你给人的就是他的东西，已经所有权是他的，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你不应该干涉，你都不有意见，这样才是对的。所以像舍利佛我既然要布施给你，你怎么用是你的事那他就不会退了62节的那个时间去修。给修62节，叫偌久的，叫久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要来考验你的真心，看你的心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各位先生，我们是真心还是假心？什么叫真心？所以我们在凡尘应用那个都是世心呐，世心是妄心，是假的，不真。真心呢是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的时候，那个才叫真心。什么心都没有的时候才叫真心。这个心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佛。还有吗？好，请问。我们修道在我们的世俗里面会遇到一些事情，那有一些事情呢，就是说或许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会重复再遇到一次，就是说类似就是说考不过再来考一次，考到合格为止这样。所以说，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是不是一样就是事来则易，事去则这样？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人为什么会有一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都让我们碰上，好像都那也不是别人，不是别人，为什么都是我去碰上这个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就是在碰到这个事的当下的心理状态。我们一般的那个心理状态都是不甘愿。因为呢碰到的时候不合真理，所以我们都不愿意接受。可是不愿意接受也是要处理也要去处理。那处理了以后这个事情过去因为我们是不甘愿，所以这个业并没有了，所以会再来，一定会再来。那我们就要转换我们的心境，就是欢喜心甘愿受。懂意思吗？纵然再怎么合理它是冲着我来，叫做业力现前，冲着我来指着我，一定要我处理，那个叫做业力现前。那业力现前要了业的方法，就是欢喜心甘愿受，逆来顺受，全部呢都接纳，接纳了以后这一个业障就了掉。了掉以后就没有瓜葛，他走他的路我过我们的桥，已经没有瓜葛了。那假如说我们心里是不甘愿，各位要了解，这个不甘愿虽然你处理事情过了，可是那个业那个还在呢，他还会再来，你会遇到第二次又一样的心态，又是不甘愿。第3次、第4次没完没了了，一生之中呢都是在处理这个不甘愿的事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假如说是选择性的那个问题那个不是业力现前，
只要是冲着我来，一定要我去处理的，那个叫业力现前。那业力现前的事啊，一定要欢喜心、甘愿受，才会了掉。了掉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了，就会轻，就很轻松的。这样了解吗？就因为我们那个不甘愿啊，是人之常情呐。我们人都不甘愿啊，这不合理的呢，坏茶家里找，很多这一种事啊，怎么会忍下这一口气？所以就这样没完没了，都要遇到同样的事。这样了解吗？所以还是要甘愿呐。我看你是不甘愿，满心的不甘愿，所以才会一再的碰上。还有6分钟，还有问题吗？好，请说。刘老师你好，或许想请问那时候你讲一念无女生杀气，那下一句什么？境界为眼长6出。境界。境界，境啊，境，界世界，境界为眼，因缘的缘。为缘。因为的为，缘一缘的缘，境界为眼。然后长生长的长，6个粗细的粗。好，谢谢。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去成全人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道亲会讲说，他会看到一些什么景象那碰到这种道亲的时候，应该要用是静静的听他讲，还是怎样？好，谢谢刘董事。好，请说。这个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很多因为现在上天大开普渡啊，很多已经有修正的他已经落入凡尘打帮助道了。那落入凡尘打帮助道来的时候啊，他又经过那个那个孟婆庄啊，把那个孟婆汤喝下去啊。喝下去以后都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忘了以后现在在凡尘呈现。那呈现以后我们要了解有一些啊，它会陆陆续续的把那个功效都又浮现出来。所以我们想去成全它，其实有时候它的程度都比我们高了。所以要了解说有时候是要被它成全的。所以或许都讲说我们一般呢就是要真正的实际的对真理了解，然后要成全众生呢，就是要让它产生对成佛有十足的从内心产生的那信心，这样才算是成全众生啊。不然或许都讲你跟他通知说我要去你家跟你聊一聊天，他还要赶快打扫家里面打扫，然后我赶快去买水果，然后赶快切好，他等到你来，然后你坐一坐讲一讲话，屁股拍一拍走了，他还要再收拾啊，这个哪算成全？给人家找麻烦，对不对？所以就是要透彻了解真理可以引导他走到见性成佛，这样才叫成全众生啊。那假如说他有讲他的经历，我们也这个清心篇，看他的经历啊，他是已经全部恢复了吗？还是呢只有一段？他可以帮助他引导他。那假如说我们本身有经历啊，所以有看到这个天堂景象，看到我们自信之光，这个都是给我们信心啦，不要住相，一住相呢就进步不了，就会阻碍啊，所以了解说你信心够了佛菩萨不用现象给你看，你都自己有那个修道的信心。那就是因为你在摇摆信心不很够，所以佛菩萨呢来显现给你看安尼啦有好无爱修无我看到确实有影爱修那个是给我们信心的。还有3分钟。刘讲师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刘讲师。你说。一贯道法门是内外功兼修，
那内功不足，回避修炼100日，能否补足而成否呢？可是外功具足，绝缘的时候，有些浅显功德也是很大，甚至大仙菩萨果位。请问这是100日修炼的功夫吗？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内外功呢，全部呢都要修了。内功当然是我们内圣，外功呢是外王。那我们呢要了解说，因为现在上天大海普渡对我们众生呢都是没有真正的行了很多的一些功德让我们能够得到，让我们能够受记就是可以成仙做佛。那我们呢在生的时候就是要努力，要努力去做自己内圣要修好，然后外功呢就尽量有时间呢度化众生，使所有众生也都成就。那呢有一些我们要了解说自己说我修不好，我等到回去去100日再去补修，那个心那个心态不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很努力就在凡尘就一心笃定的去做。然后呢，所有修正回去的他有封一个果位那个是循循善诱，循循善诱。因为在凡尘毕竟还有很多他的那个道亲，他的祸邪在看着他，懂意思吗？所以给他一个果位，给他的一些祸学道亲有信心，他呢修正一定要在凡尘。他很多啦这一些呢，我们了解说回去的这些大仙呢，他们在凡尘那个努力都值得我们效法，都是很努力可是那个都还不就见，都是呢有那个18000的逍遥，可是往后呢还要一样还要再落入轮回。还有时间到了，下课。这个佛学三道天师的老千见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这个信心明各位都听懂意思吗？因为刚呢有一个先贤跟佛学讲说呢那个净足能成没有解说了。上个礼拜我们没有解说这一句吗？有没有？有，知道意思吗？那个我们了解那个见就是外面的那个形象，那个就是见。那个能就是我们心识的功能，心识的功能。所以我们呢从那个第一句能由见昧，我们心识的功能由呢这个外面的形象外面的形象假如说没有形象的话，我们心识功能呢它就不会有作用。所以那个能就是心识的功能，见呢就是外面的那个形象。那么第二句那个见足追逐的那个足，那个就是随着的意思，就是你外面的形象会随着我们那个心识的功能，然后成就是不见的啦外面的形象随着我们心识的功能，然后不见。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很多呢都是我们有心的时候显象才会呈现。有心的时候假如说呢我们心不在焉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每一个字它都有含义在，所以我们就这个仔细来体会那第二句那个见足能成
就是境啊，随着那个主追逐呢，就是随着了随着我们的心识功能，然后不见。我们的心识功能没有心的话，境啊，就没有了，就没有境。所以呢，境啊有能境，就是外面的形象啊，因为有心识的功能，所以才会呈现所有的景象。这样了解意思吗？一字啊一字拢有伊的意思伫啦那么能有见能那能就是心识的功能我们心跟认识都是因了有景象，我们心识的功能才有作用才有心识的功能。这这个能跟见了解了吗？知不知道呢？因为刚后学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前贤呢跟后学说，那个境主能成不知道他的意思要后学说在上课的时候在解说，那懂了没？就是境外面的形象会随着我们心识的功能，然后不见了就成就不见了。那么意知两段言是一空，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吗？还没有所以这个两段就是两边我们要知道这个两边原来呢都是一都是空，两边就是善恶阴阳，所有凡尘呢都是两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意知两段言是一空这个两边呢全部都包含在一里面，它都是空都会无常变化所以全部都是空一空呢同两这个一就是道，所以我们知得一万事毕这个一呢就是道那么一就进入整个都是空。我们呢在修道的时候对这个空呢是要透彻认识。我们佛性呢还没有启发，那空间这个空是完空空中没有东西啦。那我们已经呢认识佛性已经把它启发跟空合在一起那么这个空叫真空，空中有佛性在真空真空妙有有没有形象就叫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真心佛性它没有形象，所以呢也是用空来这个代表。可是我们就是要知道讲空的时候就要看我们对那个佛性的了解程度。假如说都还没有没有认识佛性也没有启发，那么这个空间都是完空，是什么都没有。这样了解吗？各位前言的空是真空还是完空？是有一点走入真空可是都不敢肯定，不敢承担启发佛性没有？启发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很关紧要。所以呢或许会一直说我们呢一念都放下了，一念不生那个剩下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就是这一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在成佛所以只要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体会体会了以后，我们要把它呢培养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很陌生不认识不认识自己本来面目不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很陌生。然后呢我们
已经体会，体会了以后一定要时间把它拉长，要让它呢这个时间久一点，然后时间久一点以后，那个奥妙就会发生，就是有般若那个妙智慧，从我们的佛性本体产生智慧，所以般若是这样来的，不是我们落入凡尘学的，不是在现象学的，那是佛性本体具备。他说一定呢，各位要把那个观点放下，一念不生呢做得很熟悉，时间呢要长，这样的时候就有那个般若。那般若有了，我们本身就具备了智慧。那智慧有了，我们佛性本体的定就会呈现。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可以说那个定都不见了。我们一般的这个社会人士呢，都是神散，我们的精神都很分散，所以没有定力。那我们修到了以后一定要培养，那从佛性本身呢产生的定力那个才是很强的定力。那我们呢有定力了以后这个做事情就会井然有序就会头头是道，处理轻重缓急我们都呢处理得很理想。那假如说我们定力不够会手忙脚乱，会破坏这个事情。那我们从佛性本体产生有般若妙智慧，然后有定力，然后互相呢帮助，定力越大智慧也越多。这样互相帮助，所以我们了解说，启发呢，我们佛性本体是很重要，因为呢，这个，就是成佛的，那个，因，佛因我们已经找到佛的果位就一定会呈现，所以呢，我们讲到说，一空同两，就是一，一呢就是道，然后空真空妙有，包含了所有凡尘的一切那个同两就是两边都全部包含了在一里面，包含在我们真空妙有里面，所以一空同两，其含幻象，它呢这个一就是道，空就整个都是真心佛性，所以它其这个跟呢我们佛性相等齐，含着万象，所有万象呢都在我们性分之中，所以整个山河大地也是从我们佛性生发出来，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呢才有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我们就在呢六道轮回里面一直在轮回。都没有研究真理所以没有回到我们本位。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努力能够研究回到呢，我们本来都是佛每一位前贤都是佛，所以一空呢同两，其含万象，万象呢都是我们性分之中呢所呈现的，所以都是在我们本性不是呢心外的东西。都是我们心内的东西。那么不见经出呢，灵有偏导，不见，就是呢我们不要落入那个分别心，所以不见呢精，就是很精细，然后出就是那个很那个比较粗陋简陋所以我们呢没有那个好的跟坏的分别心不见呢那个精出都已经呢不落入分别，不起心动念不落入分别。那不分别以后灵有怎么会有这个偏执我们偏到一边，然后那个党就是取舍那个党我们就是了解小团体就是党，
就是我们有喜欢讨厌呐，有喜欢讨厌的，就叫呢，偏打。假如说呢，已经都不见精出，没有分别心，然后我们就没有喜欢讨厌的取舍，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比较那个意思比较隐晦，无讲遐清楚啦，就是那我们要了解，但就是要了解说呢，已经没有分别心了以后就没有那个取舍。没有取舍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佛性的本体。那么大道体宽无益无难，这个大道我们要追求的这个道，在我们呢本身来讲，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这个大道呢体宽非常宽广已经呢这个冲晒整个宇宙虚空，所以非常宽广大道呢体宽，无益呢无难它呢不是很容易，但是呢也不困难，因为我们呢有时候的认知不同所以会有这个偏差。那只要呢我们认知都跟真理相应那呢整个呈现就是道。我们在凡尘生活呢整个呈现全部都是因为我们在凡尘都是用我们六根，然后对六尘产生六识，都是用四心在生活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喜欢讨厌，很强烈的那个喜欢讨厌。那因为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因为造业就要受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大道体宽不用呢分别心，然后呢全部生活之中都是呢我们真心呈现所以不是很困难也不要把它认为都太容易它刚好是中道这个无益无难。那么小见呢无以转急转迟这个小就是我们那个狭隘小呢就是狭隘我们的见解很狭隘的话那就呢会自己障碍自己就没有办法呢跟那个大道体宽这个相应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能狭隘的见解那个小见就是狭隘的见解那无以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产生这个怀疑，所以这个怀疑是造罪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怀疑自己不肯定。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相信呢本身就是佛向内追求求佛呢一定要向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心来求才会成就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一种那个怀疑的心各位对自己的佛性怀不怀疑？不会的就是要相信自己所以那个信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很重要那我们的信不要相信到外面去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要相信自己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呢不要有那个怀疑的心，因为怀疑就颠倒颠倒以后我们就放逸，放逸呢就无明，无明以后就悭贪嫉妒所以怀疑引起的都没有好事，都是坏事那我们不要怀疑就是相信自己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没有怀疑。那转急转迟就是我们越要认识这个真理，很急着想要了解，那这样的话呢就越不容易进入所以我们要按部就班要水到渠成
只要我们肯在日常生活之中啊，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肯做，不用急着呢，要呢透彻的，整个啊那个真理都呈现，不用急啊，越急那就越慢。那我们按部就班就会很快。像我们这边这个还不到1年的时间呢，进入的状况都蛮理想，都能够呢，听懂这个心理心法，对这个心性啊了解，明心见性，虽然说还不是很透彻啊，可是整个轮廓啊都已经呈现，有没有呈现啊？还是信心不够，有很小声啊，要再培养，培养啊对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这个知觉性就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从自己本身呢，相信自己。那么实知啊，失度，执着，我们这个要知道不能固执。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有这个已经呢知觉呀，是已经错了，我们要有勇气呀，去改过。人啊难免都会有错的时候了，像那个护圣颜回，他也都会有过错，可是呢他的告诉我们呢就是不贰过，就是一次错没关系啦，不要错第2次，就不贰过，然后呢不迁怒，这个呢别人对我的侮辱啊，不把它转移到别人身上，所以那个护神告诉我们，不贰过，然后不迁怒，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不要执啊，不要固执，因为这个佛啊，释迦牟尼佛阅读迷心呐，悟道的时候啊，他就讲说，奇哉奇哉啊，大地的众生啊，皆具备了如来的智慧德性啊，只因为妄想跟执着而不正等，2个啊，一个是妄想，一个是执着，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固执啊，我们的固执啊都是蛮深根蒂固的，各位对自己的那个固执啊认不认识？深还是浅？深啊，所以我们了解择善固执还可以啦，那假如说我们知道已经不合真理还固执，那就不行了，所以那个执啊，假如说我们固执的话，然后就会失掉那个真理的法度啊，就已经呢会这个害我们自己本身啦，所以呢不要固执，错了没关系呀，要有勇气嘛，勇气承担，说错了，然后呢走回到正路就好了，所以直知失度呢，必入邪路。假如说固执自己的成见还自以为是的话，那一定呢会走入那个不正确的道路，邪路啊，就是不正确的道路。妄之呢，自然体无啊气住，我们要把它呢，妄之自然，这个让我们回归到真理，把它放的。好像我们在这个呢日常生活里面呢所有的念头啊也都把它放下，我们呢都摒除所有自己呀以往的那一些习惯性，我们都把它放，能够呢放了以后，它回归到真理，就自然，所以呢放之啊自然，能够呢融入这个真理。体呀无起住，这个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佛性本体呀，它没有去，然后呢也没有住，这个体呀它没有去没有住，我们这个知道呢，佛性的本体啊非常的宽广，尽虚空啊遍法界，
冲晒呢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啊是我们如如不动的那个真心佛性，所以啊体呀无去住，没有去，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本体，然后呢也不会固定啊在一个角度，无去住啊，任性啊而到，我们呢放任，把我们所有的一些自己的知见，都已经呢，能够呢把它呢，这个放下了，任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就能够跟道相合，所以任性，随着呢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就可以跟道呢，相合，逍遥呢，绝恼。就可以自在逍遥，能够逍遥，就没有那个懊恼，就把懊恼全部去掉了，绝恼。那么细念呢，乖真呐，分成不好，细念呐，就是我们这个绑住啊，这个细呢就是绑住了，绑住啊我们念头，细念呢就乖。跟你那个真已经相违背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那个心是很逍遥、很活泼，它不能呢把它呢绑住了，所以不能续念。了解这个意思吗？文字是不困难，可是我们做起来不容易呀，因为看我们用什么角度来。这个对待它，假如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对呢，一定呢，我们对凡尘事都有某一些的爱好，也有某一些的那个就是坚持那假如说我们呢，一直细念，说绑住这一些念头，那么就会本来我们那个那个心它是非常的逍遥自由，可是因为我们细念就把它呢绑住了，那绑住呢它的角度就变得很狭隘，就变得很窄了，不宽广。所以呢，我们假如说一直在细念，各位浅显问题你不了解？真的了解吗？可是或者讲另外一个角度假如说我们开始做万年放下，不是很熟悉要不要细念？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刚开始做万年放下，不很熟悉的时候一定要细念，要把我们所有的那个万念都让它只有一念，叫做万念放下。只有这个念头，这个叫细念。已经呢把念头集中在这个上面。有什么呢都去掉，就只有这一个。细念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一定呢要绑住自己的念头在这里。那只要我们肯用心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性。那变成我们的习惯性连我们睡觉做梦的时候都会讲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连睡觉都会自己告诉自己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有没有这个情形出现？还没有可见都还不够用心。你看我们那个立清口那个表一升天那个晚上那个睡觉做梦的时候梦见我们亲友请我们吃那个分的东西我们都会说不可以，我已经清口了。你看那个很强烈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在意，很强烈。那我们呢做这个功夫要跟那个一样。就跟我们呢立清口那个烧表文已经表文升天了，我不可以再违反，那我们
要把它融入我们那个第七的莫那识，叫潜意识啊。潜意识里面啊，都有这个观念，都有观念放下，一念不生，在潜意识啊，第七的莫那识叫潜意识，也是我们的意根啊。我们日常生活只要我们皱起眉头在想，那个都用第七的莫那识，那个都是在用潜意识，比较深的，那个第六的意识啊。比较粗浅，第七莫那识啊，就很深了。我想想看，那个皱起眉头啊，在想，那个都是第七的。各位有没有用过第七莫那识？都唔捌想代志啊。我们在想事情啊，很深入的在想的时候啊，都是用第七的莫那识。就是潜意识啊，一般阿赖耶识啊叫含藏识，含藏三恶种子，含藏，第七呢是潜意识，我们呢很深的那个意识，那我们平常啊都没用，都用第六，第六的意识啊，就是粗浅，我们日常在用，马上看马上知道的，那个呢是第六。第七啊，就是我们用心的。那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啊，有一些啊，就是要让它进入第七的莫那识。我们呢让我们那个很强烈的那个欲愿啊，都在那个潜意识里面啊，它有都在，它会自然呈现啊。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啊，那个第七的它就会呈现。各位认不认识第七的莫那识？潜意识，可能都是日用不知啊，有在用他们怎样只要我们皱起眉头在想，那个都是第七啊。各位都没有用那个深深的那个皱起眉头想事情吗？有，它有就是了啊，那个就是第七的莫那识啊，就是潜意识所以我们呢要把那个很重要的信息呀都进入了我们的第七莫那识让我们呢这个连晚上睡觉啊都一直在做功夫啊，万念下一念不生，万念下一念不生。这样会不会？想不想做啊？看起来意愿都不高。假如说肯做的话功效会呈现得更快因为呢在白天呢我们还可以有意志来帮助。那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有那个第七的潜意识来帮助，那更快那个修的会更快。人家已经经过2天的修持了，我们1天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全部在做，这样会不会？没在想啊，你想讲唔要不会。所以这个修持呢，在我们自己本身来讲都是呢要自己啊去经历去实践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这个呢对我们这个有帮助的都是要自己做所以细念会乖灯它违背那个真理这个是说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跟我们努力要修道不一样，那个角度不同所以呢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需要开始的时候细念熟悉以后就不用像我们呢这个学开车或是骑机车啊，开始的时候啊，是不是都是要细念，对不对？要什么动作都先在脑海里面想好的，然后再落入我们手脚，对不对？那个叫有为啦，有为细念。
然后呢，我们已经呢，这个已经开了几年车，骑了机车也已经几年了。那要不要再训练？背起驾驶座都样开啊，对吧？一下开都样行，对吧？那个都不用再训练的，这样你要意思吗？我们从呢有为入手，然后到无为，所以边的训练真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会呢跟那个真理相违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那个训练会违背真理，然后呢底下接着就会昏沉，昏沉不好，就是没有利益了啦。各位先生，我们为什么会昏沉？为什么会昏沉？昏昏沉沉的。所以或许之前讲说，我们人是半阴半阳，对不对？当我们的阴很盛的时候我们容易分成阴各位知道吗？阴阳我们呢要了解说纯阳就是佛菩萨已经仙佛了，纯阴呢就是鬼啦就是在地里面黑暗的，所以我们人刚好一半一半一半阳一半阴那各位前提是阳多呢还是阴多？还一半一半我们要培养那个阳要把它呢培得很充足那也培得很充足的时候我们精神会很饱满。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心容易外放，就是很喜欢呢外面的景象那个心外放，会把我们那个身上的一些阳都用掉所以就会昏沉所以昏沉不好因为接近那个地狱鬼所以昏沉不好我们就日常生活就要培养那个负面的那个心里面骂人的也不要有。各位有没有在心里面骂过人这个倒是比较诚实的，一定会有啦。心里面骂一骂就舒服了那个很容易解决啦骂一骂就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个昏沉就是我们的那个阴比较多不好不好呢劳神就是我们这个很劳碌我们的精神。那为什么我们劳碌精神？就是呢太投入完成事完成事我们太投入的话那就会呢这个劳碌精神就会昏沉了所以那个呢这个不好呢劳神各位日常生活之中呢，重点都放在什么地方？重点找不到了。我们把重心生活的重心放在哪里？是放在修道吗？没有怎么没有人放在修道？都放在生活上吗？都放在吃饭睡觉。那一生很快就够了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我们都很短暂不过100年而已，很短暂所以一定呢我们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而且要很明确而且要立志长那个志向要立得很长
不要常立志了，要立志很长，一立了以后啊就不再变，然后呢努力啊去实践，去做，实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那个呢，自己的那个意向很重要，只要呢我们肯，在呢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啊，都一直啊发挥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一直啊都跟佛性本体一起，这样我们培养那个德啊，培养那个德啊，就会很快。所以我们现在凡人啊，这个德都不够了，培养那个德啊，不够。而且现在人讲话就是很容易出口，凊彩讲的啦，所以都把那个德啊，伫咧厝里拢凊彩来用起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我们都会讲说留一点口德啊，有没有？我们听人家讲话讲的那个太刻薄了，我们都会说，哎呦，你嘛老点嘛口德嘞，有无？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啊，不符合真理的就不要说，讲出来都符合真理，所以我们的心念啊，不起心动念，然后又跟呢时刻刻啊跟自己的佛性在一起，就是回光返照，又呢能够有平等心，这样呢这德的培养就会很快，各位就是要了解这个德重鬼神亲，有没有听过？你假如说呢这个德你都培养，鬼神啊都很钦佩啊，鬼神都钦佩，那何况是人，一定也会钦佩。那我们现在人就缺少往这方面去努力啊，就会觉得说那个又看不见，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培德。我们佛老师也叫我们培德，有没有？就是我们要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认识，然后呢，从佛性本体培养，然后呢，我们都有利益众生，又不记在脑海，实际的去实践帮助众生，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努力。也能修正都能够有信心成佛。有信心了没？那不错呢我们都还不到1年的时间呢，信心都培养出来了，相信呢自己可以成佛，所以呢我们自己努力那一种那个昏沉的情形就会消失。那么何用呢？修亲就是呢，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疏亲就是分别心那个对自己亲人较好咧，那迄个拢无实在拢卖惯那个呢就是疏远跟亲近，就是分别心那我们的分别心也都有，而且还蛮强烈的。可以没有分别心这个没有分别心才奇怪了所以这个一般都正常的有那个分别心，所以呢我们呢走入真理走入真理了以后那个慢慢分别心会淡薄会消失，那几乎都没有分别心就证悟可以成佛了所以呢不用那个修亲。那么意取一圣就是我们呢要取这个一圣，一圣呢就是佛圣就是我们希望都能够成佛所以各位姐姐要了解说，我们呢看佛经里面它都有那个下圣、中圣、上圣，然后有最上圣，有没有？非常多的名称那佛会讲说唯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有没有？
没有听过吗？比较少接触的所以各位学员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下圣、中圣、上圣啊，那是一个引导法门，善这个循循善诱引导的法门。因为假如说都没有接近这个佛道都没有接近，那没有接近一下子你要到达最上圣他听不来，接触不来，所以一定要从那个下圣开始。那么下圣就是敲打念唱跟他讲说诵经功德很大，有没有？那从经典去接近这个佛，接近道那因为他听到诵经功德很大他就会来诵。然后诵经了以后，再把它引导到中圣。那中圣就是术流动静。术就是学法术那个流就是观天文地理，动静就是打坐了。那个属于中圣。然后再引导到上圣。上圣就是心理心法。心理心法就是上圣。然后再引导最上圣。最上圣就是成佛啦，所以这个一圣，欲求一圣，这个就是要成佛的，从下圣、中圣、上圣到最上圣，这个全部都是一佛圣，有了解的，所以全部都叫一佛圣，都是要众生成佛啦，只是程度不同，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内容来引导众生，所以我们一取一圣悟六尘，就是悟讨厌不要讨厌六尘。各位对六尘讨不讨厌？讨不讨厌？六尘知道吗？什么叫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所以这边细心明就讲说，欲取圣悟六尘，不要讨厌那个恶那个是讨厌的意思不要讨厌六尘，就是我们凡尘的这个六尘不要讨厌。我们在凡尘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我们开始这个修道，就是要认识所有的万象，万象都虚幻不实在，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假的，先知道，我们知道以后不住相，不住相以后就可以了啦，对那个六尘没有说进入喜欢讨厌，那只要我们不进入喜欢讨厌，它就已经是存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真理很奥妙我们的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那本来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所有风土本身都没有知觉性那我们的佛性它没有形象。那现在刚好把天地的这风土跟我们的佛性把它合在一起，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现在已经变成有。然后我们佛性没有形象，现在落入身体已经有，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住相的话，住在形象叫一假一切假。那我们一走入佛性叫一真一切真，这样知道吗？我们是着重假还是着重真？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修道我们就了解到说，我要走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现在呢，真心佛性在我身上，就是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它就是佛性本体。它已经是佛性本体了。那我注重佛性本体，我就不注重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那所有宏图我就让它归还所有宏图。我注重佛性，因为我们在凡尘你注重一个你就会重心都放在这边。那我们已经注重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会照顾它，让它都不沾了一点尘垢。那假如说我们是注重在完成的所有宏图，那就现象。那身体的现象我们就去追求身体现象的享乐。身体现象的享乐叫做五欲乐啦。五欲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个。这个五个五欲。我们呢面对眼睛面对就是形象，色，然后耳朵呢就是声，鼻子呢就是嗅，就是闻嗅，然后嘴巴就是吃，然后身体就是触摸，所以这个叫五欲乐。那凡尘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呢追求的就是这个感官的享受啦。所以看看我们前道我们都知道假如说让我们赚了很多钱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有社会人士都会讲去找回分别，有没有？知道意思吗？那个是不是一掷千金？很辛苦赚的钱在你去享受你的那个触身体的接触那个时候你用钱是不是用得很阿萨里？有没有？我们这个钱刀都是很魔幻的，所以都唔办，都不会啦，都是标准的。可是社会就不是这样，他只要有一点钱他就会享受去感官的享受，就是那个身体的接触。身体一接触以后他那个用钱很辛苦赚来的钱就很容易就用掉了。那个呢叫五欲乐啦。所以凡人他就是说，来的是要享受就是在讲这个啦。那我们就了解说，他是拿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把它拿来用。然后去享受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是所有宏图在享受了。可是佛性在造已经被他弄得五颜六色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凡人呢是聪明呢还是很笨？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我们竟然要让他去享受。是不是都这样？我们社会的现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要做那个行业你让人那个感官享受的行业是最好赚钱的，对不对？最好赚钱就是感官享受了，那个呢都是造罪，而且都是蛮重的，造罪。然后等到有一天一口气不来了，看一看我们这个身体的所有宏图就要还给所有宏图，那谁要来承担这一些罪过？就是佛性他可不可怜？他没有办法参与那个策划。我们要策划说去享受的时候有没有跟佛性稍微讨论一下？拢无爱管伊对无？迄拢无解摆伫迄个台面上，伊迄拢
无管理的啦，是不是这样？佛性可不可怜？很可怜哦。他拢不爱跟我参详，做拢叫我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真的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就是要选择要来佛性不生不灭来当家，然后主要就放在佛性本体。那身体的所有宏图我们把它这个调和就好了啦。这个四大我们把它调和就不会生病就好啊。然后我们已经全部都注意在佛性本体。只要我们注意在佛性本体，你看我们会让它沾得污垢吗？绝对不会。那你看是不是已经修成了？成不成？就已经修成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拢竟然来感官享受，唔知讲那是天地物质，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那个是没有知觉的没有知觉就让它回归到没有知觉然后有知觉的，我们把它修得很灵敏自然就成就，都已经恢复本位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认识啊，安尼认识了没？知影了身躯是天地物质我们都不能赖皮呀，总要还的，要不要还啊？一定要还啦咱若讲食较济岁即马是100岁，咱加100、200，嘛是都爱还，对不对？一定要还给天地的啦，不可能说我们拥有而且我们就看一看社会现象，那吃到几百岁你看那个行动都很不方便，羡不羡慕？真的不羡慕嘞这个都是受苦啦，这个那求长寿求来受苦啊，受不受苦？很苦年岁一大了那个器官都老化了它都已经不行了，走路都很困难，真的唔免欣羡，那各位要欣羡什么？都没有啊，无欣羡什么啊？无欣羡做佛，有没有？对啊，能够成佛是最好的啦。你看都已经脱离生死了，然后千百亿化身，然后呢无限宽广不只有娑婆世界，我们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所以爱欣羡欣羡做佛要努力啊，这个是要努力可以到达的只要呢在日常生活里面都跟自己的佛性在一起，然后呢请自己的佛性当家来指挥呢我们的视听联动，全部都佛性在指挥。这么久了已经9个月10个月了佛性当家了没有啊？拢念在嘴内呢有啦，要互伊当家，也未管理，也未刷互伊安尼对不对？还在理想阶段，还没有实现所以就是要看阿萨里好，让佛性当家感官你就退位这样才会成功不然那个感官很强的你闻到好气味的时候吃一定要吃，本来肚子不饿啦鼻得冰胖巴肚就要爱吃又是感官在当家所以就是了解到
真正的呢，已经呢重视佛性本体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再回过来看的时候啊，因为山河大地啊，是我们一念妄动它才呈现的。它所有的万象也都从佛性我们那个包含佛性包含万象，万象呢都在佛性之中。所以等到我们已经了解真理了以后啊，我们不讨厌这个六尘，就是这一些啊色声香味触法，我们都不讨厌啦。我们知道呢，它全部啊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全部都是功能作用。那既然全部都是功能作用，那我们就不用喜欢，也不用讨厌。那不喜欢不讨厌，就可以进入没有分别。那既然没有分别，就证悟就成就了。所以这边呢就跟我们讲说呢，欲取一圣呢，恶恶六尘。就是不要讨厌恶那个恶就是讨厌的意思啊。不要讨厌六尘，六尘啊不恶，还同呢正觉，那个六尘不会进入那个我们讨厌的那个领域里面啊。它就呢跟我们正觉一样。所以或许讲到这边呢，讲另外一个让我们也可能会有比较会深入的因为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有讲过跟那个舍利弗讲，他说千年的暗示很黑暗的那个房间他已经住了1000年他不愿意离开可是假如说我们点灯一灯可不可以破那个1000年的黑暗？可以他不离开要不要离开？那佛就接着问请问黑暗跑去哪里？我们一灯一点了以后它黑暗跑去哪里？跑去哪里？那我们点灯那个光明对不对？请问那个光明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很有意思不像后续从基隆来那个光明不是从基隆来，从哪里来？所以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那个舍利弗讲说那个来无来处，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光明你点灯的光明，那个光明没有地方所在，它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它不是从哪里来。然后那个黑暗它去无去处，它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这样你的意思吗？那佛就讲，既然来没有来处，去也没有去处，叫做常住。常住知道吗？常住叫做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这样知没？所以你看他就把光明把黑暗是不是融成一体？所以你一知两断，还同一空同两，这样了解了没有？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叫做常住既然是常住就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
六尘啊，不二，还同正觉。六尘啊，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你也体会呗？有没有？因为凡尘啊，都是假象，都是假的。可是它从哪里来？一样，就是来无来处啦。它不见的时候哪里？又是去无去处啦。是不是都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还同正觉，怎么会六尘跟正觉啊？相同，就是这样，这样就知道意思了，知道了没？所以我们要就是了解到像我们人啊，都有一个来的地方所在，然后回去也有个地方所在，对不对？这样就是生灭啦。那我们在现象之中看，因缘际会，缘际则生，因缘际会才产生啦。又一得来，没有来的地方呢，来没有来处。那它消失的时候要去哪里？去又没有地方所在，去无去处，没有地方所在。既然来也没有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地方所在，就叫做常住。所以世间相常住，世间的形象啊，它拢常住，拢无变化了，就是不同的。这一下子又拉得太高了。本来还在跟我们讲说万象都是假的，不要住相，这一下子全部都是真。这个一真啊，一切真，真一真法界，在讲一真法界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世间相常住，最高的佛法，就是这个样子，它没有变化，常住的真心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你有了解没？所以或许会说，了解才奇怪。要一段时间啦，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真理啊，我们接受，然后慢慢的我们自己本身去显示，实际的去做，然后实际做呢，我们会有体会，然后体会了以后，我们再来听会不一样。那假如说我们假如说对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不认识，那我在讲真空，我在讲妙有，敢听有？听无嘛那会讲真空，空中有东西啊，那有康康啦，那个叫完空。那真正的我们说已经呢把佛性都启发了，跟空间融合在一起，你看好多声我们都听到，对不对？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是了了分明的知觉性，是不是真空？空中不空，有佛性在，所以空间发生事情，我们都知道。就已经走入真空妙有，很奥妙了。我们是日用不知，日常在用可是不知道。那我们现在研究，知道了。说我们的佛性啊，这么宽广，而且又如如不动，如如不动的用那个赵信熙的原理来说假如说我们佛性是动的话，那我们看到景象都模糊不清了。就是因为佛性如如不动，所以看到景象都很清晰。你头转得快，也一样看得很清晰。你到哪个地方呢？因为冲在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或者在基隆也有佛性在来台南嘛有啦，这样知道吗？我不是讲把佛性给人带来，不用带了，它本来就在。纵然更远一点，到美国去，到中国大陆去，一样都在，都有，都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这样了解吗？所以就是要研究，一研究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就透彻了。
哦，然后呢进入的那个就不同了，不同世界，已经呢很宽广。那现在人为什么都会有那一种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就是心胸太狭隘。假如说我们走入那个真理世界这么宽广，哪会忧郁，哪会躁郁，都不会啊。所以以后有遇到那个亲朋好友有那一种倾向说忧郁症要产生，你就要说来研究心理心法就好了，就不会了。心宽广了啊，他或许就讲说，不然的话先去做义工，去给那个幼稚园啊，还是那个小学那个低年级的去当导护引导保护他们。那你看他那个小孩子很可爱，尤其那个母亲为了省钱去买那个背包超过他的那个身高，超过他的那个体宽，然后背起来他要走得很有精神。会忧郁吗？你会笑得不得了哪会忧郁？不会啦。所以把自己的生活那个世界啊宽一点那个症状就消失，那个不用吃药了那个是精神方面引起来的，我们从精神去治疗一宽广了就好了。所以那个有忧郁症、躁郁症，你就叫他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他那样做的时候你看会忧郁症吗？我们做万念放下有忧郁症的呈现吗？是不是绝对不会？只要肯努力做那以后也不会老人痴呆啊。不然你看我们辞掉小孩子，然后辞掉老人痴呆，中间才几年，太短了，对不对？那我们努力修持的时候脑筋都在用，有没有用啊？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很灵敏的那个脑袋瓜，那个灵台，很清，很清净的，怎么会老人痴呆？不会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怕我们用错方向，胡思乱想的话他就会。生活之中都一直胡思乱想，老了以后就会老人痴呆。为什么？器官老化。那或许一直在讲，我们起心动念就是业，造业。那不要造。一起心动念了，我们就把累世所有的那个因都拉来，我们要去接受。那我们不要全部呢当一个很空闲的修道人。我们那个永嘉大师第一句不是讲吗？经不见有没有？还记不记得？现在记弄个好啊，蛮快的。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努力走入真理世界。所以这边就讲说呢，那个六尘不二，还同呢正觉，就是呢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是一体呀，都是同体，所以还同正觉。那么智者无为与人呢智福。有智慧这个智这个智者无为，就是呢无所作为啦。这个无所作为就是全部都是从我们佛性发挥出来。这个无为不是说不做了，而是说自己没有落入那个企图，没有自私，
而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该如何就如何，所以无为就无所不为啦，所以很宽广，所以智者无为，不落入自己的私心，然后也没有企图，这样呢就叫无为，那无为就不会造业啦，不造业不用受苦，不用受苦要解脱了，所以我们要解脱，要自己努力。那么以人呢自负，这个没有这个般若妙智慧自己绑住自己，我们有没有绑住自己啊？有没有啊？在生活之中，很肯定吗？很肯定都绑住了我们多多少少啦都会有自己会绑住自己自己会障碍障碍自己，所以我们了解说呢研究了以后就把它解开那我们没有研究呢会绑得很厉害。那么法无义法妄自爱走自己爱找了，这个法就是呢要我们成佛的那个方法，法就是佛啦。因为我们比较少运用这个文字这个法比较少用。那假如说呢我们这个佛经时常会这个看的话，会呈现这个法的文字所以释迦牟尼佛都鼓励他的弟子就是要观察衍生的道理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这样连起来了没有？法是什么？法就是佛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法我们呢说皈依三宝就是佛法身那佛法身呢都在我们身上佛呢就是佛性本体，法就是般若妙智慧，然后身就是我们那个行为动作佛法身一体都在我们身上所以不用向外追求都是向我们自己本身像呢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是佛，然后呢发出来的般若妙智慧是法，然后呢我们有行为动作的那个叫身，所以佛法身呢拢伫咱心上所以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伫咱的心上，不用皈依外面外面那个都不切实的切实都是在我们身上所以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法法呢因为佛修法然后成佛，然后成佛以后讲法给身修所以佛法身呢就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法无异法，没有不一样，没有两个全部呢都是要众生呢都是要成佛的，所以法无异法。然后我们在开始修的时候就不执着了那个因为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已经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只要我们呢肯努力的去做已经没有法执没有执着法。然后我们呢在凡尘会有很多教人说有什么法给你做给你修，那个就有法执啦。那有法执就不成就，成不了佛啦所以我们开始就把我执去掉，把法执去掉，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就已经成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开始入手修的时候就已经是最高的法门就是成就的既然没有我执了，没有法执了，就是成佛。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学有法
那个有法，它就有持啦，它就还没有成就，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开始啊，就走路啊，法无一法，没有，然后呢，妄自啊，爱走，还得早已那我们自己早已形象了，所以呢，我们自己呀，都不真确，不真的，那妄就是不真，我们呢都自己呀，会啊，这个产生啊自己喜欢的，自己啊有那个喜欢讨厌的，那个叫妄自啊，爱着，我们呢自己呀，会着一相，自己啊会有喜欢讨厌，这样了解意思吗？将心呢，用心呐，起灰大错，我们呢，一般呢都是这样，日常运用已经就是了，当下呢就已经就是了，可是我们都还在找了，那个叫将心用心。各位有没有在找佛啊？有没有？这个叫未央引，不知道要怎么回应。所以我们本身就已经是佛了，然后我们就向外找佛，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这样，那个叫做将心呐，用心。已经当下就是了，像我们听那个张轴秀才悟道记啊，有没有？那个趋向真如啊，意思学，各位都了解意思吗？因为当下我在真如之中啊，那我们要趋向真如，是不是已经呢？就变成学了？了解这个意思吗？看起来好像很生疏的样子呢，是拢无咧听呢。要自己呀深入为什么那样说？就是因为当下就是真如，我们要趋向真如，它都已经是啊，你哪要个趋向？本来是就已经变不是，所以这个精心用心呐。已经就是自己的真心了。咱今晚要过来找心，它是不是变成假？把那个真就变成假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凡人时常会遇到这样，都已经是了，然后还在找，将心的用心，起灰啊大错，就已经错误了。可是这个大错自己都不知道了，看你都唔知唔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日常所用的都已经是了，不用呢再找，另外找。那么迷生呢，激乱呐，物啊，好恶，这个迷昧了以后啊，会产生啊，那个急乱，迷呀，迷昧的时候啊，它会产生呢那个急乱。这个急呀，就是孤寂。孤寂，各位知道吗？我们在生活之中有时候都会遇到是一种这个现象，就是那个孤寂的那一种情形啊呈现，那个已经呢比较我们说呢生活没有安排的很那个充实啊，那个孤寂呈现的机会啊就会很多了，所以我们呢因为啊不了解到真理迷才会啊有那个孤寂因为迷啊才会有那个散乱，所以迷生啊急乱，孤寂啊跟散乱。那我们的社会人士呢，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字代表急乱，都心不定不稳定都会呢这个急乱。那么领悟以后啊物无好恶，我们领悟以后啊
就没有那个喜欢讨厌啦，所以我们知道在凡尘就是要用一点心来领悟这个真理，领悟了以后就不会喜欢讨厌，不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造业。那么一切两边良有真浊，这个两边就是互相对待，对待的两边一切的两边都是从那个真浊，都是从我们的那个分别心来，我们会斟酌会分别，然后会想怎么做，就会落入一切的两边。梦幻空花何劳法周，我们就了解说一切的两边全部都是梦幻空花，所以这边跟我们讲的还是在对景象的那个认识透彻了。那对景象认识透彻以后我们就不会住相，所以这个信心明那个三祖跟我们讲说梦幻空花，完成的所有一切两边都是梦幻空花，一切都是从我们的斟酌，从我们的那个分别心来，都不真。那了解到梦幻空花以后我们就不会把捉，知道它是假的，何劳把捉就不用不用去用心，不用心在梦幻空花里面得失是非一时忘却，得失我们有得失有是非凡尘都是这样得失是非也都是两边有得就有失有是就有非所以这个得失是非就是两边。然后我们要一时忘却就是同时间把那个得失把那个是非全部都放下因为全部都是本体都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么眼若不睡知梦自除，我们眼睛假如说不闭上的话就不会做梦了。是各位要知道说7天眼睛都不闭上的话会瞎了眼睛眼睛是以睡为食睡觉的时候是眼睛在吃饭咱7天目睭拢无互伊开就闭没啦7天因为那个耳诺律它就是7天没有睡觉7天眼睛都不闭所以眼睛就坏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讲的角度是说我们不迷昧的话我们在凡尘所有一些那个不理想的那一些作为都不会呈现是这个意思所以眼若不睡知梦自主是在讲这个意思。各位体会得出来吗？还不错嘞，还有人回答嘞。因为很不容易领悟了这个眼若不睡知梦自处讲到不同的那个角度不容易领悟那个领会那个情况不容易所以之前或许在北部讲的时候这个因为刚开始接收性理心法都很生涩所以很多都会这个打瞌睡那或许会鼓励打瞌睡。为什么？因为打瞌睡不会做梦，打瞌睡不会起心动念，对不对？打瞌睡就是恍惚就是朦胧状态那个时候最容易见到邪魔
所以你有机会打瞌睡的话哦，你就好好享受。我们躺着睡好会做梦，所以打瞌睡不会，打瞌睡不会起心动念，因为没有那个心思啊，打瞌睡又是把两边呢都集中了，打瞌睡没有两边啊，会不会只走两边？你只走两边就不会打瞌睡了啦，所以打瞌睡没有两边。没有善，没有恶，善恶都放下了，对不对？都因为放下了，所以才会打瞌睡。所以那个叫恍惚啊，叫做朦胧。老子最喜欢用的名词啊，恍惚，朦胧，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一种集中的状态，中道的状态。不是坏事啦，我们都以为是坏事。高人学杜姑会做面盲，不可能嘛高人咧杜姑会起心动念，也不可能嘛是不是很理想？导师以后培养看看，在听课的时候培养看能不能够打瞌睡。还不容易呢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问呐，你没有努力听，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要相应嘛要各浅显跟真理相应，所以就要努力听，就不会打瞌睡。心若不异呀，万法一如。所以只要我们心若不异，我们了解到呢，我们这个意想心那个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所以那个心很容易不一样。那假如说心若不异心没有不一样，那么万法就一如已经都没有分别了万法一如。所以只要呢我们培养不要落入两边那个心若不异的话就是不落入两边，这个时候万法都已经是一如了。那么一如体闲悟而忘远，这个我们了解说呢一如到达一如的话那个本体就是很玄妙这个一如真如到达真如的本体是很玄妙的那个都不能够讲得出来很奥妙。那么悟而那个悟就是如如不动，你给人怪了有没有听到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你看我们这么灵敏有没有很灵敏？所以各位就了解说了了分明那个知觉性很灵敏，只是我们录用不知而已那我们这个在修的时候自然而然一直都呈现，而且很宽广只要它在哪边发生我们都佛心在哪边能够呢圆通常所以我们了解呢这个一如体闲悟而忘远，那个悟如如不动，而就是这样如如不动的这样就可以忘掉所有的那个因缘悟而忘远一如体闲悟而忘远，就全部呈现的那个万象都已经不在了，不存在了。万法其观复归呢自然我们万法呢其观就是整齐的来观照万法不落入分别啦
等齐的来关照万法，然后呢恢复恢复到自然，回归呢到这个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泯呢就是泯灭，把所有呢所有一切的对待的都把它泯灭，泯其所以不可方比，不能落入那个比对，所以我们了解法不可比一比较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假如说一落入那个生活就很辛苦啦，你跟人比生活就很辛苦了那养育孩子也是一样，你跟别的孩子一相比那当你的孩子就很苦了。那假如说让他自由发挥就会过得很如意。所以我们了解说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把那个所有的一切相对待的都把它泯灭，不要呢这个互相对比。此动无动动止无止，这个让动的停止下来它呢就已经呢不会有动作了，所以呢此动无动。那底下那个就相反那个呢动止就无止，你让那个呢停止了让它动它就没有办法再停得下来了，所以这两句那个是相反的意思。此动也无动，让动停止它就不会有动作了。你让那个动的开始那个停止了让它动它就动停不下来了，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像我们呢这个在凡尘在学那个打坐，打坐的时候不是要放下妄念嘛所有那个念头都放下。那个放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容易真的都是没有念头了，所以那个此动无动，没有念头的。可是你只要进入那个动止无止，你那个状态之下，你去想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一想了以后是不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就停不下来了？所以有那个经验没有？我们有时候一起心动念要给它停起来，都拢停不了，一个接一个，那个叫动止无止要让那个已经呢让戒止的已经动了，要给它动来动不来所以记呢就是那样的意思。那么两记不成，一合有耳就是两边不成，不会成就了，两边它不会成就。我们把善跟把恶两个合在一起，它会不会成就？绝对不会成就。所以这个两记不成。那一合有耳，就是没有两边是从一出来，那连一也没有。所以这边那个意思又比较不容易很这个清楚的显现所以我们了解说是非是一体的，善恶也是一体的。那因为呈现的事情我们去处理，处理的好叫善，处理的不好叫恶。那你还没有去处理之前的状态之下，它是善还是恶？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是处理好以后才呈现有两边所以那两边都从原来没有的地方开始。那原来没有的地方连那个一也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形象形象是假的连那个一的形象也没有，那哪有善恶？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有没有更比较知道一点点？不好，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好说了就是完整的所有两边对待都是从一体绝对体出来。那么这个绝对体呢，它又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所以呢一合有耳就是没有全部没有。
那么究竟啊，穷极不存呢，规则。我们研究到究竟，穷到极点，就是追究到极点，到顶点的时候啊，不存规则了。我们了解呢，我们在凡尘啊，有这个规则啊，让我们有一个遵循是最好的啦。可是呢，当它已经回归到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绝对体的时候啊，要用什么样做规则呢？就是没有，这样懂意思吗？又是比较这个淫秽的那一种状态所以因为呢跟我们凡尘的那个希望不同，我们都希望有规则啊，有一个轨道，有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遵循。可是他这边就讲他原始状态那个状态都没有，没有一个轨道，也没有一个法则，没有。这样了解意思吗？就会讲了解才奇怪。细心呢平等所做具实，这个呢我们跟我们的真心相契合，契合了以后就进入平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之所以德性容易培养，就是心不平等。我们心的那个分别很强烈看到这个有钱有地位我们就想攀；那看到那个街民流浪汉我们就想躲。想不想躲开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这样，所以德就不容易培养有子跟我们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功德都在咱的法身内底啦，在我们这个法身内底，所以我们要去心平等，跟我们那个真心相契合，然后跟真理又相应平等，平等的相应。所以这个前天呢讲那个维摩诘经维摩诘在称呼那个魔王波旬，魔王波旬有带2000个天女去就是要去这个迷乱众生那个维摩诘就把那个2000个天女就要那个波旬就布施给他了，那个波旬不愿意可是那个维摩诘功夫高神通大，他就让那个波旬跑不了，波旬后来就答应好了，布施给你，送给你。那后来那个魔王波旬又一直要那个维摩诘还给他那2000个天女，那个2000个天女已经接受那个维摩诘讲经说法，他已经能够归顺了那个正法，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天女都不愿意回去魔宫了，那个维摩诘就跟他讲说，你回去没有关系，可以在魔宫生活，他可以教导所有那一些天堂的那个天子教他们修道，可以呢一灯来燃100千灯，把那个心灯都点燃，那个样子。所以那个维摩诘在称呼那个2000个天女他教他们知觉，知就是很多了觉就是觉家，有没有平等？维摩诘他是修的已经到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个程度是佛。一个呢是出家一个是在家居士程度很高。可是呢他称呼那个魔王的那一些婢女他也叫知觉，
所有那一些呀，都称他们姐姐了。这样懂意思吗？知道慧姐在讲什么吗？就是他们没有那一种阶级观念，没有说他是佛，难道他们是就是还流浪在凡尘的众生，没有那个不平等的心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虽然他的外表形象有很大的差别有钱有社会地位跟那个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是差别很大，可是佛性都一样佛性没有差别。那我们呢就是要这个直接契入佛性，那契入佛性没有差别就平等，那平等心没有分别心我们就容易能够累积我们那个德性，这样的意思吗？我们分别心太浓厚德性就培养不出来。那假如我们都能够尊重所有众生那个叫供养之佛，这样容不容易？他不能埋怨众生埋怨众生叫做毁谤之佛，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生活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埋怨尤其是对家人对待家里的人各位贤贤有没有埋怨？我点了，不敢说这个有也不敢说我们要了解说呢最亲的就是家人，要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互相帮忙上亲的就是大社会的人爱互相照顾一定要做到，不要那个一个脸都很臭脸，跟朋友都很容易笑脸，跟家人很容易摆臭脸，有没有？没有发现跟朋友可以很客气，可是跟家人都不客气讲话都很冲，有没有？自己能够发现就自己要这个改进因为能够当一家人都是有缘有那个因缘，我们呢一定要把它变成实缘所以要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所以呢气心进入平等，手作俱喜，我们的手作就是有为所有的呢那一些都让它呢这个停止了已经呢没有手作，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手作是不是有能做有手作是不是有能做是不是生命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呢手作俱喜能做手作全部呢都让他呢已经休息了，没有了没有能做手作就进入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这样了解意思吗？没有进入说我能做我所做没有因为进入有那个能手那个呢我们那个直观意识很强，那没有所做的话该如何做就如何去做那个是从佛性发挥出来。那么狐疑静静正信调持这个我们呢有那个狐疑不相信的有问题的，我们呢要呢怎么样让它静了又清净了，就是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信心明就是启发呢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佛性的信心，所以不能有那个狐疑，就是不能怀疑一定要相信让你那个怀疑的都消失。
讲到已经忘了时间了，就剩下10分钟。各位有问题吗？剩10分钟了，有没有要问的啊？把握时间哦。这个外面是很热，它里面冷气开得很强所以可能都很舒服啊，想睡觉。李讲师，这边有2个学生要问的哈。对呀。好啊，你说。第一个问题是说，后学学做正玄关，将2个相同黄色圆磁铁吸在点书架下，作者正好可以看见，后学没有看到重叠为一个吸点，而是看到3个黄吸点，请问是哪里做错了？那个还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做这个正玄关它是一个集中精神集中精神只要有2个它是相同的景象，你就可以把那个相同的景象把它呢重叠变成1个。那假如说会变成3个的话，那个叫做散，已经它的那个神散没有集中了。所以那个正确的方法是那个南极老仙翁来教的，或者在后天庙那个时候来讲说，在我的那个眼前3尺3台尺3尺咱的头前3尺，然后它的宽2尺半2尺半，然后你去点我们那个小字的香点香然后就这样摆着你把2字的香就收成只有1字，这个收成的时候它的香会跑到这边来虽然你在3尺的圆2尺半的宽，可是你收成以后你一做以后它那2个会消失了，就变成1个所以它这个2个是阴阳这个1个它只有那个是把它已经收成了，是正玄关，就是你的玄关所在。这个是空的你已经变成有这个有已经不见了，那个才正确了所以只要你能够做你开始能够收到1点了，收到1点以后你就可以利用了因为或许一教人家做呢，很多人都很天才，有的是用那个红包过年那个红包贴在墙壁2个红包贴在一起。我说你们在做什么？他说正玄关。我说这样就可以做。他说对2个红包变成1个。然后有的用那个那个小瓶的那个玻璃瓶装那个油，然后用那个点心然后点火点好得，也一样在做正玄关我说我这样教的吗？他说不是，我改行为。大家都很天才他都我说你们已经看得出来吗？他说可以所以之前那个是很早之前教的，后来我都不教了因为那个是比较叫做有滑无滑，那个真的是很快，所以做了以后可以看到自己那个佛性的光，还可以看到天堂还可以很多不一样的天堂景象也都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可是或者都不鼓励我说你看到以后会变成障碍，就会住相会障碍，可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那个心集中倒是很好的方法3尺
知道吗？三大笑，多一公笑三笑三嘛吼，多要到一公笑的头前，2笑半块，然后吼点2支香。啊，因为吼或许在讲那个小炷香吼，它能够燃烧刚好1个小时啦，1点钟。啊，都倒甲伊过吼，你都已经做1点钟的功夫啦，啊，安尼就会使。啊，假如说是看成3点的话吼，那个叫做散乱，已经没有那个功效。哦，那2支啊，你搁看到中1支就变3支啊，那个神散。所以你要做到那2支咱无快。啊，变成之后1支，啊，本来加就无啊，加就无点啊，啊无点变成有，啊这有点的所在无去。各位浅浅不要做了，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还有第2个问题。好，你说。现代人很兴盛吃维他命，尤其医生知道是吃素的，一定要抽血检查缺了什么维他命。B12是吃素人必缺，B12只有在动物身上才有，古时候没有维他命，修道人怎么处理维他命？怎么处理 B12缺乏问题？因为市面一般维他命都含有肉制品。后续有打过电话给产品公司而得知，非常感谢。好，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医生啊跟现象界啊，这个科技啊，所有它都是在现象之中才能够有那个答案出来。可是我们这个修道，它很多会超越现象。那我们了解说呢，这个素食里面当然是 B12最缺乏，可是我们呢也不用刻意不用刻意去追求那个B12的养生，因为只要我们这个心理的那个状态都很健全，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个作息也都是很正常，然后我们的那个饮食量要尽量这个减少，不吃多了，吃多呢这个状况会很多，吃的少以后这个身体的需求，我们身体的本身那个需求就会降低，那需求降低毛病会减少，那毛病减少，我们会在那个精神的领域会很充实所以假如说以那个医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修道的话，那会障碍重重。那假如说我们用很宽广的心就是很健康的这一种生活方式呢追求明心见性，那都可以超越很多呢都不是那个医生能够解释得出来，那个医生他能够看的只是现象，那没有现象的他没有办法去了解。那我们一修道以后很多是记录没有现象的。像呢各位浅显，功德看得见吗？有没有？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所要重视的呢，就是要培养自己能够能够行功立德，能够呢实际的做。那你实际去行持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超越这个现象。所以有时候那个身体的现象是有某一些方面的那一些那个疾病，可是呢在修持方面它都可以全部超越，全部克服。那我们住在呢凡尘的现象，我们就会被它影响，它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身心像说报纸登有一个生意人他呢时常肚子痛，那是因为生意很忙，他就不管他了，吃一吃胃散就好了。那亲朋好友说你这么有钱要详细去检查结果他真的把生意放下去检查，结果是什么？胃癌。
他得知他胃癌本来都好好的只有吃一吃胃散就够了，结果一检查出来3天就死翘翘，3天了，他死翘翘，为什么？他自己害死自己呀！我胃癌无望啊啦，我要死啊！自己害死自己呀！所以那个精神我们要了解啦，精神的领域很宽广，而且不能用我们凡尘的这一些医学来解说，那解说不出来的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精神，我们也都了解说，你只要有意志力去撑很多事情不可能都变可能了。你只要那个推心丧志什么代志你都嘛做不成，但那个都超出现实领域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一修道了，就是跟平常，咱都按平常的作息嘛，按得吃的对人吃，困的对人困，这样就好了。下课。各位点燃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不学当到天师的老亲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那我们接着讲这个信心敏。上次我们讲到狐疑静静正信调止，各位找到了没？都找到了那么今天就从那个正信调止开始，对不对？有印象吗？好像隔了好久差1个礼拜就感觉这个差了好久这个正信调止，这个正信就是正确的相信各位前贤，我们要正确相信什么？正确的相信什么？我们平常都把信用到这个相信外面，那么这个正信正确的相信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本身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要从自己本身相信自己的佛性这个才叫正信，正确的相信。所以我们平常大部分都把这个信用在外面没有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相信起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很多都是不知道自己本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佛我们要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那我们也研究了将近这个11个月了大概都能够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已经启发了没有？都启发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正信来了解说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我们自己本身了了分明的知觉性，了分明的知觉性，各位知道吗？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我们对这边有没有了分明这个了分明的知觉性我们看到了没有？
看到我们了了分明的知觉性没有？有没有？所以看到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叫做见法，已经见到法。法知道吗？佛法身的法，已经见到法。那见到法呢，就是见到佛。所以见到我们呢，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已经呢见到佛。各位看到了没？真的啊，真的都看到啊。这个骗得了别人是骗不了自己的自己有没有看到自己会知道。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个生活之中切实的走入真理世界。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呢或许提示一下我们看到前面那个神龛弥勒祖师还有我们波老师，还有我们这个师父我们都了了分明，对不对？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然后也看到我们同修然后也看到这个同一宫的这个佛殿都了了分明，有没有？有。我们看到这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见法。那见到法就是见到佛那见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就已经呢见到根源。各位都见到根源了没有？因为呢，或许就是要呢各位都能够在生活中呢就能够体会我们本身就是佛要向呢自己心内求求我们心里面的佛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呈现，那个都叫已经呢见佛了，跟佛在一起。所以底下那2个字调止，那个调止的意思就是要用呢直心，要调用直心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看到了这个形象，然后呢我们从形象产生那个意念，意念产生以后我们会有一种是呢还不是呢，就是两边就呈现了。两边呈现的时候就叫弯曲，已经呢不直了，所以要调直，这样知道吗？所以在生活之中就是我们遇到的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第一个呈现的那个整个都出来的那个知觉性呢叫做直心。直心呢就是道场，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佛性的场所知道吗？我们呢已经呢对我们佛性认识已经启发，然后呢整个空间都是真空，就是有佛性在。然后呢佛性本体没有形象那么在真空之中呢都有我们佛性本体因为没有形象呢，所以叫妙有真空妙有所以我们呢在生活之中整个真空妙有都呈现，那个就是道场，就是我们性的场所我们佛性的场所，佛性的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我们办道的地方呢，那个叫道场，可是那个道场是我们办事的时候才用的。那平常用说呢我们的道场就是呢性的场所是很宽广，非常的广阔这虚空全部都是啦所以我们要正信，然后要调持
只要呢我们见到人对他都了了分明，那个呢就是直心。可是我们假如说一进入到他的好，到他的坏，那个叫弯曲啦，那个就不是直心，那个就不调直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只要是正性调直，那我们可以说现前一念具备的万年。有印象吗？我们呢之前有讲说十四古今不离当念，就不离开我们当下的念头，然后我们当下的念头就是正性调直，这样知道吗？我们一开始上课就把各位拉得很高了，已经都拉到佛的程度了，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我们本来就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就是因为我们观念不正确，被弯曲的观念扭曲了。那只要我们正性调直我们已经都到达。那我们呢把那个上个礼拜有浅显问说那个V12很难摄取，还记得吗？美国这个浅显问的然后我们呢要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有生理跟心理。生理就是我们身体方面的那个生住意昧，然后心理我们心呢它会无常变化，生老病死，所以呢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各位浅显是生理重要呢还是心理重要？是我们的心理重要所以呢或许就讲一个呢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希特勒德国那个纳粹那个希特勒，他呢有做这个实验他把那个战俘俘虏，战俘知道吗？这个战败被人家掳走了抓去的那个叫战俘。那么他要实验这个生理跟心理那个有没有连带关系？就抓2个战俘出来，然后就把一个其中的一个把它动脉割断，然后呢底下呢用那个水桶来承接它的血水就一滴一滴滴到那个水桶。那么另外一个战俘叫他站在旁边看看他的同伴那样一直流血。然后血一流到完了以后人是不是死掉了？他就看到他的同伴就这样死掉了。然后那一个同伴拖出去了以后就把那一个旁边看的那一个战俘眼睛呢把它蒙起来，不给他看，然后用那个冰刀冰结成的刀在同一个部位把它割这样呢割一些，然后用那个水桶一样用那个水，就是刚才那个声音一滴一滴滴到水桶滴到水桶让那一个眼睛摸着那个战俘听，一直听到一段时间以后，他也一样死掉了。那个冰刀割我们的肉会痛，可是它不会把肉割开，不会流血，它一滴血也没有流了。那为什么会死？就是心理作用，因为他明明看到他的同伴就是这样死掉的，所以他的生机已经绝了。我要死我要死就这样一直告诉自己他要死了，他要死了，就真的过了一段时间就真的死了。所以那个心理那个影响很大。所以从这个实验呢，我们就是了解说
你这个身体啊养生啊养得多么的强壮，可是你心里只要那个生机已经没有了，是不是会死掉？所以我们那个心理的那个作用啊重要。我们在凡尘也是一样，有一些事情都超过我们身体的负荷，可是我们有意志力啊，竟然可以把它撑过来。这个也是我们呢就可以实验的。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在很久以前呐，美国的一个小镇。那么小镇里面呢，有一个流氓，那个流氓大家都很讨厌呐，就是惹是生非啊，那一种都不务正业。然后镇上就只有3个医生呐，因为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呢都在那一个小镇上生活。那么他们医生呢，有一天就集会啊，就研究那个怎么样来对付这个流氓的那个对策。他们就互相呢就讲说，只要他受伤来医治的话，那我们就把那个血拿来检验，就是作假给那个流氓看。真的呢，流氓都会打架他都会这个身体会受伤会流血，真的找医生呢，医生呢就跟他讲，也是照他们所事先商讨好的，拿他的血来检验，那个是做一个样子给那个流氓看，然后就跟那个流氓讲，说你这个血液里面有一种那个细菌，就是你以后要保护你的身体，不要再受伤了。你在受伤的时候你这一种细菌它发作，你命就不保了，就会死掉了。那个流氓听到医生这样讲他是一笑置之啊，不相信。那有迄个代志，伊身体才弱这么强壮啊，不相信。然后可是毕竟医生的话有一点权威了，他就去找那个第2个医生。因为他们事先串通好，第2个医生讲的跟第1个一样，他那个相信的程度就增加了。我再去找第3个看看，结果第3个讲的又是一样的。那是真的不是在骗人所以他就时时刻刻保持说不敢受伤流血然后没多久他也死掉了，被谁害死啊？被自己害死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的话那个生活是什么？是很紧张的一点点的话没事那个很紧张所以被自己害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不挑食那个摄取的养分呢大概也都够了，不用特地要去摄取什么样的养分所以在养生方面最重要保持我们那个心境的那个愉快这样的话呢过生活就会很如意那假如说有缺某一方面，人家说缺什么我们可以补一补啦，有就算，有就补，没有就算了，也不用刻意啦，心理是重要那我们再怎么样的养生都会死的啦，纵然是已经养生到1000岁了，也会死慢一点死而已啦，所以我们就是重点所在心里一定呢要很愉快。那讲到心里愉快慧学导师要问各位各位在家里面的跟家人的相处愉不愉快？愉快。真的吗？真的。我们男生有没有那一种这个大男人主义有没有那个茶来伸手饭来开口我们要了解
在凡尘啊，我们最亲的人啊，就是我们家人。所以能够当一家人啊，都是有因缘。那不管是什么缘，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善缘所以都要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啦，这个很重要。一定呢不能产生了那个埋怨。有埋怨呢要赶快解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家人都互相能够照顾。这个很重要。修天道呢由人道做起，尤其我们都想度人。那想度人的话，假如说我们家里呀都不和，那想去度人的话就不容易呀。人家看你家里都不和了，跟你走那一定不理想。那假如说你求到了以后，做的都很理想，左邻右舍呢又都是这个很照顾帮忙，那这样度人就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这个人道要做好，就是要做得很圆满。在这方面呢，我们就要多用一点心。而且呢只要你对家人好，家人一样他也会回报对你很好。这样呢这个整个生活下来整天都很愉快啦。所以我们在这实际的生活中呢自己追求，自己去做。我们呢照顾别人快乐呢，还是受别人照顾快乐？照顾别人的时候是比较快乐的，因为能力强，对不对？那我们受到别人照顾是我们能力还没有发挥啦。所以我们就要多一点的去照顾别人。只要大家都同样有这一种心呢，一定呢整个家庭和乐。家庭都很和乐我们修起道来就会很得心应手，就会修得很快乐。所以呢我们研究这个心理心法最基本的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做人的根本一定要做。所以这个正信调止，这样听懂了吗？会吗？会。所以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呢只要是了了分明，不管是你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身体感受的，了了分明，那个你已经见到法。见到法就是见佛，都已经见佛，每天跟佛在一起生活，这样了解吗？了解。会做了吗？会。所以呢，我们进步的都很快了，一下子都到这个佛的程度。那么底下呢，一切不留，就是呢，我们要慈悲喜舍，一切都不留，不留，一切都不留的话，我们就没有负担了。全部放开心，整个都很宽广，一切都不留。过去也就让它过去，未来也不用策划，现在不住都没有三心，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正信调止都呈现，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佛，所以一切不留。我们心中都有留吗？这个倒是不好回答。没留那会晒。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知道说那个慈悲喜舍那个第四个那个舍，那个舍就是一切不留了。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到达都一切不留，就不会得罪人。而且会利益众生都呢，利益无限，无限的利益众生，所以一切都不留。我们呢一般呢都会有留，所以一切不留以后无可记忆就是都没有记忆。为什么不用记忆因为正信调止都在当下，都在真心佛性本体之中。所以一切不用留，一切也不用记忆，是不是胜？
这个师生是师生啊，是有一点高啊，要做起来是不太容易我们先呢了解这个真理说呢我们在凡尘啊，只要一口气不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什么东西可以留？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啦，所以要不要留？真的看起来是不用留那我一口气不来啊，还不可以记忆，还可不可以记忆啊？就无可记忆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把它呈现。只要我们呈现呢，一切不留，无可记忆啊，那我们就解决很多问题了。所有一切牵缠挂碍啊，都消失了，没有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信心明，对我们自己啊，要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呐？一定要有因为啊，我们这个了了分明的就在眼前都呈现。那么虚名呢制造啊不劳心力那个虚名就是这个整个虚空都很光明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都很光明，然后他自己啊本身发出光明制造虚名啊制造不用呢我们的心力呀来这个照明，不用本身呢它就很光明所以呢这个虚名啊制造不劳心力不用我们劳心劳力来照明我们佛性各位佛性光明了吗？还不敢说了希望它光明吗？希望那可见还真的还暗一点我们呢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我们呢就是要光明磊落就是要坦坦荡荡。那这样的话呢自然呢它呢都会发挥那个本性的光明都会发挥出来我们一般呢因为这个太过于光明的话都吃亏了稍老一点较暗的才有法度自立都会留一点所以那个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你都呢把这一些自私的心去掉全部呢都恢复到佛性本体，绝对都不会吃亏了这个呢完成的所有一些呢那个543呢都不见了。543知道吗？我们真的很灵敏呢这个不在经典里面竟然也都会知道都543我们这个543医药态都不好，对不对？所以都没了。只要我们虚名制造那一些呢都不见了非思量处不是呢我们可以思量的地方所在，就是不能用我们呢这个脑筋来思索那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那个境界就是虚名制造非常呢那个殊胜的一个境界不是我们用头脑去想可以到达事情呢难测，认识的我们那个凡情很难去测度我们用凡情用认识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要自己本身来做从我们呢把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发挥，然后跟自己了了的那个知觉性生活在一起调直，不要使它弯曲这样的话呢我们时时刻刻都叫觉。之前或许不是有讲
我们起心动念叫不觉，对不对？不觉叫做无明。因为我们能够保持觉的时间呢，都不长。之前呢，或者讲都大概是24秒啊。各位有没有去试验看看啊？它是多久？可以超过24秒吗？可不可以？可以哦。24秒很久了呢。滴答滴答才2秒呢。24秒很久了哦。所以我们能够保持24秒的觉，全部都觉，那已经不错了。慢慢的在进步，到24个小时整天，整天都觉。整天都觉正性调持，又跟佛性在一起成不成佛？绝对成的，所以这个事看我们要不要做，是绝对可以到达的。做起来是有一点困难的各位先生，对不对？有没有困难？实际做的话还真的要蛮用力可是这个是看用心的程度啦，不是说这个移山倒海，移山倒海大概是我们做不到了这个是可以做到，只是那个要下定决心去做敢那也不够力，还不够力道要下定决心做。等到什么时候呢？最有力道来做？各位先生，什么时候？踢到铁板啦！只要踢到铁板了那个时候力道就够。各位有踢过铁板吗？痛不痛？我们都是很痛才想改变所以我们过得太顺利的话真的是不想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用那么多的心去保持时时刻刻的觉我们就会这样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呢人在福中呢要惜福等到假如说有一天我们是生长在非洲，可不可以说我们要正性调止，然后呢跟自己佛性呢在一起？可不可能那个时候那三顿腹肚真枵啦，那个讲那拢甲放在边那拢无法度去探讨去涉及的因为够腹肚重要，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环境太舒服了在舒服之中呢就是要把握把握我们能够做能够修能够上进的能够让我们成就的要赶快做，不然我们等到已经跑到那个地方去糟糕了想修都来不及了没有机会了所以要把握呢当下真如法界无他无智这个真如呢就是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听过吗？有没有听过？一真一切真有没有听过？一假一切假呢？有没有听过？这个倒是听过知道意思吗？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好像也上2次有讲过说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没有形象，然后我们的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有没有？然后我们注重我们身体那个就是所有宏图，那个一假是一切假，然后我们注重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
那个是一真一切真，这样知道吗？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假如说是非常注重现象，那表示我们走路啊，我们的身体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的，那个我们就要了解是一假一切假，所有现象都是假，只要落入现象都会变，都不真，对不对？对。一定都会变的。在坚固的现象也一样会变。或许都讲这个房子很坚固啊，可是我们要知道建造房子的水泥啊，它的寿命才100年，才100年风化了，它就没有性啊，不会修炼一堆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是露现象，它就一定会变化，都是假的，所以叫一假一切假。那我们的真心佛性啊，虽然它没有形象，可是呢，能让我们了了分明，它是一真，然后一切真。然后我们呢修道的时候啊，就是要全部投入在呢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对现象啊，身体的那个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啊，我们好好用，借假来修真啊。因为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然后佛性没有形象啊，现在变成一半一半。没有知觉性的水有风土变有了，没有形象的佛性现在有形象。所以我们只要是重视在佛性啊，整个身体的形象活动全部都是佛性，这样了解吗？就是一真啊，一切真，已经都没有形象的心在，不注重那个形象。那假如说我们是注重形象身体，那对感官啊，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那个感官啊，我们就会很强烈。强烈怎么样？要他享受了。那要他享受的时候啊，是借佛性呢来享受假的身体。那借的真的佛性来造了很多的罪。那身体呀，这个四大假合一口气不来，它呢构成是生住意灭。它有它物质的构成，自然构成。等到它呢灭的时候啊，一口气就不来了。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我们借真来享用假，那一些罪垢啊，谁要承担？都是我们佛性要承担的。所以为什么会跑到三恶道去啊？三恶道最好就是畜生道。那一落入到畜生道各位先生，我们看出一些畜生啊，我们看他的时候啊，他是可怜不可怜？他会不会思想？会不会啊？他知道苦乐吗？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等到我们在凡尘为非作歹，身体没有了。一落入三恶道，最轻的罪啊，就是畜生道。畜生道他已经很可怜了啦。你要他修道，他不知道怎么修了。只知道呢要吃，吃饱了要睡，睡饱了又要吃，然后长大了被人家杀，这样啊，这样好不好？真的是不好嘞。然后要再恢复人的身体呀，你看要多久？一丝人生啊，万劫难复啊，万劫拢恢复袂回来呢。所以我们有人的身体呀，一定要好好爱惜。借假修真，身体是假的，佛性是真的。那我们不住相的，全部呢都是佛性呈现。所以我们这个整个佛性呈现啊，不使佛性有一点点尘垢，就是不要沾了凡尘的污垢，这样呢佛性就光明。只要佛性光明了，我们可以回归本位
都是佛，那我们成就了，成佛了，我们就可以呀，千百亿化身，可以啊到无量的佛世界，度化了无量众生，所以那个才真正的叫做功德。那我们在凡尘，用身体形象来做事啊，那个什么功德，能够做多少？做出来又对众生有利益吗？都是很少的啦，很微小，那个都不算了，能够利益众生呢，都是享受福报，都是很不值得我们去呀，这个探讨的。那很值得探讨，就是呢，一定要恢复啊，我们本性的光明，本性光明一恢复了以后，能够成就了，凡尘呢，已经呢不再来了。来的时候是发愿而来，要度化众生，跟我们呢现在啊被业力推来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到凡尘呢是被业把我们推来的，不得不来啊。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哇哇大哭啊，就是苦海嘛，这么苦啊，那叫他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轮回太久了那个小孩子太聪明了，一生下来不哭，为什么哭不来啦？太艰苦了，不爱来。可是那个有经验的那个医生他就会赶快把他的两只脚啊往上一转，让他头朝下，打他的屁股，做什么？说你已经造了业，就是要来。打到哭了，只要他一哭了他就交给那个他的家属了，讲好来会挖，不哭就不活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到凡尘来啊，就是要哭，就是苦了，所以我们这个把苦都写在脸上，眉毛就是草嘛然后草，然后教我们弦观，然后嘴巴。什么字啊？就是苦都写在脸上啊，苦不苦？真的很苦嘛，都在享受福报嘞，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借假修真，在凡尘啊不值得贪念，一直变化，一天一天过很快一生就过去了，那我们回顾一下，这样过一生我们甘愿吗？一定不甘愿，对不对？一定要修正成佛，成佛了就甘愿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假如说现在要我们做到供桌上去，我们做得住吗？为什么做不住？没有利益众生嘛，这个歹势跟落来，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实际的自己呀，先修正自己，然后呢也利益众生，己利利人呢，己达达人，这样子呢，我们这一生呢才没有白来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在真如的法界那个进入真如一真法界了，就是真理世界，在真理世界之中呢，无他无智就是没有你我他，没有分别啦，就是一体，所以我们要体会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一体，两都本同体，就是一体的，没有分别，没有分你我他，要即相应呢，唯言不二。我们要呢跟我们那个真如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呢，要相应的时候就只有不二，不二就是一一呢就是道，所以我们就了解走路这个一走路呢真理世界，一就是一体一知道一吗？知道一就万事毕了呢。知道一了吗？我唔敢应本来说一很小，这一下一又太大了，
知得一啊，万事毕。你知道一哦，万事啊，万象都毕业了。所以就是很重要知得一万事毕。那因为我们不是知得一呀，而是知得二，两边啦，两边知道吗？善恶男女老幼，好坏都是两边啦。我们知道二，所以我们就没有万事毕。万事毕了没？还没因为都在二之中了，所以我们要知得一，知道一，知道没有分别，知道就是道的本体，这样就万事毕，都已经可以了，到家了。各位都到家了没？还没啦，还在那个同一宫，还没到家，所以呢，我们要是了解说呢，这个要即相应啊，唯言不二不二呢就是一，我们走路啊，这个一啊就可以真正的到达我们的本来。那么不二呢皆同，这个一啊就全部都一样，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所以呢不二啊皆同，无不包容因为全部都是同。都是相同，所以整个天地啊都把它包容在我们的心性之中，所有的凡尘一切不管是相，不管是事，全部呢都在我们性分里面，所以我们全部包容。所以我们老子师啊显象给我们看，度大能容。了却呢人间多少事，我们有没有度大能容啊？都很窄啊，都给啊等加啊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要了解到天地间的事啊，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啦，所以不用计较。要呢包容，全部啊都能够包容，我们度量呢才大，能够有大度量呢，才会跟真理相应，跟真理相应呢，我们才回得了家，才可以回归呢无极理天，就可以回去了。那么十方智者啊，皆入此中，这个十方。各位先生，十方是怎么算？我们平常唔捌用，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十方了，就是整个空间，整个空间呢就叫十方。那么十方的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皆入呢此中，全部呢都走路啊是一个宗旨，就是走路啊不二就是走路啊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啊本体之中。那么中呢非字眼这个宗旨啊，它不是呢这个很短暂，而不是呢很这个延长不是字眼。它呢没有那一种这个过程没有过去啊，现在未来，所以呢一念啊万念我们刚才有讲正信条子的时候啊现前一念啊那个念头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我们真心佛性啊本体呀它呢具备了万年10000年啊都在当下。我们有前贤不是问嘛说弥勒祖师下生呢要56亿万年，对不对？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想说那个56亿万年啊还要经过几个缘会，一个缘会才129600年，那
56亿万年要多少个圆会？哦，真的还很难算的哦。纵然是把它算出来，也是一个数目啦，哦，一个数目。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这个一落入到现象，那个都是要非常这个久远的时间，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众生的寿命84000岁，可不可想象？84000岁啊，咱拢变啊，我们都变成什么了？不可想象的84000岁。我们现在活到假如说120岁啊，就已经是人类还要怎么走路？活到120岁的时候啊，怎么吃饭？很辛苦的那活到84000岁，哇，那又不可想象了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是讲现象啊，弥勒祖师下生啊那个现象等于是说我们众生的那个善已经很充足了。现在众生的那个善都还很不足，所以寿命呢平均以现在的那个年代来算的话是70岁在释迦牟尼佛那个年代是120岁经过3000年以后已经减到剩下70岁了。那再经过个3000年各位想想剩下几岁？我们人类最少的寿命是10岁就已经恶到极点，作恶为非作歹，作恶已经到极点了就剩下10岁了。那女孩子要多久结婚因为才只有10岁而已那假如说在84000岁女孩子要几岁结婚？还真的不可想象那个经典有记载说500岁。女孩子在84000岁的时候500岁结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在我们现象之中所看到的，我们生活所习惯的，它也都慢慢的改变这个以往跟现在都呢不知不觉都在改变。那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人心不古，越来呢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坏？对，就是越来越坏，所以这个才使人担忧因为越来越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圣间都不见了像这个礼拜突然到那个长庚医院进去以后，刚好在放映那个那个日本2颗原子炸弹爆炸，一颗下来20万人死亡残不残忍？安尼一粒动安尼20万起然后再经过20年，那个地方都不能生草所以我们人类真的还是嘎滴还嘎滴看一看还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还生的时候还活着嘛各位有没有看活着？都没有那个张艺谋导演的活着活咧啦，还搁咧活咧就是欢喜啦，活咧拄咧做
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打战，活着，我们这边还很开放，他那边在讲我们这边坏话我们竟然还允许他在这边放映，我为什么去看活着？我讲我就是在冲啥？所以我就去看了看活着，还真的活着很好嘞。很有意思因为他本来是很富有嘛他去赌博他赌博要倾家荡产，他妻离子散就是因为这样才活着啦。伊较输若无跋筊，无甲迄财产拢输了伊就死了啦，去用拍死你有钱啦就已经斗争了，就死掉了伊去看甲伊赢去，甲伊赢迄间厝甲伊赢遐个人遐个人拢掠去枪杀，伊去看枪杀看甲闪着。伊讲我若卖输囝迄个就是我，拍死迄个就是我。所以这个凡尘还真的是很难讲，得失很难讲他那个时候输掉的时阵是真的是失，可是要活着竟然赢。那我们修道大概不用这样经过那么凄惨的那个过程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正信调把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把握都呈现就是已经见佛看到佛了。各位会看的吗？会不会？看到自己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见法见到法就是见到佛所以我们正确相信自己就是佛然后调持，就是不要落入弯曲弯弯曲曲的那个思想都不要就是直心就是道场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可以做。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万年都在我们一念之中，所以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念很重要。那么无在不在这个我们就是了解我们的佛性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各位学姐在哪里？不在里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外面，不在中间，那么在哪里？在哪里呀？不知道答案无所不在。答案无所不在。知道了吗？念念看。无所不在。对，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无所不在不管是什么地方我们佛性都在全部都有我们佛性所以非常奥妙或者才会用那个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说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它如如不动，因为全部都具备，所以不用动。那假如说我们佛性是动的话，是在玄关的话，那我们头在动我们看的景象都是模糊不清那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晰表示说我们那个那个佛性本体它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我们看才能够看得很清晰那个照相机原理一样，只要我们按那个快门的一刹那，只要晃动洗出来的相片一定模糊所以按快门的时候一定不能动，去掐
这样呢才很清晰。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就是充在整个这个宇宙虚空，所以呢无在不在，没有固定一个地方所在，所以无在。然后呢不在，没有地方没有佛性的，说所有地方都有佛性。那么十方呢目前啊，这个十方呢就显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一念万年一念呢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十方呢就显现在我们目前，在我们眼前呐，所以我们眼前具备了十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真理世界啊非常的奥妙，极小啊同大，那个小很小啊，它跟大的是一样，极小同大，讲呢那个这个真理的时候啊，我们看呢它是很小，可是它呢一推广以后啊，竟然所有大的啊，都全部呢在里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佛性啊，一显现啊，很小的地方呢，它在很大的地方呈现，也一样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所以小跟大，它呢都是同具备，极小同大，妄觉呀，境界，就是呢，我们要把那个境界啊，全部呢都把它妄觉呀，境界就是不要住相，那个形象呢，我们都不要记在脑海。那么极大呢同小，很大呢跟小是一样，不见呢边表，就是不看到呢这个旁边，也不看到表面，不见呢这个边表，小跟大竟然呢都是呢同体，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一般在讲说我们呢这个一个毛细孔啊，它可以含容十方世界。我们毛细孔不是很小吗？很小，可是呢它可以容纳整个十方世界。十方世界不是很大吗？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在这个真理呀那个世界里面那个很小我们呢了解到说很小的那个正报，我们一个毛细孔可以呢容纳整个十方世界那个境界那么大，那个境界那么大呢，可以容纳在我们呢一个毛细孔之中。了解这个意思吗？或者再讲一个比较而可能会用意会啦，说我们呢这个读了万卷书啊，肉笔啊如有神。说呢我们胸藏呢万卷的书，然后我们肉笔就是要写字啊，好像有神呐，有神帮助。有没有听过？我们胸藏就是我们胸部藏了万卷10000卷的那个书啊，肉笔如有神，就是你已经念过有10000卷的书了，你写文章啊就会很会写，有没有？那我们各位先生，我们这个胸虽然是不小。可是呢，我们要容这个万卷，不要说万卷了，1卷就好了，容纳得进去吗？可不可以？像我们这个六祖坛经也不是很大啦，可以容进去吗？虽然可以把它弄进去啊，可是那么这么一点点也不算
这样了解哈、那个大跟小的意思吗？万卷不是很多嘛，对不对？它都容纳在我们心胸之中，这样知道它的意思了吗？知不知道？就是你念过，然后它在你的那个脑海里面，那个万卷是不是很大？啊，现在融在你的脑海是不是很小？这个大跟小有没有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念了那么多书啊，那个书那么多，堆积起来很多，都在我们脑海里面很小，可是我们都可以应用得出来，这样大跟小啊，有没有印象的？就是大跟小是一样的，那么多的书啊，就是我们也要我们了解，然后我们去这个念了以后啊，把那一些里面的文字啊，都在记在我们脑海。我们就可以写得出来，它一写出来以后啊，你又可以写了万卷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脑海很小，写出来万卷书就很大，大跟小啊，是一样的，这样意思呢，大家都比较会这个了解，所以这边呐，有即是无。无啊，即是有，这个文字啊，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在游戏啊，有就是无啊，无就是有，可是呢，我们呢从那个我们的构成来讲，现在我们都有身体了，对不对？在100年以后啊，我们还在不在？是不是无了？所以有即是无啦，无都是无，然后呢，在100年前也没有我，对不对？无啊，现在有了，无即是有，你怎样意思呢？就很容易知道了就是时间不同啊，那个整个呈现的现象又不一样，所以呢，有即是无啊，无即是有，所以我们了解到完成了，也都是这样。很多事也都是这样，本来没有事啊，我们心中惹起有了，无即是有，然后我们处理得很好，有即是无啊，所以有跟无啊，它都是两边让我们去了解，然后处理，若不如是啊，必不悉守，假如说它不是这样，极大同小，极小同大。有即是无啊，无即是有，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遵守，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那么一呀即一切呀，一切即一，这个一呀，就是知得一那个一呀，就是道的本体，就是一，所以我们把那个一呀，各位浅显。把那个一牵起来变什么？变零，对不对？变一个圆圈，变一个零啊，零就是无极啊，把那个零切断拉直啊，是不是一？把那个一收起来，是不是变成一点？所以这个叫变化万千啦，从这个一来，一我们一本，然后3万书啊。从无极，然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相中相凑8864，我们呢佛老师最后一代就是64，东方前18代，西方28代，然后呢后东方18代，加起来刚好64，所以我们老师是最末后了。我们唱歌的时候呢。才有讲说要我们徒儿帮老师呢办理末后一早，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传道了，等到我们这一代过去呀，我们这个时候涅槃了以后啊就没有了，连单传独授都没有了，只有劝善了，要得到已经没有，老师是最末后，师真师母最末后了。就是64，所以呢，我们了解是从一来的，
从一，然后呢一本3万书，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现在呢，万书然后归一本，我们现在处理完成的万事，都把它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都让它回到本体回来，万书呢归一本，这样成就了，不要再流连这个苦海，完成呢不好玩，所以我们呢，这个了解说一即一切，这个一就是道的本体，一切呢就是万书，然后一切即一，都要回归呢到本体回来。但能如是何虑不必，只要能够这样呢，那我们呢就不用那个忧愁不会解脱了，那个必呢就是解脱的意思啦，这个呢能够这样呢就可以解脱了，何忧呢？不必，信心不二呢？不二信心，所以我们呢要培养自己那个信心不二，信心呢就是一不二，有没有培养信心是一不要相信两边两边就是众生啦，就是凡夫，然后一就可以回到活菩萨。所以我们了解说信心不二，不二的信心就是要让我们自己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原理道断，这个原理道断呢，就是能够讲的这个话已经呢，就是没有办法把它阐释出来，心行求昧心能够想的，你就是想不到，讲的讲不出来，想的想不到，有一点就是不可思议，那个意思，所以原理道断。那么非呢去来今就是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所以我们了解说最殊胜也就是在这里，它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怎么去追也追不回来，然后未来还没到，再怎么说都还没到，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呢它不会住，已经又过2秒，现在又过2秒，现在又过2秒，它不住。那我们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没有三心呢，三世就摄受我们不住了。没有过去世把我们摄受，没有未来世把我们摄受，没有现在世把我们摄受，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那假如说三世都把我们摄受，我们有三心，那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就出不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可能我们这方面呢都比较少接近都不知道，不知道说我们这个弃掉三心了以后三世就摄受我们不住了，我们都没有这方面去研究。那我们要了解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不要去这个失守。假如说过去被人欺负我们又想变成2度伤害那我们把过去的事又一直回忆，那表示呢我们起心动念，那有念头就有业，我们要了解说之前累世之间我们所造的业在虚空之中，那我们不要有起心动念，不要有念头，那一些那个业因它不会来让我们接受它的果报。那我们起心动念，我们有过去心会把我们以往过去世的所造的业把它拉来以后我们要去接受果报。那接受果报的时候我们会埋怨，因为前累世之间的那一些罪业我们没有看到，那没有看到我们会认为说没有做，没有做为什么会接受果报？所以这个时候会怨天尤人，
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我的遭遇这么坎坷？那个就是啊，生活在胡思乱想，在过去心，那一种情形促成他的遭遇啊很坎坷，这样了解吗？我们都会老的啦，所以我们要事先防范。大概我们有的也都蛮不轻的，年岁啊不轻的，所以在当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胡思乱想，不能有过去心，这样知道吗？欧里上欧巴上知影无？不然遭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都太慢了哦，那个时候埋怨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招来了，把那个业因已经招来果报了，那我们都不想的话，那一些啊业因都在虚空之间，在虚空之间呢，没有果报，它不会现象，所以我们不用去接受，你知影无？所以就爱做赢先先就好啦，会晓袂？赢好赢或者都一直讲啊，这个济蒙济啊，看命爱钱，知道吗？你坐到那个算命师的前面你坐着的话，那个算命师不要讲话你要离开不用付钱啦。假如说你坐在那边那个算命师一直讲话，你要离开，你不付钱，他不让你离开了，知道意思吗？就是讲你坐咧迄个算命先喙伫你咧讲，就是你伫咧想啦。伫你讲，你伫咧想，等下你要行离开爱纳钱啊，代价。所以想妄想爱纳钱啊，会晓袂？等下你会想讲我咧想都爱纳钱哎哟，迄纳比迄个坑，迄算命佫较济所以爱好赢就好，拢个读甲真赢，赢先先，爱做啥物？爱做啥物？做万年放下啥物做赢先先？这万年放下一点都不深，这样的话呢，就跟我们佛性呢在一起了，那这个心心明呢，就到这个地方呢，这个讲完，因为底下呢还有接下来就是细数这个四祖道信大师呢，这个旁师的法师华容禅师，四祖瑶关呢，牛头山呢，有百鸟这个玄花之意象，这个百鸟拢甲花去咧迄个所在那么只有奇异之人他看到了一定呢有奇异之人，那么遂呢往寻他就去找世子就去找，那么见呢那个法容端坐，那么世子呢就问了在此做什么？你伫家咧创啥？然后呢法容就讲说关心，我伫家咧关心看我的心。那么世子呢又问说观是何人？心是何物所以咧观照是什么人？心是什么物件？法容一下不样回答了这个呢，假如说我们一打坐了，参禅打坐了，那个观观是什么人？什么人在观？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观就是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在观，然后心呢是何物？没有东西啦所以我们呢观那个时候那个心就变
变成那个妄心了，所以法龙他没有办法回答。那么辩请世子开示，就世子能够呢跟他讲那个真理。世子呢就讲说呢，百千法门同归呢方称。各位浅显，方称是什么？就是方称宝地啦，我们的玄关窍，那个就是方称，就是呢，百千的法门呢同归方称。那么河沙妙德因为妙德非常多，一粒沙呢就是一个德，用呢那个河的沙来说，非常多的妙德，从我们的那个方称这个行持的出来，做得出来。那么总在心里，全部呢它的源头就在我们的心。那么一切的戒门、定门、慧门戒定慧神通变化悉自呢记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戒定慧神通变化，我们自己本身呢都已经记住了。都全部有，都不缺欠不离汝心，这一些都在你的那个心胸之中。那么一切的烦恼业障本来空寂，就是没有烦恼也没有业障，他们本来呢都是空寂，是我们自找的啦，有那个烦恼有业障都是我们找来的。那个本来就空寂。那么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那个因果呢都是梦幻，无三界可出。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说没有三界可以出去无菩提可求，没有那个菩提可以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那个呢，像天龙八部那个都非人像天上的龙那个也都是非人，人与非人性跟相平等，所以没有分别心。大道呢虚旷，我们这个大道呢虚旷，节思节虑也就是不能够用思虑用思虑呢，那个都是凡尘用。在佛性之中呢，都不能有，都要觉思，觉力。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是一种最上乘的佛法，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更无缺少，没有那个缺少。与佛何殊跟佛没有两样，跟佛一样，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也都是跟佛一样，只要自信调止都当下都是跟佛一样，没有两样的。那么更无别法，已经呢没有再别的方法。汝但呢任心自在，莫作观显，就是不要去这个观心，关照自己的心不要做那个观显，亦莫成心澄清我们的心也不要。因为都是当下，所以这个讲出来有一点跟那个秀才那个张轴秀才悟道记那个趋向真如意识学，各位都有听嘛？那个本来就真如啦，你要趋向真如就变成学了，所以呢，亦莫成心，那么莫起贪嗔。也不要起这个贪嗔，那么莫怀愁虑也不要有那一种愁虑，就是胸怀里面不要有愁虑，荡荡呢无碍，就是整个空荡荡，很宽广，都没有这个障碍，任欲纵横，就是让心自在，都无所住了。让心呢都不要住，所以这个任意纵横，不做呢知善，不做呢知恶，就是
不有心的去行善，也呢不无意造恶，全部呢都不落入那个有所作为，行住坐卧触目意言总是佛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行住坐卧，就是生活的四威仪之中触目遇言，我们眼睛所接触到的、遇到的因缘，总是佛之妙用，全部都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的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所以这样呢就叫佛。那么底下也就问那个法龙问说，心既然已经记住那么何者是佛？何者是心？世子呢就回答说，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所以那个心，各位先生，这个非心不问佛，所以你在问佛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佛啦，了解吗？所以我们有把这方面比较详细解说呢，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心我们都不用，然后我们不用的时候叫做已经无心了，然后无心就进入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实佛性本体，那进入佛性本体那个无心的心那个心即心就即佛。这方面呢，我们一再说明了各位都有印象的嘛？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六识那个心那个四心那个是生灭的那个不能拿来修道用拿来修道用修不成道，了解吗？很重要就是不能用生灭心修不生不灭佛的果位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所以各位要把这个观念一定要牢牢记住，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就。有没有记熟一定要记熟所以这边呢说，非心不问佛，问佛呢非不心，所以心跟佛它已经就是融成一体了。黑蒙黑的心只要你不是生灭的，它本身就是佛了那么问，既不许做观行一境其实心如何对之这个问法龙呢禅师问世子说，既允许观行，那假如说有境起来的时候我们心呢如何来对之？世子呢就回答说，境言无好丑，那个境就是外面的景象那对外面的景象它没有好也没有坏无水也无歹它呢境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外口的景真水，外口的景真歹，为咱的心起来从心生起来的。那么心若不强勉你假如说心不强迫去用它妄情从何起？所以我们那个心都会强勉，就是会强迫我们去认识，用我们生灭的心去认识景象从景象产生喜欢讨厌那个叫妄情妄情呢从哪里起来？从我们的生灭心起来，这样了解吗？怎么有一点沉重呢？妄情呢记不起真心任骗之我们假如说不起妄情的时候那个真心它已经呢就是担任骗普遍知呢知道，所以那个骗知就是已经他不住在相，然后什么都知道
骗之啊，那个真心呢任骗之，他呢担任他的职务了，骗呢全部呢都知道。所以只要我们没有妄情起来，不影响到呢真心，所以或者都讲妄呢尽了，真才显，知道吗？妄尽了，没有妄，真才会显啦。只要我们有妄，真它就退隐了。所以我们感官假如说很强，我们已经用得很习惯了，眼耳鼻舌身意都很强，那我们的真心绝对出不来。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些妄心都降服了，真心它才会呈现。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都这个感官六根用得很习惯，他都在当家啦。现在还让他当家吗？有没有大概都还有啦，而且还蛮强烈的。这个感官在当家，所以佛性呢很委屈啊，都出不来。我们一定要慢慢跟他妥协。说你是这个婢女跟那个奴才，那个佛性是主人，你要让主人当家啦，卖安尼喧宾夺主，拢互你做遐久啊，安尼你敢袂信？会不会啊？才不会嘞！感官当家他不会信，他做得很习惯，或许都讲了我们坤道还没，乾道还没有那么厉害。坤道对那个服装那个真的很厉害。只要经过服装店看到适合自己穿的衣服这一下子糟糕了。这个不看到好一看到了以后没有买，真的难过，心里面已经疙瘩了。会不会？不会的那么理想的以后要跟自己讲，厝的衫济啊，唔买，佮买等于浪费。这个以往或许跟老千一起生活，老千最喜欢去开人家的衣柜，做什么？骂人。他一看到你衣柜衣有那么多，马上骂人了。不客气耶，这么多你穿得完吗？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嘞。而且很喜欢开人家冰箱，冰箱一开，你知道吗？那个放1个礼拜就有毒，你放那么多吃得完吗？所以我们在这个琐细里面真的都很少去注意的。老人家是很慈悲啦，告诉我们说，东西呢就是要适合就好了，买了就要穿，冰箱里面东西就要吃，大概1个礼拜之中可以吃完，不要超过1个礼拜，放超过礼拜，它就会有毒了，这样对我们身体不好。可是对浅显，家里冰箱的东西呀，1个礼拜吃得完吗？大概都吃不完啦，都超过那个量都很多了，会变成习惯性。老师后写的冰箱时常都冰康康，有时候都懒得去弄还很大。而且弟弟买一个冰箱给我他说这个过年的时候他很多东西都要拿过来冰，所以买大一点的，结果都放着空，放着空冰箱。所以这个世子根呢法融禅师讲说卤蛋呢随心自在，无互对峙，
就是不用对治。我们要对治的时候就起心动念啦，那没有心去对治没有心啦，没有心，无心的，无心就是道。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要无心是不容易的。我们时时刻刻呢都有心，各位有没有心不是在讲心脏的心当然没有心脏又死掉了是在讲说我们对凡尘那个心用心是有呢还是无？大部分都是有了都是有心。那所以有心大部分呢都会露有为，有所作为。然后有所作为我们就有所期待。然后有所期待就会有烦恼。因为有那个呢落差的时候就会有烦恼。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保持那个无心状态。就是呢，在佛性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这样呢可以保持那个无心的状态。因为无心状态就可以应万用。该什么样的景象呈现容易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见。就是能到达这一种状态。那个事来则应那个呢，就是要跟老子的那个思想相应。说常无欲观其妙，常有呢亦观其巧。这个有的时候都有它一个刚好的角度。那我们事情来了，有一个应付刚好的角度，我们去做。然后事来则应，应了以后事去则见，完全都不记在脑海。完全都不造业啦，那个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可是一定要经过我们努力的去这个了解它的那个构成不然呢这个怎么样恰到好处我们不容易拿捏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就时时刻刻都体会那个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哪一个？行住坐卧不离这个是哪一个？就是佛性啦行住坐卧呢都不离开真心佛性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无复对治即名呢常住法身。不要对治的时候那个是已经常住法身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因为尽虚空遍法界，以法为身，所以叫做法身无有变异它呢都全部没有变化。然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呢这个转过来后面呢是心明这个心明呢也就是刚才那个世主说这个点化的那个法龙禅师就是呢心明，这个还蛮长的这个心性不生，何须呢知见？只要我们这个全部都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那个心性全部都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外放那么这个时候何须知见？所有的知见呢都不用本无一法随任呢熏念，本来就没有一法。所以各位学姐，本来没有一法的这个法就是最高的。所以我们有研究经典的话，大部分呢都会叫我们说呢不要有法执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先去掉我执，我执去掉以后再把法执去掉所以修持的最高程度一定是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
我执法执都没有，这样才成佛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最高法就是没有法执。那个说没有一法的法，就是最奥妙。那因为我们都会有执着，执着的话，你那个法执在就成就了。那我们还在苦海的这一边，一定呢要借着方法才能够到达清净的彼岸。所以那个法是一定要。然后我们呢，借着法已经呢到达目标了，已经过这个河了，到达清净彼岸。这个时候啊，我们才把法去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在讲的时候呢，虽然说一下子一法都没有，可是我们在苦海里面啊，假如说一法都没有，我们怎么样呢？到清净彼岸，是不是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要呢借着法来修，一定要。可是呢，我们借着法修已经让我们到达彼岸了。到达清净彼岸的那个时候，我们不用背着这个法，就像过竹排啊，已经到河的对岸了，竹排爱排了呀免，唔免啦，个单一上就好啊，对吧？所以那个竹排啊就是方法，就是法，然后我们到彼岸了那个就不要，工具就不要，所以这个啊，说本来没有一法，就是最高它已经到清净彼岸了。那个时候啊，就是所有法，你不能再一直背着那个纸牌就想，我都就竹排啊，才会当回来，然后背得好累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本无一法，本无一法的法是最高了。那在《金刚经》里面呢，佛也会讲。说呢，这个如来在燃灯佛手，以法有手而不。佛在燃灯佛手，对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有没有手？问呢那个须菩提，然后呢，须菩提就回答说，如我解佛所说义因为我还没有成佛，我不知道。可是按照佛所讲的义理。佛在燃灯佛手，以法实无所得。在呢，那个无上的正等正觉啊，实在是没有所得。他为什么那样讲？就是因为他已经到达自信清净，已经全部恢复到自己的本性回来。那假如说我们有所得。有所得就有所失了，有得失就是生灭，那生灭就是不成就，所以无所得以后才成就，所以这边法龙之列就把这个法拉到最高，说本无一法，随论呢，虚念，本来就没有，本来就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都记住了，本来都记住了。那么谁要来熏念，熏习修炼，什么人要呢？就不用，都已经恢复到本来。那么往返呢无端，这个往返呢就是我们六道轮回。那无端就是不一定都是在一道里面啦，就是时时刻刻变化，没有说一定的，不是说当人呢就永远都当人，不一定是这样，像我们在凡尘也都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好了到天道去了，不好了到三恶道去了，各位有到过三恶道吗？不敢讲的因为我们太久了，可能都会有到过了，知道呢，到那个三恶道很苦，所以呢，我们在凡尘有人的身体时候努力呢，赶快修持，就不会
往返无端，追寻呢不倦，我们要追寻啊，追寻我们的所有这一些这个过程呢，一定呢不会让我们知道，所以追寻啊不倦，一切呢莫作明己啊这个自现，所以这个法融禅师呢跟我们这个讲说一切就是不要落入有为法，因为落入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一切莫作明己自现，那个光明我们那个佛性那个己就是佛性的如如不动，它自然呢会呈现明己自现。那么前际如空这个前际就是在我们眼前那个际呢就是讲空间跟时间那个前际如空。那么处处迷踪，就是呢所有的地方所在都呢迷昧这个宗旨就是不知道呢追求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么生无呢生相生造一同这个我们呢在凡尘生这个生在凡尘的时候生呢无生相，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这个没有那个形象的这个呈现生造一同生呢在生在凡尘的时候我们这个感觉就是所有的众生呢都是一样这个生造呢这个一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虽然看到外表形象虽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差别，可是那个内心世界是有很大的不同每一个人那个内心世界都不同，想法不同，做法不同，然后来源也不同，所有的那个众生的来源根器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形象是没有不同，可是呢那个内心呢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欲得心净无心用功。假如说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欲得呢心净，那么无心用功就是用无心用无心来用功所以在文字本身呢是有一点矛盾，可是呢在真理来讲是讲得很通。无心的心就是我们佛性呢本体所生发的那个无心，我们用无心呢来用功。各位听人这样听懂吗？跳一行一心有志然后知法不通，是吗？昏明照镜随照明蒙，这样吗？可能伫咧想讲这慢的款用掉的较紧还剩下呢这个13分钟留给各位问问题。有人要问吗？这个问问题呢对我们帮助很大好，请说。这个是纽西亚高级提问的问题。好。他说：为何老虎生性就是吃肉？若是生性如此，那它吃肉有没有继续造罪？谁？老虎老虎生性它就是吃肉。若是生性如此的话，那它吃肉有没有继续造罪？因为老虎的本身呢它要求生那它求生的环境在它所及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些比它弱的那一些那个禽兽让它这个吃，它为了维护它自己的这个生命所以呢它就这个很自然的把那些吃下去了。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他为什么会去转世当老虎？导致我要追求的那个问题所在。伊会去出去做虎，去转世啊当老虎。我们要了解那个因缘呐，是什么因缘？促成他呢？去当老虎。这个倒是比较重要，不是说他为什么还要吃肉？他为什么他还要再造罪？重点啊是他为什么会当老虎？各位浅浅，老虎为什么会当老虎？作恶，就是野兽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一转世啊，都有它的那个因缘所在。那呢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原因啊很重要。我们在凡尘当人，因为当人啊，我们有那个决定权我们是要往哪一道？往佛仙，还是往天道？还是往阿修罗道？还是往畜生道？还是往地狱道？还是往恶鬼道？我们是有权柄去决定，我们是要转世哪一道？然后我们的认知跟我们的所为，就会让我们去呈现我们喜欢出生的那个道。那老虎它已经都呈现了那一种现象，它为了要生存，它当然要去找那一些比它弱的那一些动物来吃啊，那就变成自然，它不会去管说我造不造业啊。因为它呈现是那个样子，是逼不得已。重点是在它为什么会转世老虎？这个倒是重点所在。好。第二个问题是，人在将死的时候，一生所作所为，听说会快闪过去。若是如此，那闪过去的部分，也包含了一些他做过的事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我们一般都是这样传说啦，就是呢，我们在要断气之前啊，大概都会有就是回光返照，就会把我们一生之中呢，那个所作所为啊，很快速的呈现，当我们自己去观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都会有这一种那一种那个情形。可是他所回光返照的都是他本身的那个经历啊，不会说他所本身经历所造成的影响出现，是他自己本身所作所为，他才能够那个回光返照的出来。那他所作所为的结果影响，那个不是他所知的，他没有办法知道，不会呈现。好。那第三个问题是，那他在世的时候被欺瞒而不知道的真相，那他死后会知道吗？你是要看那个第六感生死恋吗？那个第六感生死恋呢，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啊，那个不知道的被人家这个侵占了被朋友陷害了，他死掉以后就知道了死掉以后呢，他跟随那个凶手才会知道这些事。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话，他自己本身除非说他有怀疑，除非他有去求证，不然他不会知道。因为这个因果是定理。虽然他本身不知道，可是那一些害他的人啊，他会接受果报。虽然本身不知道可是呢，他也这个所作所为啊，假如说他是心都是好，没有害人的话，他也不会这个亏欠，他会这个接受的那一些比如说到地狱去啊，或是到天堂去啊，那个啦会有不一样的裁决。
不会说这个我们死了以后就全部了了分明啦，无遐厉害啦，只会说自己修正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一深入到我们的法性，深入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能够呢证悟到本性以后啊，我们不是有说无知无觉吗？有没有？那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觉。那你无所不知的话，会不会知道？什么都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在心温中啊，因为全部呢，都是在一体，都是在一体之中，所以什么都知道。不要说等到我们归空以后才什么都知道。只要我们在生的时候努力修，就会有那个他心通呈现。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因为或许在求道之前在后天庙那个时候只要到学前面来，你在心里想什么不要讲粗话，我会知道。唔免你唔免讲话，你敢若想得好，我就知影你在想啥，然后你做过什么代志，我会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离开后天庙。所以那个不是很困难，是很容易啦。只要各位浅显都万年放下，让脑袋瓜清醒，让你的脑袋瓜很灵敏。你很灵敏的时候那个是真空状态。那别人他在起心动念那个是花色脑波，他花色脑波你收到，你怎么会不知道？知道他想什么你都知道，不困难那个是很容易。所以六通里面他心通是最容易。所以你只要在眼前，你在想什么都知道，了了分明。李讲师这边有浅显在问说，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要如何来做？如何才能一念不生？好，这个北部的浅显导师有这个礼拜的跟后学讲，他说他以前都到那个大医院去请那个安眠药回来吃去那个西药房买比较没有保证，他都去大医院去拿那个安眠药。他说做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竟然安眠药不用吃，只要一躺下去万缘放下就睡着了，很好用他说太好用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平常的脑筋就是不肯让它清醒。所以我们呢这个万缘放下真正的到达万缘放下，全部的缘都要放下。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念不生已经是了。那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虽然说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刚才或许开课讲的时候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我们成佛的体就是那个所以只要你能够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你就跟你的自性佛在一起了。不能有一言万念都放下有一言我一句安那有没有言？有了你讲那我感觉安那有没有言？有了都不可以，感觉安那有安那什么安那都没使才真的叫万念放下。安那一样没？就是什么都不管它了天塌下来都不要管它，安那一样没？
就这样了，这样就可以了。那你把它保持久一点，正信调止。好，请说。就是请问一下，那个我在念那个五根圆头嘛，就是这样听到这个电风扇的声音，但是还能听到别的声音，那有没有正确？正确，因为或许不是讲嘛圆十方的声音呐，咱讲大的所在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因为还有楼上还有楼下十方嘛只要十方发生的声音，我们都同时可以听到，那个叫圆。然后有墙壁也听得到，那个叫通。然后常住只要它什么地方的声音它一直都在，我们也一直都听到。圆通常，正常的。你不要落入分辨你讲这冷气真久啊，遐大声。这个鸟啊咧。底下的啾啾啾，让它自然就好了，不要去分辨，听到那个就是知觉性，知觉性都是佛性所以我们就是要把那个佛性整个都使它延伸到整个空间，正确。还有吗？好，请说。有讲师那个有浅在问我们那个先天大道有没有在办中年普渡？我们是三朝普渡，是要有那个引导师引渡要有人办，不是我们办那个拜拜的那个是我们随着风俗习惯就好了。真正的要度化他们那是要经过我们那个真正的那个法会仪式。下课还有一个好了，再问。真人静坐与万缘放下的功夫是否一样？什么？真人静坐与万缘放下的功夫是否一样？这个真人静坐它比较，因为真人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真人静坐跟万缘放下因为真人静坐它是已经有成效，你已经认识真人的，那个万缘放下是在启发阶段，所以它的程度上有差别啦。万缘放下是已经开始要脱离凡尘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那个为重点那个真人静坐是你已经可以你已经可以把你的真人，你的不生不灭佛性都已经熟悉了很透彻，你知道了你能够使它都能够整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呈现，那个是功夫比较深一点的啦真人静坐你假如说还没有启发，那就不算了。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懂了就行。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或许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或许机会学讲。没有声音吗？那音控室里面有了。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心眠，可能或许这个心里面有一点急竟然会用跳的。我们这个礼拜用从头开始那个心性不生佛何须知见？这个各位浅显法融禅师已经把我们的那个程度调得很高，已经到达
那个佛菩萨的程度。所以只要我们这个心不起心动念，然后性也在正位，就是没有落入凡尘，没有落入这个现象，所以呢心性不生。所以这4个字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讲到我们的根源，讲到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呢是最高的一个程度。只要呢我们呢不起心动念，第一个心，第二个性虽然我们现在落入凡尘有身体，可是我们的性呢它并没有生，我们身体不见了，性也没有灭，所以性没有生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心性不生呢，何须知见？我们假如说呢，不起心动念，那都已经回归呢到我们那个佛性的根源，所以这个时候全部都是正位，都是佛菩萨，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知见，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已经呢很高的程度了，所以知见呢都没有，没有知见，那没有知见就是正知正见。所以我们假如说起心动念那个都叫妄见，已经呢不正确了。那假如说我们呢都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叫正念，就是我们呢佛性的本体。各位有没有做这个功夫啊？假如说这个晚上的那个睡眠品质不好就可以用，一躺到这个床上以后开始就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睡着了啦。有没有做啊？很好用的这个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可以做功夫。那我们只要肯这个万念都放下了，一念都不生呢，体会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那个状态，那个根源。那么本无一法，随任虚念，本来都没有一法，所以本来都没有一法的法，就是最高的法，最奥妙的，最殊胜的，全部都没有。假如说有法，那我们呢就有法执那有执着就不会成就，所以本来都没有各位呢就是要了解到，本来全部的法都没有就是最殊胜，已经呢回归到佛性本体所以这个法是最奥妙已经都没有法了，那么谁在讨论那个心念？那个熏念呢，就是我们还没有成就，熏呢就是熏习，念呢就是修念。那我们都还没有成就之前各位贤贤要不要熏习修念？都是要。我们只要呢肯熏习这个真理，那对我们来说呢帮助会很大，因为只要熏习真理我们的见觉就正确了。那现在因为凡尘万教齐兴都蛮这个一个很乱的状态之下，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对真理没有了解不知道的话，很容易被诱惑被这个误导拉我们走错那个道路所以我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只要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听呢那个CD 或是呢多看呢DVD把那个真理很熟悉就是已经呢都在脑海之中。那保持我们清醒的头脑，头脑一清醒呢我们就不会迷惑。那不迷惑我们就呢不会遭罪。那不遭罪没有那个业因我们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的怎么样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呢要自己来这个策划掌握自己的生活要熏习真理
然后呢要修炼，把佛性本来没有的贪嗔痴，我们呢佛性没有的那一些习惯性，我们都把它去掉，这样叫念，修炼。那么往返呢无端，就是我们呢在六道轮回之中，这个往就是出生了，还就是又死掉了，所以这个往返就出生跟死掉。无端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不是说当人每一时每一世都当人。我们有时候会到呢这个三恶道去，有时候呢会到天道去，所以它没有固定的。看我们在凡尘怎么作为，做得不好呢会到三恶道，那对众生有利益我们会去天道享福。所以呢往返无端，追寻不倦，我们要追寻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看不见也看不见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本体。那一切莫作明极自现，就是顺其自然，不落入我们呢这个有心的作为，我们只要呢都不落入那个有为的造作，所以呢一切莫作，有为的造作我们都不采取不用。那呢明极自现，光明跟呢那个极昧，就是如如不动。我们光明极昧呢那个佛性本体它自然就呈现了。所以只要我们呢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没有落入有所作为，这样的话呢那个佛性都会呈现。我们呢尽量不让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呢当家做主，我们请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当家。各位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在努力这个六道轮回久了我们都是我们的这个六根呢在当家了，已经当家很久，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跟六根呢这个商量，说你是始于那个听话的部分，是卑女跟奴才，要听主人，佛性本体是主人，要听此人的吩咐交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正确，不会造业，所以呢明极自现，光明极昧，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自己就会呈现。那么前际如空，就是这个前际显现在眼前，那个际就是时间跟空间这个显现在眼前这个时间空间呢，它全部都是空，三际心不可得，然后呢我们所有万象都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就灭，所以前际全部都是空，知次迷踪。假如说呢我们知道地方所在就会迷灭宗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知道地方所在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那知道地方所在就是已经住相，住在形象才有地方所在。那呢我们已经呢有这个住的地方所在呢，就会迷灭我们的宗旨。我们要超越凡俗，凡俗呢都要超越，不要迷灭呢我们这个应该呢努力的方向。那么分明照镜就是要分明，了了分明，就好像那个镜子呈现一样，了了分明，分明照镜。那么随照明猛，我们假如说随着那个照呢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个极就是佛性的不变之体，
那个造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那我们随着佛性的随缘之用，不呢追求本体，那个不变之体呀，没有把它呢这个守住激发，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明蒙，明啊就是黑暗，蒙呢就是朦胧，不知道呢方向，所以我们不要随着那个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去生活，因为我们现在在凡尘那个不变之体呀，都还没有很明确的启发，所以它还没有很明确的来引导我们呢走正确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们会随着佛性的功能作用在生活。那我们假如说一直随着功能作用的话，我们会就是黑暗明蒙，它会呢朦胧，不知道呢怎么样走才是正确，所以这个随造明蒙，一心有志，那个志就是呢阻塞，就是水不通流了，不流通了，那个叫志。我们心呢，假如说有停留呢，在哪一个角度因为我们在凡尘这个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也都有那个住的角度了。假如说呢这个之外呢觉得说行不方便，然后我们就会想这个能力呢强呢还是弱？弱的话呢就买一部脚踏车来骑稍微可以一点呢骑机车。这个稍微还再可以一点呢，买一部汽车，这个心我们心都会有所住在一个地方所在，我们心想什么呢？那个呢都是住，心都是住的。各位的心有没有住啊？哇，这没人讲。假如说呢，我们把我们整个心都无所住，无所住就是让它呢能够逍遥自在，不局限在一个角度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让心呢都无所住，无所住以后它逍遥自在可是呢无所住以后呢，还要呢耳生即心，就是不要进入完空了，就是还要有主宰。心没有所住可是呢，我们心中还有一个了了不明的主宰，那个主宰者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让心呢有这个阻塞，所以呢这边就写说一心有志，知华不通。假如说我们心已经呢这个住在一个极限的那个范围那万法已经就不通了，不通达，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上天对我们这边慈悲啦，以前不是很缺水吗？你看现在做什么？他为什么知道？所以各位都在做耳根圆通，你看我们周遭真的圆很圆满，整个不管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全部呢整个都在下雨圆，然后这个又有墙壁我们又通，然后又听得见这个声音那个我们常住。没有下的时候听到静悄悄；有下雨呢，听到雨声，所以圆通常，圆通常，就是我们佛系的功能作用。这样了解吗？我们是日用而不知啦，都已经日常在用了，都圆通，然后又常住，常住呢就是佛性的本体。才有办法常住，所以我们本身就有。上个礼拜不是讲那个正信条子吗？有没有印象？
可是听起来好像是去年在讲的事，好像隔了好久，好生疏的感觉啊。正信是什么意思？正确相信，正信，他相信什么？相信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呢就是佛，所以相信我们本身呢就是佛，所以这个程度啊又把我们拉得很高了，有没有？肯不肯相信自己就是佛？信心拢无足，都呢有一点呢怕，是吗？自己会是佛吗？会觉得说还差得很远，这个上天给我们认可啊，所以你说的对，我们本身就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佛呢要向自身求，身外无佛。我们呢看的那个所有的这一些修正的佛菩萨，那个都是要给我们效法，他们都已经成就了。那现在呢就在我们身上。这个佛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时时刻刻呢，要保持清净的那头脑，就是要觉，所以佛都在了，所以正信呐，调止，正确的相信呐，自己就是佛，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弯弯曲曲的心呐，把它调成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就是我们佛性的整个场所，所以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第一个第一义呀，那个叫直心，不要加入自己的情绪，不要加入自己的意见，正确的全部都呈现，我们呢就活在当下，当下呢都是真心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不用再向外找，就在我们自身里面。所以一心有志啊，知法通。那么去来自耳，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去跟来，去啊就是已经这个讲现象了，身体已经没了，来呢就出生了，自耳，那自己本来啊就这样。那一方面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来就非常活泼，非常逍遥自在。他呢要去要来都非常的自然而然，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狐假推穷，我们为什么呢要走路那一种推穷的那一种，就是去推度，然后到达一个极点，到达终点，我们呢一直都在推度，就是本来都已经呢，本身记住那个整个佛性，可是呢，我们都不敢承认，用呢这个胡乱的假设来推求，推求呢我们要呢追求的那个佛的那个位阶。那么生无生相生造一同。那个生，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在这个凡尘我们已经出生了，出生呢是我们的业力把我们推到现象来。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并没有生，因为佛性本体没有生，所以它就没有灭，没有生灭了。佛性本体没有生灭，我们的身体才有生灭。那生这个生无生相就是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没有生相，所以也没有灭相，没有生没有灭，是讲佛性本体。那身体的生是众缘际会，很多因缘我们呢造了业，跟父母亲有缘，然后呢才出生在凡尘，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生是因缘际会才有的，它还要呢还给天地，因为身体就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借我们用的，
没有一个人不要还啊，一定要还。所以我们在还没有还给天地之前啊，借假修真，我们借着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啊，来修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真呢，把它修正出来，让它呢能够主宰了了分明。这样呢，我们就不枉费啊，我们这一生，不然很快一生就过了，一转眼啊，一生就过去了，然后等到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回顾啊，就会后悔，说我们怎么在这个有主宰能力的时候啊，不赶快借假修真，使自己的那个真心佛性啊整个呈现，所以呢，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当下这个每一天每一个时段啊，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刻刻呢觉性呢都在都跟自己的自性佛在一起。那么生造啊一同那个生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肉入啊这个凡尘跟那个造呢就是啊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一落入凡尘以后呢跟那个佛性那个功能作用啊都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生造啊一同那么易得心净无心啊用功，我们要使我们的心啊清净，我们就呢进入啊无心啊用功。这个无心用功各位贤贤，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啊，那个六识啊就是我们日常在用的心啊。那这个心我们都不要用，叫做无心那我们已经无心了这一些呢生灭的心、识心认识的心啊，这一些心都不要这一些心没有了，无心了。那么这一些呢都属于妄真啊，因为都妄一直在变化，然后呢所有的妄啊都放下，没有了妄尽啊，真啊就显所以那个无心啊，无心的心就是真心啊，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是即心即佛的心啊，这样了解吗？还不很了解吗？因为可能我们以往都没有接近的真理没有研究性理心法所以会比较生疏。那我们要听的这个很习惯了以后会把我们那个佛性本来有的把它整个都启发出来。那启发出来以后啊，原来本来自己本性就具足，本来就有本来就已经是有了所以呢，我们要我们的心净欲得心净无心用功。各位贤贤无心用功呢，到底是有在用功还是没有？是有很努力的很努力才可以达到无心因为我们那个世心生灭的心用得很习惯，要去掉它很不容易我们不用功的话呢那个呢世心去不掉所以我们要呢用心把这一些生灭心都能够放下能够放下以后那个真心无心的真心呢才会呈现所以那个无心用功就是去掉我们的世心去掉世心以后我们的心就清净所以易得心净无心用功。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深一点点可是也不会太深了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做就会这个努力做。那么纵横无照这个纵就是南北
横呢就是东西，纵横啊，纵横知道吗？像我们这个台湾呐，这个南北的话叫纵，东西的话叫横，所以纵横，我们呢这个呢无照，所以我们了解呢，那个纵呢，我们大部分呢，都会讲说这个长，然后呢横啊，就会讲说纬度啊。经跟纬经经纬经是长啊，然后纬啊那个就是横，然后呢那个经呢那个长啊是它不变之体，然后呢那个纬就是变而有长，所以经是长而不变，纬呢是变而有长，然后呢我们纵横啊无照。就是不管是东西，不管是南北啊，我们呢全部啊，都不用那个活性功能作用无照，就是不要落入嘞那个功能作用。那既然呢不要落入功能作用啊，当然就在不变之体之中。那不变之体啊，我们能够呢这个牢守得住啊，那个呢最为微妙，最微妙啊。就是这一种状态这一种状态呢，要自己呀实践，实际的做，实际的做呢，它就会呈现会呈现呢这个最为微妙的那一种那个我们的那个不变之体的佛性呈现。那么知法无知，无知呢知要，那个知法，我们知道佛法。知道呢施圣的方法，知道这个法，所以或许就讲，假如说我们能够见法，能够见法就能够见什么？对，就是能够见佛，所以法就是佛，佛法身，佛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行为，我们的行为啊就是身。所以佛法身呢，三宝一体，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知法已经知道了，知道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个呢叫做知法，各位知道了没？知道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无知，就是呢也要把这一种我们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啊，放下。那个呢，就进入无知，无知才会宽广啦。有知的话呢，各位学姐就是有能守，有能知啊，有所知。那有能守就是生灭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有能守，有能守就是有事相，有事相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灭。那我们呢？无知啊，就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就是没有变化，没有生灭，所以知法无知，就是引导我们又向上一层，往向高的一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法性呢非常深，我们越追求他就会觉得说，怎么越追求越深，然后呢越奥妙，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不然我们被呢，这个造化完成引诱，那一生很快就过去了，就很可惜呀，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呢回光返照，来注意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知法无知。然后无知啊，知要，已经到达无知，到达无所不知的时候啊，那个法要啊，我们都已经得到了。所以呢，无知啊就知要，知道呢那个要法重点所在，重点所在啊，我们全部呢，都很清楚了，所以呢，那个无知啊知要，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个这个真理的深度比较深啊，就比较深色。然后呢，外面啊这个雨又下得很大它很凉快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容易进入朦胧的状态所以只要一朦胧了不会做梦也不会起心动念所以或者说尽量享受。所以在整个我们的佛性都呈现的时候那个佛法的那个要领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就是已经把握我们自己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指挥我们视听言动的那个佛性本体都呈现这个是很重要。子人我们自家的子人翁已经都请出来了。之前呢，我们都让他睡觉。我们还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之前，我们都让我们的佛性在睡觉。各位的佛性有没有睡过觉？还很明媚其实他修养好了，他都不会计较。因为我们那个六根很强，都要抢着要当家做主，所以佛性它退位了，说都不见。那我们现在呢把它请出来，让它呢来当家，这样的话呢，我们时时刻刻都跟主人翁在一起，将心守静犹未离变，说呢。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守这个静，那个动静是两边那假如说我们守静，用心来守静变成只有自重一边，自重一边呢，那个整个佛性本体它没有呈现，就变落入一边而已，所以呢犹未离变，就表示说我们还在变之中。我们众生的毛病就是很容易走入一边，中道难行所以或许那个对我们这边呢那个发现说也不要那个形而上那个各位都还记得吗？也不合上也不合下。我们这边不是发明要合中吗？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去实现都合中。26时中这个26呢，12个时辰，一个时辰2个小时所以26时中呢，就是等于整天24个小时。那24个小时时时刻刻都守住中道，那个中道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只要我们时时刻刻都守住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在觉之中。那我们这个觉只要是久了，很久，我们就会讲叫做觉者。觉者是什么？就是佛。那我们有没有当觉者？没有还是只停留在24秒，还没有进步不过能够停留24秒也不容易我们就是从最基本的做起。回光返照，把心收回来，守住那个觉，觉守住了，能够守个24秒，不错了，慢慢增加了，增加到后来26时中，全部呢都守得住，就变觉者，那个时候成就了，这样快不快？都没有把握，
这个还没有想去做哦，对不对？想不想去做啊？这个想的力道都还不够强，所以只要下课就忘了。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哦，这个呢要自己呀来这个证悟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是重要。生死忘怀即是本性。我们呢不要把那个生死这个抱在怀中所以我们生死忘怀。只要呢我们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我们这个整天都跟佛性在一起，然后做耳根圆通，把佛性延伸到整个空间，让呢整个空间都是佛性这样呢就变真空妙有。那真空妙有已经呈现了，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就不关紧要了身体的生死就还给天地水有风土就还给天地没有关系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又没有把它呢做跟圆通延伸到整个空间，那我们生死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业力会把我们推我们呢造了善业推到天道去做了恶业推到三恶道去，那不善不恶呢又推到人道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业力就是有那个力道把我们推落入现象看要在哪个现象去接受果报。那我们一有修正了以后这个身体就无关紧要还给天地就好了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就全部都跟我们那个佛性没有关联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很重要的所以呢，你看我们凡人社会人士，只要那个一口气不来他就很紧张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我们现在这个四肢健全要走东往西都很自由，可是一口气不来四肢已经不能动了。那个时候的佛性又不修的话，要去哪里没有路所以我们看这个家属就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经就是径，就是路径，就是要走的路了告诉那个断气的人你要怎么走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自己先把路都铺好呢？各位有没有铺路是铺巷子的路，还是普通道路，还是高速道路、高速公路？我们铺什么路我们假如说是修得很辛苦很难，那个呢是高速公路可是以后会走得很快那假如说我们那个用很小的力道在做那个是在修那个小巷道小路那各位喜欢走大路还是小路？真的吗？大路要绕得很远小路比较快，不怕远还是走大马路世道呢则进会道则退所以我们了解说生死忘怀从我们怀中呢把生死都忘了没有修没有启发佛性我们把生死忘了，那个业力它不会忘，它业力还是会推把你推到现象去那这个告诉我们生死要忘怀，就是跟我们讲要赶快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才可以不受生死的约束，不受它左右所以呢我们生死忘怀，那么即是本性已经呢
走回到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就是本性。那么自理呀无权自理就是呢究竟圆满的真理究竟都很圆满那个呢叫自理。那么无权啊就是没有那个权就是解收了，没有办法解收，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它很高的程度了那个原理道断了，心行处灭很高的程度所以我们就是要本身去做去行持，才会了解那个呢那个自理无权非结非缠不是呢解开，也不是呢缠绕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啊，我们都是自己这个绑住自己。我们有很多观念不正确的时候啊，就绑住我们自己把手脚都绑起来了观念不正确就这个样子所以那个变成缠围绕，我们围绕呢在呢不合理的状态之下呢那个叫缠，然后呢解开了就是呢没有自由自在就是解开了，然后呢在我们那个本性中在究竟圆满的佛性中呢它非结非缠没有解开也没有缠绕本来就是自然而然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要呢自己这个体会我们那个佛性的奥妙，灵通呢应物常在呢目前灵通，只要我们肯呢时常都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那个灵特别的灵敏，灵敏就会通，都会灵通所以那个灵通呢就可以应物所以在北部呢很多前贤呢他们都修到有功夫都是修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什么事呈现，都会事先知道。竟然在提那个重物的时候会到达说没有重量，好不奥妙？他在心里面说佛性来提，帮忙提就佛性在提不是身体在提。我们身体提的话就棒佛性帮忙提一下，哇，重量都没去好不奥妙？听起来好像卡通影片，不过是这个道亲前贤跟后学说的后学导师提都还很重。不想麻烦佛性因为我们都没有好好照顾他再麻烦他不好所以呢都是自己身体做我们了解说那个灵通就可以应物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呢有一些功能显现的时候比较灵敏第六感比较灵敏，而且也知道一些事情，那各位前贤不要炫耀，因为炫耀这个虚空之间有很多那个幽冥鬼魂，有很多魑魅魍魉，有很多呢凶神恶煞，有很多日夜游神有很多呢三神地。那假如说我们炫耀这一些这个看不见的无形东西呢，它会来要求我们帮忙，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有那个能力有能耐可以帮忙吗？他为什么不去求佛菩萨呢？为什么求我们？所以就了解说佛菩萨呢不做那个事他来求我们的话，我们更不可能有能力去做所以被他一缠绕了我们就糟糕了，那个吃不完就兜着走
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灵通以后啊，家己知影就好，欢喜在心里面，这样就好了。这样会不会？不是这个暗多了，而是要先保护自己，先让自己修的程度更高一点。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效验而已。那慢慢的我们会有五眼六通，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游戏神通就不只有五眼六通那个是超越的。整个天地之间所有风土呢，我们都可以把它集合，变成我们要的形象。你看是不是游戏神通？那一定我们要努力知道说这个空中不空，空中有东西在我们最要的最基本的就是先把佛性呢跟空融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体会那个一真法界体会呢如如不动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根源慢慢延伸慢慢发挥越来呢越殊胜就会呈现。所以呢那个灵通呢应物常在呢目前就会显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眼前就具备了万年，眼前呢就具备了所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都一直在讲只要我们不要有三心那么不要有三心呢，三世就摄受我们不住。了解意思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不管好坏都让它过去。未来的也不用策划，因为那个是身体才用的，佛性不用。那现在呢不住。我们说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一段没掉了。所以没有三心，没有过去心的过去世摄受我们不住。没有未来心未来世摄受我们不住。没有现在心，现在世摄受我们不住。那三世都不摄受我们是不是自由了？我们被三世摄受是不是要六道轮回？对不对？所以咱要为咱的心做起，不要有三心。只要我们有三心我们都被三世摄受。去有三世摄受，咱就要六道轮回。各位浅显，六道轮回好不好？不好啦，那个太不好玩了。拢爱辛苦，去天道嘛不好，那个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本位，当活菩萨，最好，就是要修正，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正，所以我们可以灵通万应物以后常在目前就显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眼前佛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这个现象之中，就是当下，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各位知道吗？就是不要有三心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容不容易？我们活在当下真的很不容易拢会想较早，会想未来的，爱想现在所以三心很容易呈现。结果又被三世摄受，结果又落入六道轮回，那么熟悉所以我们要走出来就是真的要有恒心毅力，要认识真理，说我不要被三世摄受，我要把佛性就整个呈现在眼前，所以眼前呈现的一念就已经呢万年亿万年。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
还记得吗？那个14怎么算？就表示各位都有内涵的，知道怎么算哦。这个这个14啊，就是3世之中呢各有3世，加起来就9世啊。又显现了在眼前一念，又是1世，就10世。那么10世呢，古今不离当念，万年前、万年以后啊，都不离开我们当下眼前这一念。所以这一念就具备万万年。它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呢都是要活在眼前当下的每一念，这样呢就正确了。就已经呢，可以啊，回归到呢，不生不灭佛性的本体啊，就显现了在当下。这样了解吗？先了解然后再慢慢去实现。这个要做到是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这个显现在眼前的一念都掺杂很多杂质，有没有？都很多那个影响到我们眼前这一念的呈现。所以那个啊，我们慢慢把它拼除。说那一些啊，对我都有妨碍，没有帮助。那我把这些这个妨碍我眼前呈现的这一念的那一些啊障碍物啊都去掉。那我们一直都去掉了以后啊，真的呈现的就是啊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就在我们当下的每一刻。那么目前无物啊无物啊宛然，就是显现啊在我们眼前非常灵通的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显现在眼前。可是呢，目前啊无物，就是没有东西呀。各位浅显，这个我们眼前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呀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吗？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讲嘛我们看到呢，我们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见法。那见到这个法，就叫见佛。见到佛，原来就是自己本身了，有没有？所以这个目前无物啊，就是在讲这个，显现在眼前呐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是没有形象。了解意思吗？其实各位是给后学面子的才会回答了解。较袂讲安尼无一个人应，所以这个都是很深刻的真理我们一定呢要一听再听那听得很熟了以后啊，我们会进入了以后啊，就不会觉得深啦就是因为不了解才会觉得深。等到我们了解了以后啊，嘛无深呢逐渐呢像或学这个追了从13岁那个小孩开始，就参禅足迹呀都坐到安尼足好势因为囡仔骨头软软双膝卡压会起来，坐相盘坐到足大足好势。坐到后天庙有17年，求道以后又经过13年，加起来30年。都在追求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30年呢，我讲够功了，真够笨的，笨不笨？追求30年才呈现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原来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都是咱在追求的啦，知道吗？所以开始讲课的第一天，不是说2个小时就可以吗？
还记得不记得？那我们已经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也讲啊，六祖的话他连2个小时都不用，伊拢知影，都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槃，把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交给地藏王菩萨，然后呢地藏王菩萨就直接呢转世来教导众生，所以那个六祖啊就是地藏王菩萨来转世啊，来转世直接来教导比较快啊，我叫我过是要安怎过？活菩萨都不舍众生呢，可是我们都欠天，这个国语怎么讲？看天吗？好像不是的就是那个不在意的意思啦众生都不在意，都没有觉得那个性命很可贵啊。没有那个感觉，所以那个地藏王菩萨已经接受了释迦牟尼佛交代，他说我不能不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来教导众生呢怎么样成就，所以就来转世了，一呈现教导我们，那我们也正在研究，刚好11个月啊。我们研究到今天刚好11月，很快一转眼啊，真紧呢，11个月安尼过去啊。回想一下跟那个我们还没有上课之前啊，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很大？没有啊。最起码我们能够相信自己呀可以成佛，对不对？像以前说希望成佛，那个是差别很大。我们从自己本身呢，了解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很亲切的去摸到它，很亲切的启发它，然后呢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个呢都是在我们自己本身呢可以做的，而且又可以成就的，只要我们都肯用心，真理一了解了，只怕不了解啊，了解了以后啊，一定会促成我们去实践，不了解就没办法，那了解以后，一定会在内心里面跟你一直讲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对不对？不了解就没办法，没要做。不了解的没样子啊，不了解就不会做了。了解了以后，那个内心啊，会一直有声音，促成我们实践，一定要做。那只要我们肯落入这个实践去修持，就一定呢功效呈现，绝对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显现在我们呢，目前啊没有形象，无物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就是那么亲切，那么实在的，我们可以去掌握它，所以目前无物，那么无物宛然，虽然是没有形象，那个物就是东西呀，没有东西形象，可是呢，它呢很，整个全部都在。宛然就是呢，不缺，全部呢，都很圆满的，整个呈现，所以呢，无物宛然，不劳自见，不用呢，劳劳碌碌我们的智慧去鉴定它整个都已经呈现，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不劳自见。那么体质呢？虚显，佛性的本体啊，它自己啊本身呢，虚就是没有形象，然后玄奥妙，很玄妙，很奥妙，所以我们呢都可以体会，
那么念起念灭啊，前后啊无北，我们的念起啊念灭，念头来了，念头去了，念头的起灭啊，前跟后啊，没有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啊这个法龙禅师呢是讲让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了解，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有这个念头，那么前念后念啊，念起念灭啊，我们呢时时刻刻呢都不知不觉，都不知道，那法龙禅师呢跟我们讲说呢，前后啊无别，就是前念跟后念啊没有分别。那为什么要落入前念后念没有分别？因为它都是不实在的、虚幻的，都呢这个不要去住的，所以让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念起念灭啊都是虚幻。各位浅显，念头谁生出来的？很不错哦，就是佛性本体生发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唔免讨厌那个念头，就是我们要感谢它，让我们认识呢佛性啦。有法度生念头出来，有办法生念头出来，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了解心动念，谁呢？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在起心动念。那我们能够了解，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这样要认识佛性本体不容易，很容易都是起两头迄个啦，起两头迄个。那我们现在呢，重点啊，就是要呢回过来看起念头的那个佛性本体。不要被我们那个念头的内容拉走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起心动念念头都有内容，对不对？那我们都会跟着内容走，对不对？这样够不够聪明？要不要做聪明一点？所以回过来看哪个在生念头？就是佛性本体。原来佛性本体这么亲切，就在我身上，生念头给我知影，这样就不管那个生出来念头的内容，因为我们走路啊，念头的内容就会烦恼，对不对？一定的啦，起心动念以后啊，那个内容啊，一定会促成我们烦恼。那我们就不要去管那个念头的内容，我们回过头来管谁生出来的，这样会不会？要做要实际的做看看呢哪个生出念头来它能够生出念头啊，有没有形象？我们都以为头脑生出来的都以为啊，我们念头啊，以为说头脑生出来的，是是佛性生出来的，没有形象的佛性啊，生发念头，我们差别是在走入念头的内容。那现在呢，不要走入念头的内容，我们反过来看生出念头的佛性本体，所以这样啊，那个念起念灭啊，前后就无别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后念不生啊，前念啊自觉，我们呢这个后念不生，前念它自己呀，就不见了啦。所以我们都是一念接一念，一直连延不绝，都一直生花，所以我们不要呢学那个道经就讲。头脑都已经生出来了，不用都很可惜呀。会不会这样？不会啦这个头脑虽然生出来没错可是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啦，要还给天地的，不是我们可以主宰。不是说他这个头脑已经生出来就常在永远在，不会
会很快就消灭了哦，不见了哦。可以说呢，这100年以后啊，各位先贤，100年以后啊，我们谁还在？经过100年啊，在100年以后，现在民国99年，对不对？在民国199年的时候啊，我们谁还在？都不在了哦，他有够夭寿。都很短命啦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啊，好好的运用我们呢就是要活每1分钟1秒钟啊，都要好好运用使我们整个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都呈现，这样呢就是好好的用所以这个后念不生啊前念啊他自己啊就解没有了。那么三世啊无我啊无心无佛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那三世啊都无物，都没有东西呀因为所有东西形象都是眼即则生啊，眼散就灭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所以三世啊都无物，没有东西然后无心啊无佛，也没有心也没有佛就已经啊回归到正位，就是本位了全部都都不用名称来说了。你了解意思不？是很沉重吗？那法隆禅师呢，都跟我们讲那个原始状态，就是最高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就是要体会，那么众生呢，无心呐，依无心出，分别啊还生，所以众生呢，众缘积聚啊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所以本性啊本不生，所以呢本性就没有灭。那个所生灭呢，是众缘积聚而生的。那众缘积聚而生啊，缘俱生，缘散灭啊，那个就不要管它了。所以众生啊，无心，全部啊都是无心。所以不要有那个妄想心啊，就归入啊，那个无心。无心呢就是真心，所以无心就是道，道就是无心。那个心啊就是佛就已经呢在佛的本位所以呢依啊无心出，我们按照呢那个无心，然后啊出现在凡尘按照呢无心出现在凡尘，一出现凡尘以后啊，就有分别凡跟圣凡人啊追求的都是啊有形有相财产。然后呢，圣人所追求啊，就是佛性能够恢复光明，然后呢，能够呢度化众生，都可以脱离苦海。所以凡圣的差别啊，就在这里。那我们要知道呢，在凡尘呢，我们追求啊物质的享受，那个也都是身体在享受啦。佛性有没有享受？那个有时候我们这个物质太富裕了这个佛性反而啊很郁闷就是啊不快乐啦所以孔老夫子也都是讲说呢这个吃那个粗饭，然后睡觉用那个手背来当枕头这样呢快乐啊在其中。那个不义的富贵啊以我如浮云啦所以孔老夫子也是这样讲。然后呢，我们看那个颜回，颜回是肌肉相单食嫖饮，人不堪其忧啦，回不改其乐。他那个生活那么困苦啊，为什么那么快乐？各位先生，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是装给我们看的吗？不是那个假装的那个短时间可以啊，那个长时间都不行。所以他心里面呢，一定呢有所本，
他心里面有所依赖，他依赖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儒家思想，就是得一善，前福音终身无私，就是这样。他得到一善，这个一就是道。他已经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他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不管现象是坎坷现象是富裕他都不影响。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一些这个圣贤他们对外境都不这个引进到内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以往留下来的那一种收定就是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然后威武不屈，然后泰山崩于前刀具加以后不动声色，这个就是定很大的定力。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定力它就是因为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完全都不在现象上面，所以定力才自然而然呈现。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跟圣人也是没有分别，也是一样的，看我们肯不肯做。我们肯做的话，就把外境整个都拼除，全心全意就是追求能够回归正位，就是成仙做佛。各位有没有这个心是希望还是真正的想达到？真正的想达到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凡尘一落入现象都是要受苦啦。我们可以回归本位了以后已经进入没有形象的那个佛性本体，可以千百亿化身要来不是不能来。不用烦恼说一修道以后都天地无人会不会这样？不会啦。我们要了解说呢在之前我们人类之前是用化身的不是胎生是化身变化而来，而且也不用吃饭，在天上飞那个记载在那个《阿含经》里面或者还特别把它抄出来会飞为什么我们后来飞不起来？因为贪什么？那个地生长那个很甘甜的那个饮料，我们就贪吃一吃了以后身体重，结果就飞不起来因为这个化身以后有男有女，就互相对看看到有意思看到有意思以后化身才变胎身知道意思吗？因为看到有意思才起厝我较早无厝知道吗？都没听过各位要看那个《阿含经》大藏经的第一册里面就有记载所以我们了解说原来以前我们还是化身来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真如不守自性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寿命很长，有84000岁心越来越坏寿命越来越短那个地生长的东西会养生，可是也会害身就变成我们的寿命越来越短。往后各位浅显，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我们人的寿命会更短，然后我们人的身高会很矮，很矮就差不多我们手肘的高了从这里到这里。然后寿命在凡尘能够活的寿命
才只有10岁啊，10岁就死掉了。女孩子5个月啊就结婚了，5个月生下来5个月就结婚，因为10岁啊就死掉了。然后呢，已经苦到极点了，心就转变，要行善。然后行善以后啊，寿命慢慢增加呢到84000岁。所以等到呢84000岁的时候啊，我们老子师就下生了。那个时候女孩子500岁啊出嫁，500岁才嫁人啊。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现在500岁才嫁人，会变什么？所以我们看一看那个因为证悟到佛以后啊，无所不知啊。那个时候就是问释迦牟尼佛，说那个构成那个人类啊来的无始以来那个构成，然后佛就讲，然后讲到以后，讲到我们往后，所以要了解说，我们之前有那个庄严劫，我们现在叫贤劫，以后还有星宿劫，那一个劫都有1000位佛啦。现在贤劫到释迦牟尼佛第4位，然后我们弥勒祖师第5位，还有995位，一位都很久，对不对？是不是时间呐没完没了，很长非常长。我们要不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都受苦？要不要？所以不要的话就要努力修那个你看诈骗集团那个我们不要去参与不要去骗人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把自己那个佛性培养的光明回归本位了以后啊不管它这个现象经过了几亿万年我们都如如不动，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一回归到本际本来的地方所在，那个如如不动是可以的，愿不愿意啊？回归到本际如如不动很理想的。他不是说回去就不能来，你想要又可以，不只有娑婆世界我们这个是南赡部洲，我们可以到北俱泸州东胜神州、西牛贺州都可以都可以去，而且又可以超越这个4大部洲，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宝佛世界都可以去非常宽广，非常大我们那个佛世界非常的宽广不只有太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生长在南赡部洲呢，我还很窄这个地方也不大我们说世界很大，其实不大，很窄。依无心出分别凡身，有凡人圣人。那么烦恼呢转胜我们有分别心以后那个烦恼就会转得很胜各位在生活之中呢这个现在的烦恼多不多？这个越修道是越多呢，还是越修道烦恼越少？我们就是要认识那个根源烦恼从哪里来呢？各位先生，烦恼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住相我们的烦恼从住相来，只要我们不住相烦恼就消失了所以相引起我们烦恼那所有的相虚幻不实在，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的那种假咱唔通伫假内底烦恼
相都已经变化了，我们的烦恼都还没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烦恼还真的加工，巧啊讲，讲的人养烦恼啊，所有烦恼的人拢巧啊，都是很聪明才会烦恼那么计较乖场，假如说呢，我们落入计较，就呢跟那个常道，跟那个真理啊相违背，那个乖啊，就是乖舛，就是违背的意思啊，这个计较，各位都有生活之中呢有没有计较？都会有啦，只是大跟小的差别而已，对不对？有那个大的计较跟小的计较，那只要我们落入计较，就违背了那个真理，求真呢，背正。假如说呢，我们呢落入那个求真，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在真之中，我们在求真呢，就违背那个正，就跟真理相违背了。这样了解吗？我们呢不是有看那个张轴秀才悟道记吗？他不是有讲趋向真如啊，意识起，因为本身就在真如之中，你还要再趋向真如，那么是不是已经呢头上安头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当下就是真，所以不用再求真，一求真以后呢，就背正，违背啊。那个真理双明啊，对峙，就是我们两边呢要把它呢泯灭，双明，就是不要有两边的对待，我们跟人相处啊，很容易啊进入两边，不是喜欢就讨厌，对不对？我们把喜欢讨厌都去掉。不要喜欢，也不要讨厌，就是平常心啊。会不会做？蛮难的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的要他不喜欢不讨厌还不容易，是不是这样？所以还是要从真理着手因为呢喜欢讨厌是我们情绪的表现，那我们呢情绪表现出来啊。有违背到我喜欢的，我就讨厌；顺从我喜欢的，我就很高兴。它就有取舍。既然落入取舍，我们又造业了。造业就要受苦，所以要不要去掉？把两边都去掉所以不要落入喜欢讨厌，都是假的。完成呢，一切事啊都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双明对峙，就是不要有那个对峙的那个情绪出现，都把它泯灭去掉，没有了就好都全部没有了。我们的心不走入两边对待就不用对峙，所以双明对峙，湛然明净那个湛然。湛然就回归到最原始状态，那个湛然明净光明清净可以回到呢我们呢那个本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湛然常寂然后呢光明清净不需要工巧不用呢这个功夫来修，不用我们的那个巧手来做。不用守因而行，这个守因而行各位先生，因而他怎么做？因而他怎么做？因而有没有分别心？因而会不会讲话？因而会不会做事？所以守因而行就也不会讲话，也不会起心动念，也不会做事，也不会惹是非，也不会分别心。这样了解吗？
我们容不容易做？还真的不容易啦哈。那个最大的哈就是分别心，婴儿哈他没有分别心，我们越长越大以后啊，分别心才出来，分别心一出来，我们烦恼就跟着来了，所以婴儿啊他没有烦恼，也不会讲话，所以我们很多啊，不必要的麻烦都是讲话来的，所以我们在凡尘本来都是接受福报啦，因为嘴巴太轻易讲话，把福报都享用完了。所以当我们这个听呢，周遭人家在讲话，然后这个听听他的内容，会觉得说你迄都拢免讲啊，迄讲的拢无好，有没有那个感觉？各位修养都非常好。因为不听人家讲话，人咧讲话跟我无代志，我不爱听。这个修养，对不对？要不要？还真的是要修养。可是有时候啦，假如说你坐在车上啊，他就在你隔壁啊，他在讲那个手机呀，有一次或许这个从桃园坐车坐那个国光号国光客运到台中，要去买大藏经，然后从桃园上车到台中，再或许隔壁的一位男生那个时候那个电话那个手机的那个电话费还算秒的，1秒钟多少钱？他竟然从桃园讲到台中，厉不厉害？因为正在恋爱，所以讲的话我讲那个真的是这个可以都不用讲，那个说10句有11句啊，都会，可是那个恋爱的时候啊，就很喜欢讲废话，没用的话，很喜欢讲。所以我在想说你若把这钱来救走那善下人我也不知多欢喜不少钱呢，那个要2个小时1-2个小时的时间啊，那算秒的那个时候还算秒的，不像现在说打得很便宜以前很贵所以我们要守婴儿行。就是婴儿啊，他都没有分别心，然后也不会乱讲话，然后呢也不会行持错误，就是做，这个走错路了，他不会走啊，所以不会走错路，守婴儿行，这个婴儿行还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就讲我们要守那个婴儿行，那么这个心心了知啊，尽往啊，转密，这个心心了知啊，就是我们就是不要落入有为，只要我们都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之中，它这个了了分明，整个知觉性会呈现。那假如说我们的见很宽广，假如说我们见好像王一样。这样缜密就会把我们整个那个知觉性灵掩盖看见，整个呢拢无去，拢无那个清醒的头脑就没有，所以见王这个转密。那么寂寂无见，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寂寂那个寂昧。到达如如不动那个寂昧无见，没有我们那个妄见，寂寂无见暗示不已，就是呢不管是这个明跟暗都呢不移动我们的那个见觉，那个见觉性就是很笃定，就是我们的那个
正知啊正见，非常这个清楚的呈现，所以那个寂寂无间啊，非常重要，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就是我们正确那个认知。暗示啊不移，在暗示里面呢，也不转移我们这个佛知佛见。那么心呢无妄，这个呢就是表示了了分明的我们那个佛性，它没有妄，就是全部都是真啊，所以我们要在真里面呢讨生活。那么积极啊明亮，这个时候啊上面呢寂寂无间。那么底下呢，就寂寂明亮，那个又是啊佛性本体，很光明，很亮丽，整个呢都呈现。那么万象啊，常真，松柔一相，这个万象啊，所有凡尘的万象，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呈现。所以呢，它是常，常住啊，又是真。所以万象啊，常真，这个表示那个世间相常住，这个世间相虽然变化无常，可是呢，它的来源，都是佛性本体呢，这个生发出来，生发出来以后啊，虽然又这个灭了，可是呢，它是啊，变而有常，又会呢这个呈现，所以万象啊，常真，万象呢都是真常，都是真的，松柔一相，松柔呢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啊，这个形象啊都在一起，那一相啊，就把它归入啊到一相，这个各位浅显，一相是什么相？一相是什么相？就是无啦，有没有的无啊？无相，一相就是无相，所以松柔一相就是无相，虽然呢万象啊都很多，可是呢都是因缘际会啊，都是假的所以都是无相，无相才是常，才是真，所以呢我们了解松柔相，我们呢也在讲说。这个万法呢，皆空，有没有听过？那后面要接一句啊，空性啊，即是佛性，不是万法皆空嘛？我们万法皆空以后都不接了，下面就没有文字啊，结果那个万法皆空就变成完空，变成什么都没有，那就断灭。那我们下面接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安尼样为，所以这个受一相就是没有相，没有相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不容易从文字不容易了解意思，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往的那个修持。那个禅师啊，都是投入啊非常长的时间呢，在呢专研这个真理，所以一讲出来的话一个字啊就代表很多意思，那也是要引导我们走入那个真理的世界，我们只要走入真理世界就可以回归到本位，不然我们在凡尘啊。都离了我们那个正位啊很远，都千差万别了，差得太远，所以那个在呢西元0年到1000年之间的所有禅师啊，他们都投入这个非常多生多世啊，都是在研究这个真理，所以一讲出来以后他们都是要引导以后。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研究的人能够实际的得到利益，不要经过那么多的摸索时间，像或者刚第一次讲，我说这个30年真的太久了啦，我们哪有那个时间去耗掉那么长的30年，
哦，2个小时就好了，哎，努力听2个小时，把30年的那个经历啊、经过全部都吸收，这样快不快？很快嘛，所以我们就直接指点出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把佛性本体体会出来，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30年累积下来的嘞。或许都一直想真的，30年，所以要不要学啊？就是要学。你真的晚上睡不着觉，马上做，马上睡着了，好不好用？很好用。你肯努力做一段时间啊，不是灵通吗？我们真的灵通那个第六感特别灵敏，然后呢可以慢慢进入，到达真空妙有，可以进入那个真理世界，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可以深入的。一定要有一个下手的地方啊！怎么下手？观念放下，一念不生。所以上个礼拜啊，最后一个不是问吗？万念放下有没有？你想到有什么，那个都是没有放下。一定要全部都放下。全部都放下，真才会呈现。你还有什么感觉？那个还是演那个还不行。一定也要放下。全部什么都没了，那个才真正的忘记真显。真都已经呈现了。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呢，到达松罗一相的时候，就无相，无相呢，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佛性呈现。这个气来咒力啊，一切莫持。这个气来咒力，就是我们在完成的行住坐卧啊，一切莫持啊，就是不要执着，不要固执。我们在完成可以说了，只要落入身体就会有执啊。各位有没有执？固执啊，固不固执？我们都会有固执而且各位同学，假如说你看到对方这个眉毛的中间假如说有横纹，他的固执程度是超越很多很大的，所以你要改变他的心念，那是比登天还难。固不像或者这样，固不固执？很固执，对不对？对，就是很固执。不过我们要了解到了，我们要择善固执。固执有时候要用对不对？不要那个选择恶，固执就好了。要择善固执。然后我们一看到这个对方跟我们交接的人加都加倍。他没有固执所以很容易跟他沟通。然后看他眼睛又大大的，人中又宽宽的，他心地很宽广，你那个批一嘛笑啦，他都不会计较。那假如说是相反的话，那我们讲话就要小心一点，连在讲话都不能去欺负他，他会把你记得牢牢的，会记仇那个时候呈现现象，那我们在相之中呢，也稍微知道一点，这样的话呢，度人就比较容易，那么决定无方随为出路，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决定我们决定呢无方，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在所以决定呢无方我们要了解呢很宽广，佛性呢本身呢很宽广，所以我们呢这个决定就不要让它呢落入一个地方所在，一落入地方所在呢我们就没有这个回到呢本体的，那也就没有逍遥自在，所以那个决定无方。那么随为出路什么人在出路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出入啊，都是啊我们有造业的，然后呢才有那个呈现啊，那个出修正呢才有入，所以出入啊，谁在出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是我们在完成啊自己心的那个主宰。那么无合无善不持不起，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啊业啊跟我们啊无合，不会合在一起。可是呢，只要我们有造了业，它也无善，它也不会消失。所以呢，无合无善。这个呢，跟我们在讲那个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个呢是一样的，不增不减，然后呢无合无散，都是呢在讲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状态。那么不迟不急，迟就是很慢，急啊就是很快，也不很慢也不很快，所以这个快跟慢，是我们的那个观点，我们自己啊每一个人所看的角度，快慢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情绪反射。那么明急这个自然，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明啊就是光明，急就是这个如如不动。所以那个明啊就是有那个佛性的随缘之用的功能，然后急啊就是不变之体，那个不变之体啊也急，然后呢随缘之用啊也照，照呢就光明，对不对？所以那个明啊就是照，就是呢佛性的随缘之用，那个急啊就是不变之体，我们呢明急啊自然，就呢自然回到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回来。那么不可言及呀，就是我们用语言来说的话呢，没有办法说到了，它很深，它被讲它没得搞，讲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到达，所以不可言及。知道这个意思吗？心无一心呐，这个心不要有那个异心，异心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呢就是有很多了心啊无异心，然后呢不断这个贪淫，为什么呢不断贪？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贪嗔痴那一些贪淫的那个性啊，它本来就是空。那我们只要呢不住相，不住相以后啊，就没有那一些那个贪淫的那个事。那我们呢要了解那个贪淫的那个性啊，跟空性是一样的。那假如说我们有那个要呢这个断贪淫的那个心啊，表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啊还不透彻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心呢没有两个心，没有不一样的心，然后也不断贪淫性空自理。只要我们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佛性它本来就没有形象，是空。只要我们呢进入佛性的空它自然就离开呢那个形象的贪、形象的淫都已经自然都离开了我们呢这个时间呢已经到达剩下的这个15分钟，各位先生有问题要问吗？或许是很鼓励大家问，因为问进步才会快。有没有人要问15分钟。好，请说。刘讲师这是美国问的问题。好，请说。他说，请问刘讲师，后学有至少3次正在和朋友说话，但当时并没有在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或耳根圆通，突然有几秒钟恍惚状况发生，可以听到朋友说话声音，可是觉得好像隔了一层，
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不恍惚时不太一样，感觉后学和朋友在两个不同世界。后学觉得自己像透明的气球要飘，膝盖以下不属于后学的，两只脚就像两根木头立在地上，很担心身体不知倒地，心想是不是贫血？可是抽血检查没有贫血，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这个美国道心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他不研究这个为什么会去转世当老虎，还要研究说老虎为什么一直在吃肉。我们在凡尘，假如说都是要坑人啊，要吃人的那个会转世啊去当老虎所以我们在凡尘就会遇到有这一种现象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吃人坑人，那个他这一生的身体不见了，寿命到了，那转世了以后到畜生道去就会转世成老虎。那你刚才讲这个现象，就是在跟朋友这个讲话之中呢，会有那一种恍惚的那个状态产生呢。那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做功夫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说正在做那个功夫，可是它已经在我们的那个脑海里面它自己本身已经在做，它会有那一种那个呈现一些功效。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或许都鼓励各位浅显，在我们发清口愿那个烧表文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注重所以那个都已经进入我们的潜意识。那进入潜意识以后做梦，连我们睡觉做梦都会不行，我已经清口了，不能出分的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那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把那个重点就是我已经清口的那个看得很重，就是重视它。然后我们假如说在修持一样对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也非常重视它一样进入潜意识。进入到潜意识以后我们并没有在想在做，可是它自然它在潜意识里面自然会有动作会有那一项那个功效呈现所以那一种那个恍惚的状态我们就是了解到恍惚状态就是不进入两边了。所以或许都时常讲我们会打瞌睡打瞌睡不可能做梦了，打瞌睡不可能起心动念，所以那个叫朦胧状态。朦胧状态就是我们没有固执两边，就是没有想对，没有想错，都没有，那一种是最符合中道所以在那一种最符合中道的时候呈现一些那个我们呢这个不是想象可以知道的一些浅显，那个呢是属于我们修持的功夫修持里面它呈现。那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我们不要去虽然有功效呈现，可是也不要住相，因为住相以后我们会被相妨碍，要再进步就不容易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放下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一样的要重视那个心理，因为心理的状态会影响到生理所以或许才有讲那个那个希特勒抓那个战俘那个情形，各位有没有听进去他被冰刀一个以后并没有流血，可是他也死掉了他为什么会死掉？就是因为他心里面的生机已经没有
他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死掉了，所以那个心理影响到生理，像个流氓，美国小镇那个流氓，他也一样，他的心理呀，你一直全心全意的照顾你的身体，不受他这个影响，有一点点这个小毛病啊，你就看得非常大，被心理的影响一样，他也死掉了。所以心理重要，那我们就是要健全我们的心理，那心理要怎么健全？就是对真理呀，透彻认识真理。那所有身体呈现的现象，我们不要太在意，我们太在意的话，一方面妨碍我们进步，一方面呢，我们有时候会引起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因为我们呢，住在像了以后啊，假如说有一些幽冥鬼魂，他想，在这个时候啊，想利用它，想借着它来传达一些信息，那我们假如说被它缠绕，那糟糕了，我们都不知道什么状况。那个状况一来都不清楚的，所以要对自己要笃定。笃定的时候就是你的神守摄，你的精神都守住你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你都守住了，那个幽冥鬼是没办法的，他没有办法侵入到你的那个身边来围绕你，没有办法缠绕你。所以我们在修持方面呢，就是要知道一些我们要重视的，让它进入潜意识；一些我们要看清的，不要住相的，我们要去掉。好，还有吗？还有第二个，请问刘讲师，观恶眼是功德，要欢喜心，甘愿受。倘若道场有人乱骂人，理念不清，甚至于动荡道场不安，大家仍然要欢喜心，甘愿受，一言不语，感谢消冤解孽吗？是否会助纣为虐，让不讲理的人更猖狂无理？谁又来维持正义与道场真正和谐呢？非常感谢。好，谢谢。这个呢说得非常这个正确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观恶眼是功德永嘉大师呢他是针对的那个观恶眼是功德是针对着恶眼是对我，而不是对大众，是针对我。然后我去看他那个骂我那个不好的话，那个恶言因为我们不起对待心他不起对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消掉你的罪业，然后真正的累积功德。那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这个凡尘的正义凡尘的浩然正气它都在。我们不是呢，就是要做一个那一个不明理的一个修道人。当然不会说人家呢在引起整个那个滔天大浪的灾难，我们还这个很欢喜心还甘愿受，不可以的。我们该出这个出力的时候还是要出力。所以那个都可以这个生命这个用生命来这个对付都不爱惜，都不会去重视这个生命。那个才是正确。我们要了解到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那个讲的角度呢，我们一定要透彻知道。那假如说会引起那个人家那个不好的那一些观感不好的一些作为，那我们有那个能力的时候要去阻挡。要你分析，要你跟他讲明。不是说要一味的去呢这个忍受，不是那个样子啦。那针对我们本身的是个人的事，那个才欢喜心甘愿受。那假如说是关系到众人的话，那我们就要出力了。那个出力呢就是牺牲性命呢也在所不惜。我们要有那一种浩然正气。
所以不要把那一种欢喜心概念说用错地方。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应对凡尘事的时候假如说都是用真理来应对，那不用欢喜心概念说，本来就是你要去分散，那个一定呢，要你正常的去做。那我们在讲欢喜心概念的时候，是不合理的对我针对着我而来，那个才我们要了解说绝对有因果，才会针对着我，而不是众人，是只有我一个。那时候你才要表欢喜心概念受，要了掉这个业，就是可能你之前或是前世对他不合理的一些事已经做了，现在呢他反报你要欢喜心概念受，才可以了掉这个业，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针对着众人的事我们不闻不问那样我们这个当然人格就不健全了。还有吗？还有2分钟，你要问吗？剩2分钟了。有疑要必问一问了才容易进步啦。像这个昨天也有人问说呢这个我们这个呼吸这从玄关这个进出，各位有听过这个修持方法吗？有啊，那还蛮普遍的那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这呼吸过玄关，跟我们那个数息法，它是不一样的，法门不一样。它2个问题同时问。那我说那个呼吸通过玄关，是我们6道轮回太久，那个正门关得很久，所以都是污垢。那我们现在利用呼吸把那个门清一清，走得很习惯，这样我们一进出都没有问题的，那个是这个角度。那数息法呢，是我们的心上慢，就是我们在凡尘生活那个神我们的精神不容易集中。那个数息法就是要我们信念那个专一，就是不要神分散。我们现在都会以为说同时做多件事是很了不起各位浅显，那个不对你同时做很多事那个叫神散，你的精神都分散，那个不好那个对我们呢有伤害，没有帮助。所以做的时候就是要专一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要专一，这才是正确。所以那个数息法就是让我们那个散乱的心全部都能够回来集中。然后我们呢心集中了以后容易解决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我们的精神有时候想东想西同时就想很多个，那个叫散，神散。不要有这一种情形因为这个呢会伤害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超过1分钟了，下课。各位点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先生，大家好。我学占道天师得了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人给机会学讲。我们台北呢又把我们所讲的这个6禅经已经有整理出来，然后呢用那个套子把它装成这个好像皮包一样。这个有比较小的是 DVD 影片看的，比较大的那就是 CD 欢迎各位拿，就在后面两边那个有那个箱子里面装的那个 CD 有79片那个 DVD 呢有40片
一包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欢迎各位都拿自己收藏或是给亲朋好友多拿。我们北部的浅显收无限量供应，希望各位都拿很方便携带，要看也很方便都有那个时序。那我们就接着讲这个心理。各位先生，我们讲到哪边的？11、2、4、6、8、10。不止吧？12。下面往上算第二句，第12行，下面往上算第二句，性空自理。性空自理呀。对。只有讲到这边啦。这么慢啊？好，这个我们讲说不断贪淫上面句，这个性空的自理，那个贪淫只要我们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空性之中，它自然就会离开贪，离开那个淫，是这个性空自理可以离开所有的我们那一些不好的那一些习惯，习惯性都会离开。那么任运浮沉，这个任运就是任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那个运转，那个浮沉就随顺凡尘的所有一切随顺誓言无关，就是跟那个张轴那个悟道性是一样的意思。那么灰轻灰浊、灰浅灰深，本来灰骨，现在灰金，所以这一段就全部讲，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灰轻、它灰浊、灰浅、灰深，它本来它当下就是存在灰骨不是这个古时候。所以这个都讲了，要我们把握这个当下。所以只要我们都没有这个三心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呈现。那么呈现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眼前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各位有印象吗？这个都要听得很熟了因为刚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它很深因为我们以往都没有研究过不了解所以我们现前的一念期限竟然有万年、亿万年不只有1万年，是亿已经上亿万年1万年，1万年前我们现前的一念就已经在；1万年后我们现前之念还在，它没有变化。虽然我们身体不在了可是我们那个现前的一念不是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它都在。那这一段在描绘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它灰轻灰浊、灰浅灰深。又本来灰骨，现在灰金，我们看见它显在眼前但是不是落入金，不是落入我们现在，所以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非常的奥妙，它就是用语言来这个讲的话就比较有一点这个偏差了。
可是我们没有用语言来讲啊，完全都没有办法体会啊。所以我们讲说现在，那现在呢，因为现在不住啊，现在断尾条它不住啊，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没有现在，那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那三心都没有三世啊，就摄受我们不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三心的话我们会被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把我们摄受。那摄受呢，我们就要进入六道轮回。那假如说三世都已经摄受我们不住了，我们没有三心、三世啊都没有办法把我们摄受。那没有办法摄受，我们就不用进入六道轮回。各位先生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到这个状态啊，都是很深的一个佛理。只要我们有三心啊，我们会不知不觉被三世啊摄受。那我们既然被三世摄受，就一定呢在六道轮回之中有过去世、有未来世、有现在世。那假如说我们呢都没有三心，完全都没有，那三世没有办法摄受，我们就不用进入六道轮回可以啊解脱。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有一点深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呢用心我们都会呢进入那个真理世界。那么真理世界啊，就全部都是我们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本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进入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以后啊，那个才叫真的真已经呢修正。那我们修正了以后可以脱离这个凡尘，三界啊都可以脱离了。那我们不是说脱离三界就不能来，我们又可以发愿来又可以变化来，可以呢千百亿化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是非常的奥妙，可是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没有探讨，不知道。那我们一研究了以后，慢慢的会把那个佛性的一些我们的本体以及它的功能作用全部都呈现。那呈现了以后我们就了解说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的我们追求的方向非常正确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段见在非今。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那个佛性见在，可是它不实于现今，就是不实于现在世。这样懂意思吗？是有一点点深比较深这一点那么见在无住我们见在就是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可是呢无住它不会呢住在一个这个角度不会在一个形象所以呢这个见在无住见在本心我们那个见就在我们的本心。所以或许一直强调我们日常所用的心那个是心，那个是生灭变化那个不是我们那个真心，不是本心。我们的本心呢，就是把六根六尘产生六识的那个心全部放下。放下以后我们在讲说我都没心了，已经没有心了，那个已经全部都没有心的心叫做本心。那我们有生意念的心那个叫妄心。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叫识心，我们认识的心那认识的心都是生灭变化，这样知道吗？生灭变化，我们假如说拿这个心来修道，它也一直在生灭变化，我们道就修不成。
所以一定呢要把这个生灭的心我们去掉，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呢不生不灭的道。各位会背吗？会不会背？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会不会背啊？一定要会背会做不能用生灭心来修道，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道。那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的心，就在我们当下，我们把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就已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各位都找到了没有？还很多人都没找到吗？还是没有信心？信心都还不够。纵然有找到也不敢肯定。所以回答的声音都很小。我们要了解到对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假如说肯定度增加了，那我们那个相信自己成佛那个成分就加高了。因为成佛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成佛。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成佛就没有希望。这样知道吗？所以对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一定要认识要启发，然后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不会很困难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空闲的时候就做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有简单无？很简单对，那个时候整个只要万念都放下了，一念都不生，那个就是我们常住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一定要启发一定要认识，然后只要我们启发了认识了，然后呢我们培养一段时间以后都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一段时间以后就有般若妙智慧。所以般若妙智慧不是我们落入凡尘以后有身体去学来的，而是呢我们佛性本体生花那个般若，各位会写吗？那个般我们国语叫什么？惹呢？对，就是